秀司，这就是我全部的名字，没有姓氏，也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可从来没人这么叫我。小时候，他们管我叫垃圾，只会对我拳打脚踢。后来我长大了，称呼变成了杂草和混蛋。我开始学会还击，把那些人全部踩在脚下。等我真正拿起了长枪，他们终于感到了恐惧，叫我毒蛇，甚至叫我枪王。我一路杀到了顶峰，赢过了所有人，甚至拿到了枪魔的称号。可到头来，我身上穿的依然还是那件破烂的旧衣服。每天只要一个土豆，就足够支撑我活下去。至于我唯一能称之为家的地方，只有这里，这片血流成河的战场。长枪划过的地方根本留不下活口，在那些士兵眼里，我不是人，而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魔。他们颤抖着互相询问，难道这就是传闻中的枪魔？眼看恐惧在人群中蔓延，敌方的将领坐不住了，疯狂叫嚣着让所有人冲上去。他觉得我只有一个人，只要杀了我，他们就能彻底赢下这场战争。可他根本不明白，这根本不是战争，而是我一个人的狩猎场。数把长枪封死了所有退路，可下一秒，所有的攻击都被瞬间弹开。士兵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引以为傲的何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秀司从半空中坠下，长枪直接贯穿了敌人的头颅。他嘶吼着，让所有人一起上，哪怕用命填也要把这个混蛋杀掉。面对四面八方刺来的枪尖，秀司甚至还有时间思考，这种杀人的本能到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在无数次死里逃生中被迫学会的手段？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到头来，他能给这些人的只有死亡。我记不清夺走了多少生命，只知道每一次挥枪都会带走成片的哀嚎。仅凭这一杆长枪，我就杀穿了整个时代。可杀戮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我每次都能活到最后，但那些死在我枪下的亡魂，他们的怨恨和诅咒早已像复古之居一样，死死缠住了我的灵魂。每当深夜圆月高挂，那些被我杀掉的人就会在血泊中重新爬起来，他们在我耳边不停地低语，一遍又一遍呼唤着我的名字，秀司，那个被所有人嘲笑的废物，最终还是死在了战场上。月光照着这具破碎的躯壳，本该是一切的终点。可命运却开了一个玩笑，在肉体彻底崩碎的瞬间，本该腐朽消失的灵魂，竟然在血色的包裹中重新获得了一次机会。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我再次睁开了双眼，这双眼睛里依然燃烧着不灭的红光。我转身望，那个曾经被踩在脚下的废物，带着所有的记忆，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森林里传来阵阵喘息，我坐在树影下，看着这双布满老茧的手。原来我并不是转生成了婴儿，而是回到了这个年纪。地上的镜子映出了我的脸，稚嫩却又带着一丝熟悉，看来重生回到了少年时期。这时候的我还只是镖局里一个卑微的杂役。还没等我适应这具身体，头顶突然传来一阵暴喝，那个混蛋一边咒骂着，一边从上方死死锁定了我的位置。看来这一世的麻烦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林子里杀声震天，刀剑碰撞的声音响成一片。啸虎镖局的领队声嘶力竭，让手下死也要护住货物。看来这群森林强盗是打算在这里吃掉整支车队。没想到刚重生回来就要面对这种血腥的场面，我一脚踩碎了地上的镜子。既然麻烦已经找上门，那就没必要再躲下去了。一个强盗拎着长矛走过来，嘲笑我这种打杂的小鬼，竟然也敢在战场上发呆。他觉得我只是个送命的帮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些杀人越货的恶棍，动作迟缓且浑身僵硬，在我这个枪魔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群只会乱挥武器的业余杂鱼。强盗发了疯似的咆哮，叫嚣着管我是杂役还是镖师。要是镖局的人，今天一个都别想活命。他抡起长矛，全力劈下，带起的劲风吹乱了我的头发。可在经历过无数生死的我看来，这种毫无章法的进攻，简直慢得像是在原地踏步。我侧身避开锋芒，随手一抓就扣住了矛杆。这种程度的动作实在是太好预测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的身影已经化作残影，双眼中闪过一抹红光，那是属于枪魔的杀意。长矛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鲜血在林间炸开。这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恶棍，临死都没看清自己究竟是怎么输给了一个杂役。虽然那些所谓的战功已经随着重生彻底消失，但我这一身杀人的武艺，对付这些杂鱼绰绰有余。我感受着体内流动的气息，那是曾被世人唾弃，甚至被称为魔功的禁忌招式。虽然名声不好听，但现在我没得选。我刚准备处理掉这些尸体，身后又传来了刺耳的咆哮。看来回到过去，并不意味着能过上安稳日子。那个强盗从背后跃起，挥舞着兵刃让我去死。我连头都没回，只是静静听者风里的杀气。就在刀锋落下的瞬间，我动了。强盗以为偷袭得手，在那疯狂的大笑，觉得杀了我他就能活命，真是个可悲的错觉。还没等他的笑声落下，我的长矛已经贯穿了他的胸膛。他瞪大了眼睛看着胸口的血洞，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早就料到会有伏击，只是没想到你们的水平竟然这么差，连让我认真的资格都没有。在战场上，如果不确认敌人死透了，那死的人就会是你。我猛地搅动矛杆，听着他那绝望的惨叫，我单手抽回长矛，任由他的尸体倒在泥土里，冷哼一声，这杆枪的分量现在感觉顺手多了。看着啸虎镖局的招牌，这熟悉的场景还真是勾起了不少过去那些老日子的回忆。地上的血迹还没干透，周围的强盗却已经吓破了胆，他们握着刀的手都在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个疯子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我拖着长矛走在尸体堆里，就像在自家后花园散步。这种程度的杀戮对我来说连热身都算不上。就在这时，一个扛着巨斧的壮汉跳了出来，叫嚣着自己是这片森林的老大，想靠这副块头来吓唬我。我看着他那张狰狞的脸，忍不住笑出了声。这种送上门的猎物，
我确实挺期待的。他被我的态度彻底激怒，狂吼着要撕烂我的嘴。看来他还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那柄锯斧带着破风声直冲我的脑袋劈了下来，他吼得震天响，仿佛这一击就能定胜负。我只是微微侧过身子，任由斧刃擦着衣角划过。这种毫无章法的蛮力，除了浪费体力，根本碰不到我一根头发。他见我躲开了，还不知死活地嘲笑我，说我像只老鼠一样只会逃跑。可他还没意识到，真正的杀招根本不在他身上。等他回过头的时候，身后的2个部下已经被我的长矛彻底贯穿，像串肉干一样钉死在地上。我看着他那副呆滞的模样，语气平静地告诉他：“你的力气确实挺大，但在真正的武艺面前，你也就这点本事了。”我俯身压低重心，长矛在空中划出一道黑芒，这才是真正的攻击，不需要多余的动作，一击就能定生死。看着他那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鲜血溅在脸上的温度，让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清醒。周围的杂兵已经彻底疯了，他们尖叫着往后退，嘴里喊着我是个怪物，竟然一招就杀了他们的老大。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长矛，奇怪，为什么感觉它变轻了，就像是我手臂的延伸。这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还真是让人怀念。听着首领喉咙里最后那点漏气的声音，我长舒了一口气。这种杀戮的节奏，总算让我找回点状态了。尖叫声响彻了整片树林，那些刚才还嚣张的强盗，现在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嘴里疯了一样喊着怪物，连滚带爬的想要逃离这里。我站在血泊中回过头，看着这满地的残肢断臂，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当战场上的鲜血遇上灵魂深处的魔性，这种久违的燥热感确实让人有点上瘾。时间仿佛倒流回了10年前，就在这同一座山上，那个让无数人胆寒的噩梦终于再次睁开了眼睛。我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力量，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这种感觉还真是出奇的好。没错，那个曾经横扫战场的枪魔，现在正式宣告回归了。深夜的丛林本该是寂静的猎场，此刻却被惨叫声彻底撕碎。这群赏金猎人叫嚣着，要让这里寸草不生。就在所有人都杀红眼时，秀丝周身散发着血色斗气，仿佛死神在林间漫步。这些自大的家伙还没意识到，风向早就变了，他们口中的猎物现在成了最恐怖的猎人。秀丝的身影瞬间消失，快到肉眼根本无法捕捉，只留下一道血色残影。刚才还在叫嚣的士兵，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中。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收割。就在这时，一个魁梧的身影挡住了去路。士兵愤怒地咆哮着，质问这群赏金猎人，到底谁才是被杀的那一个？看到枪魔现身，这群残兵败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竟然还想求这位前任首领回过头来帮他们一把。秀丝听完只是冷笑一声，既然你们这么想念救主，那就成全你们，让他陪着你们一起被彻底吞噬干净。他挥舞着重刃，疯狂咆哮，想要靠蛮力把眼前这个狂妄的家伙劈成2半。可就在刀锋落下的瞬间，秀丝只是轻描淡写地喊出了他的名字。士兵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后辈凭什么敢直呼其名，胸口就传来一阵闷响，那是骨头碎裂的声音。秀丝甚至没有动用矛尖，仅仅是一个侧身横击，就让这个不可一世的巨人直接失去了平衡。这场实力的差距，从一开始就不是靠嗓门大就能弥补的。士兵狼狈地向后退去，嘴里还在不停咒骂。他根本无法理解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直到他看清了秀丝肩上扛着的那柄长矛，上面竟然还挂着一具尸体，就像串着猎物一样轻松。那些死去的部下此刻化作了暗红色的怨灵，正死死缠绕在秀丝身后。这些亡魂在士兵耳边低语，质问他为什么还活着，甚至张开血盆大口邀请这位昔日的首领一起下地狱。士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他疯狂地嘶吼着，问对方到底是人是鬼。秀丝再次喊出了那个名字，语气平静的可怕，就像是在清点即将入库的祭品。红色的斗气瞬间炸裂，秀丝整个人被血光吞噬。这已经不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处刑。长矛横扫而过，空气中只剩下血刃的余音。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一高，此刻已经彻底倒在了月光下，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原来枪魔接连3次喊出对方的名字，并不是在叙旧，而是在举行一场古老的葬礼。只要名字被点到3次，灵魂就会被直接拽进黄泉。这就是枪魔真正的恐怖之处，他杀人从来不只是摧毁肉体，而是连同灵魂一起抹杀。看着脚下冰冷的尸体，秀丝露出一丝玩味的笑意。这种送人上路的手段，他确实已经很久没用过了。月亮依旧高悬，但林间的喧嚣已经平息。前世，秀丝满手鲜血的爬过乱石堆，已经快到极限了。作为军营里的新兵蛋子，最苦最累的侦察活儿，全都落在了他一个人头上。本以为参军能混口饭吃，不用再像当奴隶时那样挨饿，可现在看来，这日子简直比地狱还要难熬。他靠在石壁上骂骂咧咧，却还没意识到，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张开大门。就在他抱怨命运不公的时候，身后那片漆黑的岩缝里突然亮起了一双血红色的眼睛，一股阴冷的气息瞬间锁定了他的后脑勺。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某种远古巨兽盯上了一样。他僵硬地转过头去，眼前的黑影扭曲盘旋，根本分不清是山里的猛虎还是索命的冤魂。但这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在这荒郊野岭，他遇到的恐怕是比死亡更恐怖的存在，绝对不能回头。这是本能在疯狂发出的警告。身后那个东西根本不是凡人该窥视的存在。他拼命告诉自己，绝不能死在这种无名之地。可那股阴冷的气息已经像毒蛇一样缠上了脊梁。
黑暗中传出一声冷笑，那声音仿佛看穿了他的卑微。既然活得像只虫子一样狼狈，这种毫无意义的挣扎到底是为了什么？血泊之中，高夫缓缓睁开了那双红瞳，他给出了一个诱人的提议：与其像蝼蚁一样死去，不如赌上一把，去亲手扭转这烂透了的命运。原本打算逃跑的脚步，竟然鬼使神差的停住了。他转过身，直视着那个坐在尸山血海中的魔头。既然命已经见到了底线，还有什么好怕的？这种不要命的胆色，反而让高夫笑出了声。他开始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一丝兴趣，并问出了那个改变命运的问题。沉默良久，他终于报出了自己的名字：秀斯。从这一刻起，那个唯唯诺诺的新兵死在了黑暗里，而一段属于强者的传说正式拉开了序幕。你刚才说什么？高夫的声音冷得让人发毛。秀斯咬着牙又重复了一遍，他以为报出名字就能换来一线生机，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踏入死局。高夫眼中的红光更盛了，他再次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这是第二次询问，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秀斯刚想开口回应，眼前的世界却突然模糊了，太快了，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高夫瞬间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死死掐住了秀斯的脖子，巨大的冲击力让他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只能感觉到喉咙传来的剧痛。这种速度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秀斯被整个人拎到了半空，双脚悬空的挂在悬崖边上，他引以为傲的那点胆量，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显得那么可笑又无力。原来高夫并不是真的记不住名字，如果在这个男人面前被连续询问3次姓名，那就意味着你的灵魂已经属于地狱了。那个赋予我魔功的人就是我的师傅，武林中恶名的化身血魔高夫。无论你的回答是什么，从现在起你将拥有杀掉任何人的力量。画面一转，战场已经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曾经那个唯唯诺诺的新兵，此刻正化身为收割生命的死神。暗红色的斗气所到之处，残肢断臂，漫天飞舞，惨叫声此起彼伏。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明明双手沾满了鲜血，内心却平静的可怕，仿佛杀戮已经成了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周围的士兵惊恐地尖叫着，称呼他为怪物，并咆哮着让他去死。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些挣扎不过是死亡前最后的杂音。秀斯冷漠地看着涌向他的敌人，他知道属于人类的那个部分已经彻底消失了。说来也奇怪，在这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意识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原本以为杀戮会让我彻底疯狂，可现在这种感觉却像是从某种混沌中苏醒了过来。师傅，高夫传给我的魔功似乎并不完整，那颗埋在丹田里的魔种本该像剧毒一样渗入骨髓，直到蒙蔽我的双眼，让我沦为一个只知道杀戮的躯壳。可现实却截然相反，我不仅没有感到痛苦，反而觉得浑身舒畅，仿佛体内的某种枷锁正在被这股力量慢慢冲开。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股阴冷的魔气会在我体内产生这种变化？紫色的光芒在经脉中流转，最后汇聚在掌心。这种力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破坏，它正在重塑我的身体，而我似乎正走向一条连师傅都未曾预料到的道路。终于想通了，为什么这股暴力的魔功没能吞噬我的理智？原来秘密藏在小时候学过的苗族呼吸法里。自从参军之后，我就把这套功法忘得干干净净。可谁能想到，正是这种基础的吐纳方式，成了我识海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像是一盏明灯，在漆黑的魔气中死死守住了我的清醒。师傅高夫曾经断言，在彻底掌控魔功之前，我注定会沦为丧失理智的疯子。可他算漏了一件事，这种奇妙的巧合让我成了那个唯一的例外。如果那个老家伙知道我竟然靠着这种方式保持清醒，真想看看他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就在我沉浸在发现真相的喜悦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喂！我回过头，一个戴着斗笠的陌生人正站在满地尸骸中盯着我。这种地方怎么还会有人活着？多谢阁下出手相救，帮我们脱离险境。戴着斗笠的女人领着众人恭敬地行了个大礼，可她的目光却始终没离开过眼前的男人，仅仅是站在那里，那种压倒性的气场就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更别提他刚才像割草一样清理掉那些强盗。这种怪物级别的战力绝对不能放走。有什么事吗？秀斯冷冷地开口，周身的紫色魔气还没散去，仿佛刚才的杀戮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虽然不知道像您这样的高手为什么会在缉捕局当个随从，但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继续助我们一臂之力？我拒绝，没有任何犹豫。秀斯转身就走，既然麻烦已经解决，他可没兴趣跟这些官差玩什么报恩游戏。等等，女人显然没料到对方会拒绝得如此干脆，看着那个冷漠的背影，她眼神一横，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换个方式了，绝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如果不愿意加入，那就只好强行留人了。请务必收下这个。女人突然叫住了秀斯，递过来一块沉甸甸的金牌，这可不是普通的谢礼，而是虎坑派的身份象征。你应该也听说过，在安徽一带，虎坑派可是名声显赫的大宗门，连这缉捕局实际上也是由他们在背后打理。只要拿着这块令牌，无论何时去虎坑派，你都会是最高规格的贵客，请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女人再次弯下腰，态度诚恳的让人无法拒绝。令牌上清晰的刻着虎坑派一级护卫周英华。看着这块令牌，秀斯的眼神微微一变。虎坑派这个名字他当然记得，在江湖传闻中，他们曾是以正直和信义著称的名门正派。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如日中天的宗门，竟然会在短短几年内就彻底销声匿迹，甚至落得个满门灭绝的下场，成了一段无人敢提的惨剧。看着眼前这个还以此为傲的女人，秀斯陷入了沉默。既然收了令牌，那我就不客气了。秀斯随手接过金牌，顺便提出了一个小要求，他想借一匹马赶路。
等一下，那匹马不行！看到秀丝走向那匹黑马，周英华急忙出声阻止。那畜生性子烈得很，根本没人能驯服他，所以才被降级去拉货车。可话还没说完，刚才还暴躁不安的烈马，在秀丝靠近的一瞬间，竟然变得像猫一样温顺，任由他翻身落座，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这怎么可能？周英华看得目瞪口呆。那匹连专业马夫都束手无策的疯马，现在居然乖巧的有些诡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地上突然湿了一大片，那匹马竟然被吓得当场失禁了。他不是变乖了，而是被秀丝身上的杀气彻底吓破了胆。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周英华无奈地叹了口气。年纪轻轻就有这种恐怖的压制力，这家伙简直是个怪物。身后的部下凑了过来，打趣说：“这种强悍的男人，不正是大姐头喜欢的类型吗？”周英华没有反驳，只是望着尘土飞扬的林道，陷入了沉思。你是想死吗？竟敢对救命恩人这么无礼！周英华猛地按住刀柄，凌厉的气势吓得部下赶紧连声道歉。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你们刚才没看清，但我看得很清楚。周英华收起长刀，望向满地的尸体，那个男人的枪法绝不是普通的江湖招式，难道是哪个名门望族的公子哥？部下在一旁猜测，毕竟那种气度确实不像普通人。不，那根本不是武术。周英华摇了摇头，眼神变得异常凝重。那是纯粹的军方枪法，是那种在万人战场上为了杀戮而生的战技。而且他的造诣已经远超他的年龄，如果我没猜错，他应该是某个顶级将门世家的传人，现在正处于独自历练的修行期。为了救我们，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这种高洁的品格，周英华望着远去的背影，心中满是敬意。如果他知道宗门的危机，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周英华望着那个背影，心中燃起了最后的希望，请一定要救虎坑派，别让他落在黑道门手里。可他寄予厚望的救星，此刻正对着胯下的坐骑发泄着不满。喂，你要是再敢乱尿，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再也尿不出来！烈马被吓得浑身僵硬，只能拼命迈开腿狂奔。秀丝坐在马背上，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虎坑派啊，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还没被灭门吧？比起那个女人的请求，他更在意的是记忆里的一个老对手。不知道那个叫一高的家伙现在混得怎么样了？那个曾经让他都感到棘手的男人，此刻又在哪里？酝酿着什么样的阴谋？高一高，那是他在前世入伍后结下的第一段缘分。深夜的军营并不太平，新兵刚一露面就被老兵们围在了中间。喂，臭小子，新来的不懂规矩吗？不交出贡品就想吃饭？贡品这种事他还是头一回听说。新兵要把晚饭让给前辈，这就是这里的规矩。不想挨揍就给老子记清楚。一高手里拿着土豆，真是有够荒唐的等级制度。不过既然他是新来的，那我不就是这里的2号新人了？既然你不打算抢我的饭，那这些就归你了。面对这种挑衅，老兵彻底被激怒了，他发誓要撕烂这小子的脸。可话音还没落地，一个硬邦邦的土豆就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既然这么想要贡品，那就多吃点，只要你的牙还没被崩掉。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密集的拳头已经像雨点般砸向胸口。这根本不是新兵该有的力量和速度。老兵被打得连连后退，要是还没吃饱，随时可以再回来找我，我会把你剩下的牙全部敲掉。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几个人，此刻只能灰溜溜的逃走。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你不该插手的。面对这份多余的善意，秀丝并没有表现出感激，想活下去就赶紧吃。秀丝稳稳接住飞来的干粮，一高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毕竟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可是你的直属前辈，这就是他们相遇的开始，也是他这辈子唯一可以交付后辈的战友，不应该说是生死与共的结拜兄弟。我叫一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秀丝。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在这一刻彻底交织在一起。为了在乱世中活下去，他们拼尽了全力。直到那一天，秀丝一声急促的呼喊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就在那个瞬间，被称为血魔的高夫出现了。他单手掐住秀丝的脖子，像拎小鸡一样悬在半空。快放开他！一高举起手中的信号弹，这是他最后的筹码。如果不放人，就同归于尽。别管我，快跑！秀丝在窒息的边缘拼命挤出这几个字。面对一高的嘶吼，高夫的眼神里只有看透生死的冰冷。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如你所愿，放他走。高夫的手突然松开，秀丝的身体瞬间失重，直接向万丈深渊坠去。一高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会答应的这么干脆，但这根本不是放生，而是处刑。怎么这副表情？高夫发出一阵冷笑，我不是已经按你说的把他放了吗？你这混蛋！一高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猛地拉开引信，想要和这个疯子同归于尽。住手！一高！悬崖边传来了秀丝的吼声，他死死扣住岩缝，在最后关头保住了性命。一高看到同伴还活着，僵在了原地，而高夫依然站在高处，俯视着这两个挣扎的蝼蚁。我现在还不打算杀你们，所以都给我闭嘴，乖乖听着。高夫提出了一个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交易，只要能帮他找回治愈内伤的奇药，作为交换，他会赐予两人在这乱世活下去的力量。是选择屈辱的苟活，还是带着尊严死去？秀丝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你的答案是什么？高夫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那双红色的眼睛仿佛能看穿所有的挣扎。秀丝转头看向一高，两人在沉默中交换了眼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现在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与其在这里毫无意义的死去，不如抓住这唯一的生机。你的提议我们接受了。秀丝的声音虽然低沉，却透着一股决然。高夫发出一声轻哼，缓缓转过身去，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随着他的动作稍微减弱。眼神不错。高夫丢下这句话，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契约已经达成，但秀丝很清楚，这仅仅是地狱生活的开端。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叫伥鬼的东西，他们是被猛虎吞噬的灵魂，死后却沦为恶魔的帮凶，通过献祭其他的灵魂来提升主人的位阶。而我所创造的不羁魔功原理也是一样，吸收死者的怨念，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灵力，这就是所谓的魔道。这门功法分为3个阶段：压缩、淬炼，还有超越，每一层都意味着脱胎换骨的痛苦。当你到达压缩期，体内的魔气会像蒸汽一样从毛孔中喷涌而出，而到了淬炼期，你的血液将变成剧毒，释放能量时就像鲜血在四处飞溅。至于最后的超越期，那才是真正的竞技领域。我曾凭此横行天下，甚至连善恶的概念对我来说都失去了意义。现在的你们仅仅是站在了地狱的门口，把我的教诲刻进心里，去战场上尽情杀戮吧。只有在无尽的鲜血中，你们才能获得改变命运的力量。高夫的声音像诅咒一样在秀斯和伊高耳边回荡，两人在敌阵中疯狂冲杀，每一次挥刀都是为了在炼狱中活下去。秀斯，撑住！伊高在混乱中大声嘶吼，哪怕被重兵重重包围，他们也绝不打算在这里停下脚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活下去，这是支撑他们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唯一信念。当两人再次回到洞穴，高夫已经等候多时，他盘坐在阴影之中，宣布了这最后一场交易。这次你们要找的是传说中的百年血餐，那是治愈我内伤的关键。高夫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能做到吗？面对这近乎自杀的任务，秀斯和伊高已经没有了退路。请等一下，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伊高突然开口叫住了高夫。他心里很清楚，以现在的实力去拿血餐，无异于自寻死路。在那之前，能不能先帮我们打通经脉？伊高直视着那双红色的眼睛，提出了这个大胆的要求。只有实力得到质的飞跃，才有可能带回你想要的东西。洞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高夫冷冷地盯着眼前的年轻人，那股恐怖的杀气让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出乎意料的是，高夫竟然点头答应了，这让秀斯和伊高都感到有些意外。伊高，还是你先去吧。伊高立刻开口拒绝，他不想让兄弟独自承担风险，但伊高的态度异常坚决。听我的，你先去打通经脉，剩下的药材由我来收集。秀斯的语气不容置，他很清楚，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先让一个人变强，他们才都有活下去的希望。第二个去的人，任务反而更艰巨啊！伊高半开玩笑地调侃着。秀斯虽然有些无奈，但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随着双拳重重撞在一起，这个关乎生死的约定，就算正式达成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噩梦的开始。大雨倾盆而下，秀斯独自走在荒野中，身上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箭矢，每走一步都在地上留下精心的血迹，但他始终没有松手，怀里那个沉甸甸的木盒装载着他们最后的希望。只要能把药材带回去，一切就还有转机。药材已经全部找齐了。秀斯在雨中艰难地喘息着，他在心里一遍便告诉自己，兄弟和师傅都在等他，只要坚持到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惊雷划破了夜空，极度虚弱的秀斯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这种不祥的预感让他原本就紧绷的神经瞬间降到了冰点。当秀斯带着救命的药材拼尽最后一口气赶回洞穴，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坠入了深渊。曾经威震一方的高夫，此刻竟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而伊高就跪在血泊之中，手里还握着那把带血的刀。你终于回来了。伊高缓缓抬起头，脸上挂着一丝诡异的冷笑，仿佛已经等候多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怀里的木盒重重摔落在地，那株拼死抢回来的百年血餐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讽刺。到底发生了什么？秀斯冲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兄弟，可伊高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别在那大惊小怪了，你其实早就该猜到的，高夫那个老怪物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活下去，所有的承诺和教诲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们拼命守护的希望，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带血的笑话。为了不被那个老怪物杀掉，我们只能先下手为强。伊高躺在秀斯怀里，虚弱地吐露了真相。原来高夫从一开始就计划让他们同归于尽，所以你才让我先走吗？秀斯终于反应过来，伊高为了给他争取生机，独自承受了所有的反噬。此刻他全身经脉尽碎，体内的魔功早已荡然无存。别在那哭哭啼啼的，杀掉一个半死的老头，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伊高强撑着最后一口气，试图安慰泣不成声的兄弟。然而在这场血腥的博弈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高夫那个老魔头曾经问过伊高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活下来吗？因为你曾是虎穴帮的武士，而我则是那个被灭门的帮派中唯一活下来的幸存者。秀斯想起了很久以前高夫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说虎穴帮的帮主和夫人全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人，可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好人的下场往往比任何人都要凄惨。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把你当成家人了。伊高倒在血泊中，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你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还会怀念我父母的人，能遇见你真的已经很走运了。伊高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抓住了秀斯的手，如果有机会的话，请一定要替我报仇。随着那只手无力的垂下，所有的遗憾和不甘都定格在了那个血色的夜晚。但对秀斯来说，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既然上天给了他重来的机会，在这一世，他绝不会让悲剧再次重演。那些刻骨铭心的仇恨必须从源头上彻底抹除。首先要做的就是阻止虎穴帮的毁灭。秀斯骑在马上，目光冷峻地注视着前方，他已经救下了帮派的财源，未来的齿轮似乎已经开始悄然转动。只要能改变这个起点，或许那个曾经死在他怀里的兄弟就能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这还远远不够。秀丝勒住缰绳，抬头看向那块巨大的牌匾“虎穴门”，终于让他找到了这个地方。他翻身下马，随手拦住了一个路过的男人，语气平淡的表示自己只是想打听点事情。哪来的无名小卒，也敢在这挡大爷的路？对方显然没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骂骂咧咧的直接挥拳砸了过来。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怪物。秀丝连躲都没躲，反手就扣住了对方的脑袋，狠狠地砸向了地面。现在给我闭嘴，然后回答我的问题。秀丝的眼神里透着一股死气，仿佛只要对方再多说一个废话，下一秒就会变成一具尸体。既然讲道理行不通，那就用这帮人最熟悉的规矩来重新打个招呼吧。已经很久没回安徽了，秀丝看着远处的庄园，语气冰冷地询问守卫：“那里就是虎穴帮对吧？”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人忙不迭地连声称是。秀丝继续核对着记忆，帮主是高剑南，夫人是谢英，这些信息都分毫不差。守卫为了保命，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可当秀丝问出他们的儿子是不是叫一高时，对方的回答却让他彻底愣在了原地。不，并不是这个名字，这怎么可能？秀丝原本笃定的神情瞬间被巨大的荒谬感取代。难道重生回来的代价是连现实都被扭曲了吗？他明明已经确认过，除了这件事以外，所有细节都和前世一模一样。那现在这个局面到底该怎么解释？一高猛地揪起对方的衣领，眼神里充满了暴力。你最好给我说实话，如果敢有一句假话，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如果我到了虎穴帮，真的找到了那个叫一高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命吗？秀丝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斗气，拳头已经悬在了守卫头顶。被吓破胆的男人只能顺着他的话疯狂求饶。可当秀丝收起杀意，准备听他最后解释时，对方却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你刚才问的是帮主和夫人有没有儿子？守卫扯着嗓子大喊：“夫人现在连婚都没结呢，哪来的什么儿子？”更离谱的是，虎穴帮根本就没有男丁，从始至终那里就只有一个女儿。秀丝整个人愣在原地，脑海中闪过无数种可能，但守卫接下来的话却像一道惊雷，彻底劈碎了他的认知。那位一高小姐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一高看着远方，记忆中的一切开始崩塌，前世的一高变成了女人，这简直太荒谬了。曾经那个狂暴的一高，这一世竟然是个女人。秀丝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真相彻底打乱了他的认知。他手里握着那枚金牌，只要亮出这个身份，就能直接进入虎坑派确认真相。可一旦这么做了，后续所有的计划都会暴露，必须得想个更稳妥的办法。还没等他理清思绪，身后就传来一阵粗暴的吼声。马夫猛地推开大门，指着秀丝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这种流浪小鬼果然靠不住，明明让他去清理马粪，结果这小子竟然敢直接玩失踪。马夫一把揪住秀丝的衣领，看这架势，是打算让他付出点代价了。马夫像拖死狗一样把秀丝从屋里拽了出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找人。被当成流浪汉虽然丢脸，但对现在的秀丝来说，这反而是个完美的掩护。只要身份不暴露，留在这里更有利于行动。马夫把人带到马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强调自己可是虎坑派的管事，在这里干活虽然要铲马粪，但总比在街头饿死强。这是他2天前给出的施舍。面对询问，秀丝只是冷冰冰的回了句不知道。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瞬间点燃了雨泰的火药桶，这小子简直是在找死。马夫越骂越起劲，嘲讽秀丝不仅脑子慢，连最基本的尊卑都不懂。在他眼里，秀丝就是个吃剩饭的乞丐，要不是掌门大发慈悲，这小子早就饿死在街头了。面对这种近乎羞辱的训斥，秀丝表现得异常冷静，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可就在他准备干活时，马厩里的烈马突然发了疯，毫无征兆的狂暴起来。马夫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受惊的马狠狠踢飞，整个人惨叫着摔在地上。这畜生平时明明很温顺，为什么偏偏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如此暴躁？马厩里乱成一团，高处却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赵太汉摇着折扇，满脸得意。这匹顶级烈马可是他花大价钱买的，越是难以驯服，他就越觉得有意思。手下提醒说有马夫受伤了，赵太汉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在他眼里，这些下人的命还不如一条狗，随便打发点赏钱，就当是给这些废物的交代。秀丝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纨绔子弟赵氏山庄的败类。在上一世的记忆里，一高曾经亲口提过，这个男人就是毁掉虎坑派的幕后黑手。赵太汉一脸嫌恶地离开马厩，觉得这里的臭气弄脏了他的衣服。既然这个仇人已经现身，那虎坑派的危机恐怕比预想中来的还要快。赵太汉还没走出多远，就被一个威严的老者拦住了去路，正是虎坑派掌门高建安。面对这位不速之客，高建安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戒备，直截了当地询问他的来意。赵太汉却厚着脸皮行了个礼，开口就喊对方岳父大人，说自己是专程来看未婚妻的。他口中的新娘竟然就是虎坑派的一高。高建安当场严词拒绝，这门亲事他压根就没同意过。可赵太汉脸上的笑意却愈发阴险，完全没把掌门的愤怒放在眼里。他甚至嚣张地放话，等一高一满16岁，这门婚事他办定了。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逼婚，高建安气得浑身紧绷，却又不得不强压下心头的怒火。这哪里是来提亲，分明是想要强行吞掉整个虎坑派。赵太汉笑得一脸灿烂，说他要娶一高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连3岁小孩都在唱他们的婚歌。高建安一眼看穿了他的诡计，这分明是想用流言蜚语彻底毁掉他女儿的名节。可赵太汉接下来的话却比逼婚还要伤人。他嘲讽虎坑派自作多情，在他眼里，赵氏山庄地位尊崇，根本看不上
这种小门小派，更没必要为了个女人费这种心思。这番赤裸裸的羞辱，彻底点燃了高建安的怒火。眼看局面就要失控，人群中却突然传来一声叫好，漫天花瓣随之落下，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只见一名女子缓缓走来，既然对方把话说到这份上，这场关于名誉的死局，看来有人打算亲自来破。高建安当众宣布，两家绝不可能有任何婚约，直接断了赵太汉的念想。就在赵太汉愣在原地时，正主一高终于现身了。他让赵太汉别再白费力气，赶紧去找别的女人。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赵太汉，瞬间变得语无伦次，只能尴尬地摇着折扇掩饰。一高根本不给他留面子，警告他流言蜚语会害死人，现在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时间。他当众立下重誓，这辈子绝不会嫁进赵氏山庄，直接下了逐客令。赵太汉眼看讨不到便宜，只能冷哼一声，转身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嘲讽一句，说虎坑派都要破产了，还敢这么狂。他对手下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说这趟不过是去青楼路上的消遣。可他临走时那个阴冷的笑容，分明在告诉所有人，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赵太汉一边走一边感叹，传闻果然没骗人，一高的美貌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这种倾国倾城的姿色，让他彻底动了贼心，甚至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在他看来，一个女人如果空有美貌，却没有足够的权势和金钱守护，那注定会迎来悲惨的下场。他回头望向虎坑派的大门，语气里充满了嘲讽，觉得一高投胎到这种穷地方，简直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因为他这个恶人已经死死盯上了这块肥肉。他嘴上说着可怜这姑娘，脸上却挂着志在必得的冷笑。随着一声马鞭响，赵太汉带着人扬长而去。但这绝不是结束，被这种毒蛇盯上，虎坑派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赵太汉正准备得意的离开，胯下的骏马却突然不动了，任凭他怎么催促都没反应。手下还以为马生病了，结果下一秒马嘴里竟然喷出了白沫。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整匹马轰然倒地，把马背上的赵太汉狠狠摔在了地上。现场顿时乱成一团，手下疯狂叫喊着找马夫，却没人发现阴影里站着一个人，那是秀丝。他手里正握着一颗鲜红的肝脏，那是他用虎爪功瞬间取出来的。这种杀人技极其诡异，马的体表看不出任何伤痕，就算找遍全城的兽医，也查不出马的死因。秀丝看着手里的战利品，语气冰冷的自言自语，这一切都是徒劳，他之所以会在这里动手，全是因为那个男人的存在。看来赵氏山庄的这趟差事还没出门就撞上了铁板，原来赵太汉才是幕后黑手。虎坑派当年的惨剧，全是他一个人在暗中操纵。一高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他知道自己被赵氏山庄盯上，全是因为这张倾国倾城的脸。对他来说，美貌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招来灭门之灾的诅咒，所以他才狠下心，亲手用烈火毁掉了容貌，只为了摆脱那群贪婪的恶魔。看到这一幕，秀丝终于彻底明白了，所有的真相都血淋淋的摆在面前。他死死攥住拳头，指缝间渗出的鲜血代表着他此刻无法平息的怒火。既然已经知道了仇人是谁，那就没必要再犹豫了，这笔血债必须由赵家来偿还。他纵身跃上房梁，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从这一刻起，复仇的齿轮正式开始转动。既然已经锁定了目标，秀丝不再继续观望，他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夜幕降临后的安徽内松，街道两旁挂满了红灯笼，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热闹。路边传来的欢笑声，还有邻里间琐碎的争吵，让这座城镇充满了烟火气。但秀丝无心留恋这些，他独自穿过喧闹的人群，径直走向街道深处。最后他在一家店铺前停下，牌匾上写着农具大全，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铁匠铺。随着木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秀丝缓缓推门而入，语气中带着一丝怀念。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这个地方了，深夜造访一家农具店，显然不是为了买锄头。秀丝推门走进屋内，迎接他的是一个满脸胡茬、看起来落魄不堪的男人。对方头也不抬地问他是谁，秀丝只平静地吐出一个名字：秀丝。听到这个名字，铁匠猛灌了一口酒，语气里充满了排斥。他说自己根本不认识秀丝，而且早就已经金盆洗手，让秀丝赶紧滚出去。秀丝却像没听见一样，自顾自地蹲下身子，开口就要定做一把铁锤。铁匠听完发出一阵冷笑，觉得这小子是在消遣自己，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笑不出来了。秀丝精准地报出了尺寸，长17寸，圆周4寸，锤头必须是球形的。最后他压低声音补充了一句，重量绝对不能超过10斤。原本还在买醉的男人瞬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整个人僵在了原地。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农具，而是某种特定身份的象征。秀丝报出的每一个数字都像是一把钥匙，正慢慢打开这个男人尘封已久的记忆。面对秀丝奇怪的要求，铁匠忍不住开口嘲讽，说这种铁锤连钉子都钉不进去。秀丝的回答却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自己做这把锤子本来就不是为了钉钉子。铁匠放下了手中的酒瓶，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是认真的。秀丝继续开出清单，他还需要2件鳄鱼皮护具，以及1件真正沉重的重型兵器。当被问到想要什么类型时，秀丝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了百兵之王长矛。铁匠转身掀开杂物，从尘封的角落里拖出了一杆通体漆黑的长枪，这是他手里最好的家伙，光是立在那里就散发着一股肃杀之气。虽然枪刃还需要1天时间打磨，但秀丝并不焦急，他还有最后的要求。除了这种大开大合的重兵器，他还需要一些足够锋利、方便隐藏的小玩意。铁匠心领神会的走向后屋，既然要杀人，那就要准备的万无一失。长枪配暗器，秀丝这是打算让赵家彻底鸡犬不留。铁匠拿出一堆锋利的铁蒺藜，这些小东西
虽然不起眼，却是封锁退路的绝佳利器。秀斯看都没看价格，直接表示这些他全都要了，而且不需要送货，他会亲自过来取走。看着秀斯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铁匠忍不住开口提醒：这么多精良的装备，价格可绝对不变。咦，秀斯表现得非常干脆，让他直接开个价，只要能报仇，钱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然而屋子里的气氛却在这一刻突然降到了冰点。铁匠并没有急着要钱，他死死盯着手中的长杆，声音沙哑地吐出一句话：就在3天前，他的女儿去世了。原本只是买卖兵器的交易，瞬间变成了一个关于失去和复仇的故事。秀斯陷入了沉默，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男人会愿意拿出压箱底的宝贝，这已经不是一笔生意了，而是2个走投无路的人在向同一个仇人索命。铁匠死死盯着秀斯，问出了那个绝望的问题：还有办法让他回来吗？秀斯没有回答，因为死人无法复生，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铁律。铁匠自嘲地笑了笑，他说秀斯身上的血腥味太重，重到让他以为见到了鬼。既然人回不来了，那这笔账就只能用血来还。他求秀斯替他杀了那些仇人。秀斯只问了一个问题：是谁干的？黑道门。铁匠咬牙切齿地吐出这个名字，那是整整4个穷凶极恶的混蛋。他生怕秀斯没听清，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着，想要确认这个复仇的目标。秀斯却只是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已经知道了。随后他缓缓转过身去，周身的红色斗气瞬间炸裂，仿佛一头苏醒的野兽，正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对他来说，根本不需要记住仇人的名字，也不在乎对方有多少人，因为无论他们是谁，在遇到秀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一群死人了。秀斯身上散发出的杀气，我会把他们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在秀斯眼里，死人的名字根本不重要，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要被他全部清理掉。他推开那扇破旧的木门，问铁匠有没有现成的工作服，最好再来点见血封喉的毒药。铁匠听完直接气笑了，谁家铁匠铺会卖这种晦气东西？可他手上的动作却很诚实，一件沾满血腥气的熊皮大衣就这么甩到了秀斯面前。据说这衣服的主人曾经亲手了结过74条人命，还有这罐来自苗族的秘制剧毒，虽然不知道纯度怎么样，但用来送那些仇人上路，绝对是绰绰有余了。秀斯随手打开药罐，一股刺鼻的绿烟冒了出来，他一眼就看穿了底细，直言铁匠这是被人给坑了。铁匠倒是一点不意外，毕竟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确实很难保证成色。虽然这药比不上苗族的纯正，但秀斯还是决定先收着，总比赤手空拳要强。他交代铁匠明天再来取货，转身就准备离开。可就在出门的一瞬间，墙角那件沉重的大家伙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铁匠在一旁随口解释，那不过是以前宰牲口用的，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秀斯伸手试了试分量，这手感出奇的顺手。既然正式的家伙还没打好，那就先拿这把屠刀去会会那些老朋友吧。看着秀斯离去的背影，铁匠忍不住低声咒骂，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怪胎，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门外走掉的根本不是人，而是一个索命的恶鬼。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能亲手为女儿报仇，哪怕是跟恶魔做交易，哪怕要付出自己的性命，他也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屋子里传来一阵惨笑，紧接着是剧烈的咳嗽声。铁匠已经把一切都堵上了，就看这把屠刀能不能劈开那层地狱。与此同时，黑道门的正门口，守卫们还不知道死神已经带上趁手的兵器，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远处那个摇晃的黑影立刻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守卫大声呵斥着，说里面正在开重要的会议，让这个不长眼的家伙赶紧滚开，还嫌弃他手里拿的东西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恶臭。可那个黑影根本没有停步，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守卫刚想拔刀教训这个聋子，却发现自己的视线已经彻底陷入了黑暗。剩下的守卫还没反应过来，同伴的身体就已经轰然到地。眼前的男人周身缠绕着红光，简直就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他们到死都不敢相信，那个击碎他们头骨的凶器，竟然只是一根平平无奇的马骨。秀斯冷冷地看着这片府邸，既然已经到了门口，那就从这几个杂鱼开始，彻底清理干净吧。这根看似简陋的马骨，在秀斯手里却成了杀人利器，随手一挥就能带走一条人命。他甚至觉得这手感还挺顺手。看着黑道门这块招牌，秀斯想起了那些惨痛的教训，在那个还没重来的过去，因为一时大意放走了一半人，结果换来的却是疯狂的报复。但也正是因为那次失败，让他彻底摸清了这群人的底细，哪怕是他们逃跑时的一举一动，都早已刻在了他的脑子里。既然上天给了重来的机会，那这一次他绝不会再留下任何活口。随着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黑道门最后的宁静被彻底打破，院子里瞬间被惨叫声填满，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秀斯在火光中不紧不慢地收割，每一个试图反抗的影子都会在瞬间变成冰冷的残骸。这场迟到了太久的清算才刚刚拉开序幕。秀斯踩着满地的血迹，一步步走进了内院深处。那刺耳的脚步声终于惊动了屋子里的人。独眼男有些不耐烦地回头，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杀到了，结果发现只是个毛头小子，语气里充满了不屑。大门被彻底推开，屋子里坐着的4个人，正是黑道门引以为傲的4杰。那个脾气火爆的壮汉，正因为被打扰了午睡而恼火。他们警告秀斯，掌门现在正忙着接见贵客，像这种不知死活的杂鱼，他们随手就能清理干净。秀斯却只是冷淡地扫了一眼，心里已经有了底，这所谓的4大高手，顶多也就是些2、3流的货色。他随口叫出了对方的名号，语气平淡的像是在点菜，这彻底激怒了带头的壮汉。狂暴的拳头带着风声砸下，壮汉本以为能一拳解决战斗，可当他的拳头停在半空时，却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竟然连躲都没躲一下，
这种诡异的压迫感让这个自命不凡的高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含义。还没等壮汉的拳头落下，秀斯的攻击就已经先到了，惨叫声瞬间撕裂了屋内的空气。这根本不是什么切磋，而是单方面的处决。秀斯的身影快如鬼魅，手指精准地划过敌人的双眼，在对方痛苦哀嚎的同时，他已经借力跃向了下一个目标。剩下的两人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个怪物。独眼男一边咒骂着，一边和光头壮汉合力围攻，试图用人数优势压制住他。可秀斯只是轻轻一个侧身，就让所有的攻击全部落空。他反手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了壮汉的腹部，巨大的冲击力让对方瞬间失能。紧接着，那根染血的马骨再次挥动，在空中划出一道死亡的弧线，精准地击碎了最后一人的头颅。所谓的黑道门四杰，在秀斯面前竟然连1分钟都没撑住。看着满地的残肢断臂，秀斯甚至连呼吸都没乱。这点程度的阻碍根本挡不住他清算的脚步。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对手，此刻正捂着双眼痛苦哀嚎，他的视线已经被鲜血彻底覆盖，只能在黑暗中绝望的挣扎。秀斯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借着跃起的力量顺势而下，马骨带着千钧之力狠狠砸碎了对方最后的抵抗。倒在血泊里的男人还在咒骂，发誓要让秀斯也尝尝这种痛苦。可这种无力的威胁，在秀斯听来简直滑稽透顶。他发出一声轻蔑的冷哼，看着这个曾经作恶多端的家伙，语气里没有一丝怜悯。既然你以前总喜欢抢夺别人的东西，那现在就该轮到你付出代价了。这种因果报应的清算，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秀斯随手一挥，就把眼前的敌人狠狠砸向瓷瓶。看着对方狼狈的样子，他语气里满是嘲讽。现在轮到你被抢了，这种滋味不好受吧？瓷瓶碎裂的声音伴随着敌人的惨叫响彻屋子。看折倒在地上抽搐的对手，秀斯甚至觉得有些无趣。这点程度的痛苦就受不了吗？他周身的斗气瞬间炸裂，紫色的光芒照亮了整间屋子。他冷冷地告诉在场所有人，今天他可不是来拿回东西的，他是来收割灵魂的。话音刚落，那根染血的马骨就再次贯穿了一名弟子的胸膛，动作干脆的让人胆寒。剩下的光头壮汉彻底懵了，他在黑道门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狠角色没见过，可像这种不要命的疯子，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对方手里拿的竟然只是一根随处可见的马骨。在壮汉的眼里，眼前的男人已经不再是人类，而是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怪物。那股红色的斗气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吞噬。死寂的房间里只剩下鲜血滴落的声音，每一声都像是死亡的倒计时，让人的神经紧绷到了极限。壮汉不甘心地咬着牙，试图握紧手中的武器，可面对这种绝对的压迫感，他所有的反抗都显得那么无力。当秀斯的目光锁定他的那一刻，壮汉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拼尽全身力气冲了上去。可秀斯只是平静地调整呼吸，身形在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快到连空气都被撕裂。还没等壮汉看清动作，沉重的打击就已经落在了身上，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击碎了他最后的防线，鲜血在空中飞溅。曾经不可一世的黑道门高手，此刻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在这场实力的绝对碾压面前，任何挣扎都不过是徒劳的表演。看着满地的废墟，壮汉瘫坐在血泊中，大口喘着粗气。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只想知道到底是谁派他来送死的。面对这种临死前的质问，秀斯表现得异常平静。他缓缓开口：“铁匠。”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壮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看似平凡的打铁匠，竟然能请动这种级别的杀神。可秀斯没打算给他思考的时间，红色的斗气瞬间暴涨，马骨划破空气的瞬间，鲜血已经溅满了整面墙壁。曾经横行霸道的黑道门四杰，如今全都成了地上的尸体。秀斯看着脚下的残局，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波动。既然4个人都解决了，那这笔欠下的债也该算是彻底两清了。他收起马骨，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喊了一声：“店主，这场针对黑道门的清算到此为止。”血色月光笼罩着黑道门，任务彻底搞砸了。门主和少主现在非常火大。赵家护卫坐在桌前冷嘲热讽，如果当初能伪装成山贼去袭击虎坑派，货物和赏金早就到手了，可这群蠢货却把事情搞砸了。古优后坐在对面一言不发，这次伏击不仅丢了人手，连给邪恶联盟的贡品现在都凑不齐了。更糟糕的是，如果那个收钱魔这时候找上门，黑道门该拿什么去填这个窟窿？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局势已经彻底失控了，古优后怎么也没想到，派出去精锐不仅没带回货物，反而被对方杀了个精光，连一个回来报信的活口都没有。早知道对手这么扎手，当初就该直接派出黑道4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对着一堆烂摊子发愁。赵家护卫听完直接拍案而起，他指着古幽后的鼻子怒吼：“要是早知道虎坑派有这种高手，大家根本不会落到这步田地。难道现在任务失败了，就要把黑锅甩到我们头上吗？”赵家护卫的手死死按在桌上，他最后一次发出警告：如果再敢把事情搞砸，所有人都要跟着陪葬，听明白了吗？古幽后现在头疼欲裂，这次任务失败的后果比想象中还要严重。赵家护卫在一旁步步紧逼，如果不能截断这次运输，虎坑派就不会走投无路，少主的大婚计划也会泡汤。那个疯子为了得到那女孩，绝对不会轻易罢休，到时候谁也担不起责任。够了，我都说我知道了。古幽后终于彻底爆发，还没等两人吵出个结果，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整座建筑都跟着震颤。这声音是从正门传来的，那里明明有4大高手坐镇，怎么可能有人闯得进来？
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心口上。刚才的争吵瞬间消失，红色的门窗上映出黑影，那个收钱索命的魔头恐怕已经到了。门外的黑影终于动了，伴随着刺耳的推门声，几颗血淋淋的东西滚进屋内。那是黑道门引以为傲的4大高手的项上人头，现在却成了对方的见面礼。赵家护卫和古幽后僵在原地，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熄灭。这可是帮派最强的战力，竟然连1分钟都没撑住。难道是正派的高手杀过来了？赵家护卫死死盯着门口的男人，对方浑身被鲜血浸透，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赵家护卫，现在竟然直接退到了墙角。他急忙摆手撇清关系，自己只是赵家派来的，跟黑道门根本不是一伙。今天出现在这里，纯粹是为了谈点生意。可秀司根本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死亡的阴影已经彻底笼罩了这间屋子。赵家护卫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甚至想反水帮对方杀人，只要能保住这条命，什么赵家的尊严都不重要了。可回应他的只有一口血痰，这口血精准地溅入他的眼睛，瞬间冒出一股焦灼的青烟。赵家护卫疼得当场惨叫出声，他疯狂强调自己来自赵家，根本不是黑道门的人，可对方根本不在乎他是谁。修炼至高魔功的人被江湖人称为破魔者，他们的血液对武林人士来说就是最致命的剧毒。秀司嘴角挂着残忍的笑，虽然他的血还没到那种地步，但这种火烧火燎的滋味绝对比撒了辣椒粉还要难受。双目失明的赵家护卫彻底疯了，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挥，试图挡住那致命的寒芒，但在真正的怪物面前，这种挣扎只会让死亡变得更加痛苦和漫长。古幽后原本以为这男人的武功顶多算一流，绝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杀掉门口那4位高手，可他显然算错了一件事，对方根本不是什么正派人士。那股从手臂蔓延开的红光是让人胆寒的至尊魔功。赵家护卫吓得连连后退，这根本不是人类的力量，站在他面前的分明是一个嗜血的疯魔。既然身份已经暴露，秀司也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周身的杀气瞬间沸腾，整间屋子都被红光吞噬。赵家护卫发疯似的挥动长剑，试图在黑暗中垂死挣扎，可这种毫无章法的反击，在秀司眼里简直漏洞百出。一道血红色的残影闪过，那是死神挥出的镰刀，他甚至没看清对方出招，胸口就被瞬间撕裂，惨叫声戛然而止。这位赵家的走狗终于为他的狂妄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这一击没有任何悬念，秀司的手掌如利刃般瞬间贯穿了赵家护卫的胸膛，鲜血溅满了整面墙壁。赵家护卫连惨叫都发不出来，只能发出绝望的闷哼。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所有的求饶都成了笑话。随着最后一记重击落下，这位不可一世的赵家高手彻底瘫倒在血泊之中，生命的气息迅速消散。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秀司周身散发的红光，他修炼的是消失已久的魔功。所谓魔人，是超越了正邪界限的存在，他们不讲道义，只为了杀戮和毁灭而生。古幽后怎么也没想到，这种只在传说中出现的怪物，竟然会盯上他们黑道门。看着满地的残肢断臂，他内心的防线彻底崩塌。在武林的认知里，修炼魔功的人都是野兽，在达到极高境界之前，他们脑子里只有杀戮，根本没有任何理智可言。古幽后强压下内心的恐惧，趁着对方还没转过身，他的手悄悄摸向后方，试图寻找逃生的机会。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里，无论是去联系邪恶联盟，还是向武林盟求援，都比死在这个疯子手里强。可就在他准备撤退时，身后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秀司竟然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古幽后整个人瞬间僵住，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对方不仅没有失去理智，反而清醒的让人感到绝望。一个掌握了至尊魔功却依然拥有清醒头脑的男人，这才是真正的噩梦。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秀司，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古幽后彻底看傻了，眼前的男人不仅是巅峰高手，竟然还能随心所欲的操控那股暴力的魔气。这种对力量的极致掌控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在绝对的死亡威胁面前，他那点自尊心瞬间碎了一地。这位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大佬扑通一声跪倒在血泊中，卑微的哀求秀司饶他一命，甚至愿意像狗一样听从差遣。为了能活下去，他急忙抛出了最后的筹码，说今天是给邪恶联盟上交贡品的最后期限，如果他现在死在这里，邪恶联盟绝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不仅黑道门要完蛋，恐怕连秀司也会惹上大麻烦。看着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满脸写着贪生怕死的古幽后，秀司嘴角勾起一抹嘲讽，这老家伙比预想中更识时务，也更清楚该怎么保命。既然这么想活下去，那就要拿出点诚意来。秀司冷冷地俯视着他，给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想要活命可以，那就先废掉你这一身武功吧。废掉武功对一个江湖大佬来说，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古幽后跪在地上，内心陷入了疯狂的挣扎。秀司的耐心已经耗尽，要么自废武功滚蛋，要么现在就去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古幽后低着头，双手死死扣进木地板里，他绝不甘心就这样变成废人。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趁现在拼死一搏。他猛地拔出藏在袖中的短刀，使出全身力气刺向前方，试图在近距离完成反杀。可这孤注一掷的偷袭，在秀司眼里简直漏洞百出。秀司发出一声冷笑，他早就看穿了这个老家伙不过是个只会说大话的胆小鬼，根本没有自裁的勇气。还没等古幽后反应过来，一道恐怖的劲力瞬间炸裂，他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被重重的轰飞了出去。鲜血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古幽后重重摔在地上。可比起身体的剧痛，他内心的恐惧更甚。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刚才那种压倒性的力量
根本不是什么巅峰期高手，这个男人的真实境界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他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区区一个二流武者，竟然也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古幽后那点拼死一搏的手段，在秀司眼里简直就像小孩子玩闹一样可笑。秀司语气里充满了嘲讽，这种货色哪来的胆量，竟然敢在他面前玩阴招？秀司冷哼一声，不过这样也好，既然这老家伙自己找死，那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他也不必再浪费口舌去谈什么活命的条件。他扛起那柄染血的长枪，眼神里只剩下冰冷的死志。既然黑道门已经烂透了，那就由他来亲手把这群垃圾彻底肃清。古幽后被这一击彻底打碎了傲气，这种压迫感根本不是什么入神高手。秀司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老者，原来只是个二流剑客，竟然还敢一直虚张声势。古幽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后辈逼到这种地步。刚才那一招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身体完全不听使唤？秀司甚至还要开口道谢。如果不是古幽后自作聪明，这场战斗本该更麻烦一点。现在一切都变得简单了。红色龙影瞬间将古幽后吞噬，绝望之下，古幽后发出了最后的诅咒：既然活不成，那就拉着这位领袖一起下地狱。古幽后发了疯似的挥剑，想要强行挽回局面，但秀司的身影就像鬼魅一样难以捉摸。无论古幽后怎么拼命，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碰不到。这种单方面的戏耍，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明明已经使出了全力，却只能对着残影胡乱挥砍。秀司突然一个侧身，直接切入了古幽后的死角。这种移动方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古幽后彻底慌了神，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出的动作。他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枪尖逼近。这种身法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从一开始两人的实力就不在一个次元？这种动作既狂野又精准，简直就像个冷血的刺客，却又带着顶级战士的沉稳。古幽后根本无法预测对方下一步会从哪里进攻，这种招式纯粹为了杀戮而生。无论陷入什么样的绝境，这个男人都能瞬间反杀。在古幽后眼里，眼前的秀司已经不再是人类，而是降临在战场的恶魔。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古幽后只能发出痛苦的哀鸣。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秀司的马骨再次贯穿防线，每一次碰撞都在收割古幽后最后的生机。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任何挣扎都显得滑稽可笑。古幽后彻底瘫倒在废墟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喘息，而秀司只是冷哼一声，仿佛刚才那场生死决斗不过是随手清理了路边的垃圾。秀司一桩桩数着古幽后的罪行：绑架妇女，卖进青楼，靠勒索钱财壮大黑道门，甚至还欠下了巨额高利贷。这些血债今天都要一并清算。古幽后彻底放下了尊严，卑微地跪在地上求饶。他发誓只要能活命，以后绝对洗心革面。秀司突然冷冷地问了一句：到底有多少人？古幽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曾经有多少无辜的人也像这样跪在你面前求饶？那些被你毁掉的人生，又有谁给过他们机会？古幽后吓得语无伦次，只要能饶他一命，让他做什么都愿意。但秀司手中的火把已经缓缓落向了地面，炽热的火焰瞬间蔓延。古幽后发出了最后的惨叫，在绝对的审判面前，任何迟来的忏悔都显得那么廉价且可笑。秀司看着眼前的火海，这把火总算能稍微平息虎坑派那些兄弟的怨气了。倒在血泊中的古有侯，直到这一刻才猛然醒悟，原来最近江湖上的那些动荡，全都是出自这个男人之手，他就是一切麻烦的根源。秀司收起马骨，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在地。这场厮杀虽然惨烈，但对他来说不过是完成了一场迟到的祭奠。看着被火焰吞噬的古幽后，秀司长舒了一口气，这就是所谓的黑道门主吗？看来他的命确实比一般的小喽啰要值钱。古有侯在烈火中彻底断气，而秀司的身影在火光的映衬下显得愈发冰冷。这仅仅是个开始，那些欠下血债的人一个都跑不掉。秀司刚想离开火场，门外就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听起来是对方的援兵到了。这群人正急着寻找他们的门主。还没等秀司走出大门，迎面就撞上了这群喽啰。对方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是血的少年，一时间竟然愣在了原地。但这群亡命徒很快就反应过来，管他是谁，只要挡路就要死，叫嚣着要拿秀司的人头去领赏，却不知道自己正踏入鬼门关。秀司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眼前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看来今晚注定是个漫长的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喧闹的街道上时，昨晚那场惨烈的血战仿佛只是一场无人知晓的噩梦，而新的风暴已经在平静下悄然酝酿。昨晚那场冲天的大火成了街头巷尾最大的谈资，黑道门派一夜之间被灭门，连宅邸都被烧成了废墟。这个消息传得飞快，虎坑派的人更是乐开了花。那个黑道门派之前坏事做尽，不仅买下了虎坑派的债务，还经常上门寻衅滋事，现在债主全死光了，他们总算能喘口气了。弟子们都在兴奋地议论，到底是哪位绝世高手替安徽省除掉了这个大害。在他们眼里，那个人简直就是英雄。可谁能想到，他们口中的那位大英雄，此刻正被当成打杂的菜鸟，被马夫指着鼻子大骂，催他赶紧把马粪清理干净。秀司一言不发地靠在草堆上，任凭对方在耳边叫嚣。对他来说，拯救谁或者成为英雄，从来都不在他的计划之内。马夫显然被秀司的态度激怒了，他挥舞着手里的家伙，大声质问这个新人，到底在用什么眼神看他，是不是对他有什么不满？秀司看着眼前这个跳梁小丑，
心里只觉得一阵厌烦。他在犹豫要不要让出金牌，直接亮明身份，省去这些没必要的麻烦。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在彻底解决赵家之前，绝对不能暴露行踪。他收起金牌，继续维持着那副冷淡的模样。这种无视让马夫彻底破防，他咆哮着冲到秀丝面前，警告秀丝说话的时候要听着。就在他准备动手教训新人时，身后传来了一个冰冷的声音。一高及时出现在院子里，一句话就让壮汉僵在了原地。他警告这群老员工不要总是合伙欺负新人，这种所谓的传统，在他眼里简直不可理喻。看着一高走近的身影，秀丝依旧面无表情，但这个女人的出现显然打乱了原本压抑的气氛。一高走到两人中间，语气温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提醒马夫，对待新人应该多一些体谅，毕竟谁都有第一次。马夫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没了，他有些局促的挠了挠头，小声辩解说：“这小子太倔，根本不听自己的教导，完全没法沟通。”一高并没有生气，反而耐心的劝导马夫，说：“这孩子可能还没适应这种活，作为前辈应该更有耐心，而不是一味的责骂。”马夫心里还是不服气，嘟囔着说：“这小子就是个流浪汉，迟早会拍拍屁股走人，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精力。”听到这话，一高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缘分，哪怕只是擦肩而过，也值得去用心珍惜。人生总是充满了不可预料，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在远方重逢，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大家会成为并肩作战的家人？”马夫听得直翻白眼，心里吐槽：谁会想跟这小子重逢？而一旁的秀丝更是无语，他压根没打算离开这里，更别提什么成为家人。一高讲完这番大道理，转过头看向一直沉默的秀丝，露出了一个友善的微笑：“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伙伴吗？”一高看着眼前的秀丝，语气里满是关切。他叮嘱这个新人，如果以后再被谁欺负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他。这句话让秀丝愣在原地，记忆的闸门被瞬间撞开，眼前的一高和多年前那个身影重叠在了一起。虽然长相和声音都变了，不再是记忆里的模样，但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睛简直和当年的鹰一模一样。秀丝嘴角微微上扬，他已经确定了对方的身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果然还是那个样子。一高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他轻声呼唤着那个名字，再次向他许下承诺，只要有他在，就绝不会让任何人动他一根汗毛。面对一高的过度保护，秀丝随口应了一声，这种随意的态度让一旁的马夫吓得魂飞魄散，大声斥责这个新人竟敢对大小姐如此无礼。一高反而并不在意，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轻声回应说：“他记住了。”秀丝看着漫天飞舞的花瓣，在心里默默给出了承诺，他一定会守护好这份缘分，绝不会让悲剧重演。然而温情总是短暂的，当夜幕彻底笼罩大地，秀丝褪去了伪装，换上了那身熟悉的战斗服，重新变回了那个冷酷的复仇者。他熟练地整理好行囊，握住了那柄冰冷的长枪，月光照在他的侧脸上，透出一股肃杀的气息。之前的血债已经清算了一部分，那些死去的镖师和店主终于可以得到一丝安息。但对他来说，这场狩猎才刚刚开始。披风在夜风中猎猎作响，秀丝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从这一刻起，他将不再隐藏自己的行踪。他手握长枪，穿梭在夜色中，每一步都带着必杀的决心，因为接下来的目标才是这场复仇的重头戏。是时候让那个家伙血债血偿了，那个亲手杀害他结拜兄弟的真凶，无论躲到天涯海角，都必须付出代价。安徽赵家庄园，今晚注定不得安宁。一道黑影闪过庭院，守卫甚至没察觉到风声，刚才是不是有动静？守卫还在四处张望，秀丝已经到了他身后，死神根本不会打招呼，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庄园的防线瞬间崩塌，真正的杀戮才刚刚开始。处理掉碍事的守卫，尸体被悄无声息地拖走，地面只剩下一道血痕。秀丝就像前行的幽灵，已经彻底渗入了赵家内部。走廊里的侍女还在闲聊，说今晚的戒备格外森严，毕竟黑道门派刚被灭门，他们觉得这事和赵家无关，却不知死神就在身后。秀丝静静注视着一切，庄园的防守在他眼里到处都是致命的漏洞，锁定目标，瞬间发难。高处的暗哨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这地方没人能拦住他。巡逻的守卫突然脚下一疼，低头一看，竟然是铁蒺藜。这地方怎么会有陷阱？还没等他想明白，秀丝已经从天而降，像收割庄稼一样瞬间出手，惨叫声戛然而止。庄园的屋顶成了断头台，鲜血在夜色中狂飙。不远处的同伴还在吃包子，听到动静，疑惑地回过头，问他为什么坐在地上偷懒，连饭都没吃上一口，真是倒霉透了。可他还没意识到，溅在包子上的紫色液体就是同伴最后的求救信号。这守卫还在大口啃着包子，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抱怨同伴竟然敢不理他。他骂骂咧咧地走过去，想看看这家伙在装什么死，结果脚下却踩到了粘稠的液体，低头一看，瞬间愣住了，手里的包子全是红色的血点，还在顺着指缝往下滴。他僵硬地抬起头，同伴的喉咙早就被割开了，血正像喷泉一样往外冒，还没等他喊出救命，整个人就重重地栽倒在地。庄园的宁静彻底被打破，闻声赶来的守卫乱成一团，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包子，竟然以为是厨房在下毒。他们还没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什么中毒，而是死神已经登堂入室了。庄园大门被紧急封锁，守卫们叫嚣着不准放走任何人，却不知道杀神就在头顶。秀丝不紧不慢地检查装备，店主的手艺确实没得说，这分量让他非常满意。既然武器已经校准完毕，那是时候去打个招呼了。
赵家这个名字今晚就会彻底成为历史。此时的赵家内阁里，守卫们还在小声抱怨，觉得每层楼都站岗太夸张。他们还在纠结值班太累，却根本没意识到这已经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个班了。脚下传来一阵奇怪的震动，守卫还没来得及低头查看，死神就已经破土而出了，长矛直接贯穿了地板，像串糖葫芦一样，瞬间带走了2条人命。剩下的守卫彻底吓傻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入侵，而是专门来索命的刺客。烟尘还没散去，秀丝的身影已经杀到跟前，长矛划出一道血色弧线，惨叫声在走廊里回荡。刚才还在抱怨的守卫，现在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秀丝踩着满地的鲜血，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楼层。既然已经开始了，那这栋楼里的活口，他一个都不打算留下。守卫看着楼梯上的黑影，还以为是4楼的同伴，甚至还摆出一副长辈架势。他压低声音训斥对方，说：“老爷已经休息了，让楼下的人都消停点。”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发现情况不对劲。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秀丝脚下的地板瞬间崩裂，整个人像炮弹一样弹射而出，长矛直接撕碎了空气，在守卫惊恐的惨叫声中，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鲜血溅满了整面墙壁。原本安静的走廊瞬间变成了惨烈的屠宰场。其他守卫终于反应过来，尖叫着大喊敌袭，拼命想要拔刀反击，但秀丝已经化作一道残影，在人群中疯狂穿梭。每一次长矛挥动，都会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这栋楼里的守卫再多，在真正的杀神面前，也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走廊里到处都是惨叫声，守卫们疯狂嘶吼着，想要靠人多围死秀丝，可他们连对方的衣角都还没来得及碰到，就被长矛无情的收割。守卫们彻底崩溃了，他们想不通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更让他们绝望的是，秀丝不仅武力值爆表，心思更是阴险到了极点。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突然发出一阵惨叫，痛苦的捂着脚倒在地上。原来走廊的地板上早就布满了致命的铁蒺藜，连逃跑的路都被封死了。守卫愤怒的破口大骂，指责秀丝是个卑鄙小人，竟然用这种下三滥手段。但秀丝根本不在乎评价，他只在乎杀人的效率。长矛再次精准的刺出，谩骂声戛然而止，只剩下尸体倒地的闷响和秀丝沉稳的脚步声。他踩着满地的鲜血，继续向最深处推进。赵家的末日已经近在眼前。屋里传来一声轻叹，赵幼时抱怨外面太吵了，仅仅是这一句话就让秀丝停下了脚步。这股恐怖的内力远比之前的对手更强。赵幼时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整理着华贵的长袍，仿佛只是在迎接客人。他嘲讽秀丝不请自来，说就算是个刺客，也该懂点基本的礼貌。秀丝死死盯着这个男人，就是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害死了无数无辜的人，甚至把影友推向了地狱。现在债主终于找上门了，两人隔着房门对峙。赵佑实在红色的火光中现身，冷冷地问秀丝：“深夜造访到底想干什么？”秀丝握紧了手中的长矛，一字一顿地喊出那个名字：“赵家之主赵佑时，今晚就是你的死期！”没礼貌的小鬼，说话给我注意点！你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看这气息，不像是什么名门正派，是坠落谷还是霸道会？总不至于是黑沙之外的人吧？这家伙的气息很乱，但却异常集中，看来今晚没那么容易脱身了。虎坑派，哦，虎坑派，那个男人竟然能教出你这种像老虎一样的家伙，真是让人不敢相信。你和虎坑派到底什么关系？我只是个客人，什么客人？我看也就是个家奴，或者是个马夫吧。哼，看来你是不打算老老实实交代了。不过你是哪来的都不重要，既然敢闯进我的地盘，那就别想活着出去了。对付你这种人，直接杀了才是最正确的。亲眼见到赵佑时本人，竟然有一种不真实感。在我的前世，这个恶魔可是安稳地度过了余生，但这一世，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曾经的一高只能吞下泪水，甚至没法亲手报仇，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一高，就在这里，就在此时此刻，我要为你报仇雪恨。接招吧！两股力量正面撞击在一起，火花四溅。怎么可能？这小鬼的力量竟然还没完呢！你这小鬼，难道是在用什么妖术？为什么我能从你身上感觉到赵氏一族的内功？这个嘛，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我的灵境称号已经到了9级压缩阶段，单论内力，我绝不输给赵佑时这种高手。既然大家旗鼓相当，那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你我之间那无法逾越的经验差距。毕竟我可是活了第2辈子的人。哈，给我死吧！赵佑时急了，但这只是个开始。这一招确实不错，但光凭这个可还没法打败我。赵佑时反手就是一个阴招，强光瞬间炸裂，直冲我的眼睛。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小鬼，就算是你眼睛被晃瞎了，也得完蛋吧？他以为胜券在握，却没发现我根本没受影响。什么？这不可能！在老家伙愣神的瞬间，我的重击已经到了，直接把他整个人轰飞出去。想用这种小伎俩赢我，你还早了100年呢！刚才那一下，差点就把这老家伙的头给直接切下来了。但他也没闲着，反手就在我腹部留了道口子，肠子都差点流出来。真不愧是老江湖，攻击范围大，动作还这么老练，想找个破绽一击必杀，确实没那么容易。既然近身讨不到便宜，那就试试这个。你这小鬼，竟然还会用远距离武器！赵佑是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变招，这一击结结实实的砸在了他脸上。这种不要命的韧性，才是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胎能教出你这种小鬼。赵佑是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还想劝我投降，说只要我现在跪下，就能收我当他的部下。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嘴上说着废话，背地里却在准备杀招。他猛地一跺脚，整个人借着反震力，瞬间化作一道残影，
快得根本不给人反应时间，漫天的紫色剑气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该死，这老家伙是打算拼命了！我被这股怪力震得连连后退，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一切都结束了。他发出了最后的宣判，这一击我还能躲得掉吗？这一剑直接贯穿了我的身体，鲜血溅得满地都是。赵幼时竟然还有心思感叹，说我被捅穿了都不吭声，确实比他那没用的儿子要强上100倍。他自顾自地聊起了家常，说他儿子受点皮外伤就要让人伺候半天，所以才想找个强悍的儿媳，甚至还开始感慨，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只想在死前见见孙子。老东西，你是不是觉得稳赢了？我猛地伸出双手，死死抓住了贯穿身体的剑刃，任凭锋利的边缘割开我的手掌。看着他那张惊恐的脸，我忍着剧痛冷笑一声，你刚才说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的时间到此为止了。赵幼时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不管他怎么用力，手里的剑竟然纹丝不动。他原本以为我只是用手抓住了剑刃，可当他看清之后，整个人都彻底傻眼了。这小鬼简直是个疯子，他竟然是用自己的肋骨死死掐住了剑身，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赵幼时这才反应过来，刚才我故意露出的破绽，就是为了引诱他刺向这里，好用身体锁死他的武器。现在轮到我来告诉你，你到底还剩多少时间了？赵幼时，你的死期就在这一刻。这股恐怖的威压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被压得喘不过气。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赶紧离开这个怪物。可他随即又感到荒谬，自己纵横江湖这么多年，竟然会对一个小鬼产生恐惧。赵幼时，我再次叫出了他的名字。此时的我全身都被血色的杀气笼罩，老家伙彻底慌了。他拼命想要拔出长剑，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可那把剑就像长在我身上一样，根本动弹不得。他看着我身后的虚影，整个人彻底陷入了绝望。那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而是一尊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赵幼时，这一声怒吼，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听到的最后声音了。这股冲天的红色杀气，简直就像恶魔降临。秀斯这一声怒吼，直接震碎了所有的侥幸。赵幼时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这股力量死死压制，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嚎。还没等他看清虚实，冰冷的长枪已经贯穿胸膛，鲜血瞬间染红了视线。刚才看到的那些幻象，竟然全都是真实的杀意。这种怪物级别的气息，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后辈身上？秀斯脸上露出一抹冷笑，那是看透生死的嘲讽。你这辈子确实打过不少仗，但那些所谓的名门决斗，在真正的地狱面前，根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秀斯猛地抽动长枪，赵幼时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在那种为了活命必须疯狂屠杀的战场上，你这种温室里的武林高手，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长枪再次无情地划过，赵幼时像一滩烂泥倒在血泊中。曾经不可一世的赵家长辈，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他嘴里不停地咳着血，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竟然在为了自己的儿子，向这个他眼中的怪物求饶。别杀他，求求你放过我儿子。这种时候才想起当父亲，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求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秀斯高高举起手中的重锤，语气冷得让人发指。你提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重锤带着风声猛然砸下，沉闷的撞击声响彻走廊。赵幼时最后的希望彻底粉碎，这辈子你都没机会见到你孙子的长相了。秀斯拄着沾满血的重锤，大口呼吸着浑浊的空气，现在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必须尽快找地方恢复。就在这时，脑海中响起一阵诡异的笑声，那股红色的魔性真气像毒蛇一样在四周蔓延，它在指引着某个方向。那种诱人的血腥味正从走廊尽头飘过来，我闻到了，就是这个味道。那股红色的真气在寂静的房间里疯狂蔓延，最后死死锁定了角落里那个不起眼的陶罐。就是这里，那个味道就在罐子里。秀斯猛地挥动手臂，巨大的陶罐瞬间炸裂，躲在里面的男人狼狈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少爷，我终于找到你了！赵太汉被吓得魂飞魄散，身体在地上拼命后退，嘴里语无伦次地哀求着：“别过来，救命！谁来救救我？”秀斯冷冷地看着这个男人，为了满足这种垃圾的欲望，竟然让那么多无辜的人在人间地狱里挣扎受苦。他一把揪住赵太汉的头发，像拎起一只待宰的畜生，任凭对方如何惨叫，都没有丝毫的怜悯。既然这么喜欢躲，那就送你去地狱躲个够！看来你还有力气大声尖叫。秀斯死死揪住赵太汉的头发，语气里透着一股疯狂。出生在有钱有势的家庭，勾结黑道赚取不义之财，你真以为自己是这世界的主角？赵太汉此时已经彻底崩溃，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连一句求饶的话都说不全，只能发出绝望的哀鸣。既然你这么想出名，那我就成全你。秀斯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今晚这场大戏的压轴主角就由你来当好了。凄厉的惨叫声划破长夜，秀斯手中的利刃和重锤成了赵太汉最后的噩梦，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就是所谓名门之后的下场。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整个安徽省都炸开了锅，大街小巷贴满了告示，上面的内容让所有人目瞪口呆。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正派，竟然为了钱财一直在暗中和黑道联手。告示牌前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有人替那些受害者向这群恶魔讨回了公道。这世道到底怎么了？路人们满脸不可思议，黑道门和赵家庄竟然接连被人给端了。听说那个神秘人杀光了庄子里所有恶徒，却唯独放过了那些仆人，这简直就是老天开眼。赵家庄那些家伙平日里比怪物还要狠毒，现在终于遭到了报应，真是大快人心。赵家庄那帮人可不是善茬，到底是谁有这种本事，能把他们全部解决掉？
这时旁边有人压低声音说出了一个更诡异的细节，那是从幸存的女仆口中亲耳听到的消息。那个杀神在动手之前，竟然对着赵家庄的主人一字一顿地喊了3次名字。大家听完都觉得后背发凉，他又不是索命的死神，杀人就杀人，为什么要喊名字呢？听说赵幼时被点名的时候，整个人吓得当场瘫倒，连哭都哭不出声来，这简直太邪门了。宇太听得心里发毛，喊3次名字就把人带走，这哪是杀人，分明是阴间的勾魂使者。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虎坑派的弟子们此时也成了惊弓之鸟，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吓得四处乱窜。他来了，那个杀神真的来了！凄厉的惨叫声再次打破了门派的宁静。3声点名，魂归地府，这个传闻已经成了所有恶徒挥之不去的噩梦。一高骑在马背上，听着这些真假难辨的传言，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虽然那些人死有余辜，但这种惨烈的手段还是让他感到阵阵寒意。到底是谁在背后动手？难道真的是鬼魂索命吗？更让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个神秘人每次清理的都是对虎坑派有威胁的势力？这种感觉太熟悉了。一高脑海中突然闪过信里提到的那些细节，难道真的是他，那个本该消失的人？信上说有位神秘义士从山贼手中救下了商队，为了报恩，对方赠予了他一块虎坑派的黄金令牌。可奇怪的是，一高翻遍了门派记录，却从来没见过拿着金牌上门的客人，那块令牌到底在哪？想得太入神，连马停下了都没发现。一高猛地回过神来，才看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片密林之中，这是哪？他疑惑地看向前方，直到穿过层层树影，一汪清澈见底的湖泊就这样撞进了眼帘。哇，这也太漂亮了！一高忍不住惊叹出声，刚才的愁云惨雾瞬间被眼前的波光粼粼冲刷得干干净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湖？一高笑着看向前方的背影，我以前难道跟你提过这件事吗？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让他心里泛起一丝涟漪。这个冷酷的杀神似乎比他想象中还要了解自己。你确实说过。秀丝头也不回地答道，语气笃定的让一高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我有说过吗？他坐在马背上冥思苦想，可脑子里搜寻了一圈，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片段。是在前世的时候，秀丝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每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思绪一团乱麻时，总喜欢独自坐在湖边，这种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知道的小习惯。一高听得有些恍惚，难道他们真的认识了很久？还没等他细想，秀丝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物件，熟练的将其点燃。这是什么？一高好奇的凑过头去，一股淡淡的清香瞬间在林间弥漫开来，是驱虫用的香。秀丝一边摆弄着香炉，一边淡淡的解释道，湖边景色虽好，但蚊虫总是很麻烦。一高忍不住笑出了声，没想到这个冷酷的杀神心思竟然这么细腻，连这种小事都想到了。他歪着头看向秀丝，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你以前在别处做事也是这副样子吗？士为知己者死。秀丝看着远方，声音平静却掷地有声，谁把我当成家人看待，我就会把命还给谁。这番突如其来的告白让一高整个人愣在原地，他看着眼前这个总是独来独往的男人，心里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既然你不想说，那我也就不多问了。一高俏皮地戳了戳脸颊，打破了这严肃的气氛。只要你还在虎坑派一天。他对着秀丝伸出手，眼神里满是真诚，这里就是你的家，我们就是你的家人。秀丝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风声，但一高这个名字却在他心底激起了千层浪。画面一转，记忆回到了那个冰冷潮湿的山洞，一高蜷缩在秀丝怀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拼了命也要把你救出来？因为我是虎坑派的继承人。一高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秀丝耳边低声呢喃，门主和夫人都是大好人。那一刻，四周是漫天的箭雨，一高的身体早已冰冷，但他临终前的这句话却成了秀丝活下去的唯一光亮。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在心里默默发誓，要把一高当成自己唯一的家人。现实中，两人的手轻触碰在一起，那份跨越生死的守护在指尖无声地传递着，仿佛完成了一场迟到多年的仪式。大小姐，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打破了林间的宁静。一名小厮连滚带爬地跑来，脸上写满了急切。护卫队回来了，他们终于平安回来了！小厮扯着嗓子大喊，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荡。真的吗？一高猛地拉紧缰绳，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惊喜。他顾不上再追问秀丝的过去，立刻调转马头准备迎接。秀丝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抱歉了，我要先走一步了。一高猛地一拽缰绳，马蹄声瞬间打破了寂静。今晚可是有宴会的，记得空出肚子来。他回头大声叮嘱着，清脆的声音在林间回荡。大小姐，请等一下。后边的小厮气喘吁吁，拼了命地在后面追赶。秀丝独自站在原地，看着这闹腾的一幕，原本紧绷的神经竟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下来。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那深黑衣上。秀丝抬头看向远方，那里有他从未见过的热闹。既然已经答应了，那就去看看吧，看看那个所谓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虎坑派今晚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举杯狂欢，要把这碗酒喝个痛快。可热闹是大家的，秀丝却只想安静坐着，直到一只粗鲁的手重重按在了他的肩上。这群自诩元老的家伙显然并不欢迎这个新人，他们围住秀丝，大声质问：“凭你也配护送大小姐？”面对这种挑衅，秀丝一句话也没说，这反而让对方更火大，直接掀翻了他面前的饭碗。既然这么目中无人，那这里就没你的饭吃。几个大汉满脸横肉，看样子是打算动手了。眼看这群人就要动手，身后却传来冰冷的声音：“大小姐！”一高突然现身，吓得这帮人当场僵住。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壮汉，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谎称是来给秀司送饭的，生怕被大小姐看出破绽。一高无奈地叹了口气，直接拿起点心塞进秀司嘴里，还叮嘱他要是受了委屈，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这种明目张胆的偏袒，让秀司嘴里塞满了食物，也让旁边的帮众看红了眼，嫉妒的火苗根本藏不住。直到家主在远处召唤，一高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回头，让秀司一定要吃饱喝足。可大小姐前脚刚走，那群人就再次围了上来。他们想不通这个臭小鬼凭什么能得到这种待遇。在他们看来，秀司不过是靠着一张脸才攀上了大小姐的高枝，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既然大小姐发话了，那我们就好好喂你吃饭。宇太满脸横肉的冷笑，抓起滚烫的肉汤，直接朝秀司脸上砸去。这哪是在喂饭，分明是想要他的命。可秀司只是微微侧头，滚烫的汤汁擦着脸飞过，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这下彻底激怒了帮众，他们干脆端起大锅，把漫天的食物当成暗器，疯狂朝秀司头上扣去，发誓要制止他的傲慢。可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秀司在食物雨中左右闪避，身法快得只剩下残影，但他并不是在单纯躲避，他精准地避开了汤水，却用嘴接住了飞来的肉，一边躲闪一边大口咀嚼，甚至还露出了满足的表情。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这群人肺都要气炸了。远处的宴会还在继续，没人注意到这个角落，但这几个元老级帮众显然已经快要失去理智了。多亏了周英华一路拼死护送，这场九死一生的旅程总算是平安画上了句号。虽然人回来了，但那些死在路上的护卫成了家主心中抹不去的痛。他当众立下重誓，会照顾好所有牺牲者的家属。面对长辈们的赞许，周英华表现得十分谦逊，他认为自己只是尽了本分，不愿再让家族为他承担更多。一高体贴地为他斟满酒，想要缓解这沉重的气氛。可周英华心里还压着一件事，那是信里提到的关键人物。那个持有金牌的贵客本该和他们一起抵达，可周英华环顾整个宴会厅，却始终没看到那个人的身影。难道那位重要的客人根本就没有来虎坑派吗？一高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如果对方真的现身，帮派绝不会如此安静。周英华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既然人没有到这里，那持有金牌的神秘贵客现在到底身在何处？你们可能很难想象，那个看起来沉默寡言的秀司，曾经是个持枪的独行侠，年纪轻轻就展现出恐怖的实力，独自一人剿灭了整个黑道门派。周英华看着手中的酒杯，脑海里全是秀司战斗的模样，那种压倒性的杀气，至今都让他感到震撼。可惜这样的人才却无法收服。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如果能让秀司真正留下，门派不仅会变得空前强大，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也就不用再白白送命了。想到那些牺牲的部下，周英华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一高温柔地握住他的手，轻声安慰着这位疲惫的领袖。在一高眼中，周英华已经为帮派付出了太多，没必要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肩上。这杯酒不仅是用来庆功，更是为了洗去他心里的委屈。看看台下那些狂欢的帮众，他们能在这里大口喝酒，全是因为周英华在前面挡着。如果没有他的未雨绸缪，哪来现在这些灿烂的笑脸？周英华看着杯中晃动的花瓣，耳边是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可他的思绪却飘得很远。在这个热闹非凡的夜晚，他心里那个空缺始终填不满。看着台下欢庆的部下，周英华忍不住感慨万千。为了守护这份平凡的安宁，他们确实付出了太多代价。可这种温馨并没维持多久，他正准备举杯痛饮，动作却在瞬间僵住了。一种莫名的违和感从喧闹的角落席卷而来，让他下意识放下了酒杯。他猛地转头看向远处，在推杯换盏的人群中，一个极其不和谐的身影正静静地坐在桌边，仿佛与周围隔绝开来。看清那张脸的瞬间，周英华整个人如坠冰窟。那不是之前的那个小鬼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没被任何人察觉？面对周英华惊恐的注视，秀司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缓缓竖起一根手指，轻轻地在自己的唇边示意他最好保持安静。这无声的威胁让周英华彻底失去了方寸，手中的酒杯剧烈颤抖，连酒水洒了一地都没发现。现在还不是时候，那块金牌还没到出场的时候。秀司一边往嘴里塞着肉，一边用眼神警告周英华。周围的帮众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乞丐，竟然敢在他们的庆功宴上像个饿死鬼一样大吃大喝，这简直是在打虎坑派的脸。宇太发出一声怒吼，几个大汉瞬间一拥而上，想要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小鬼直接从酒桌上扔出去。可接下来的画面却让人傻眼了，只听见几声清脆的闷响，秀司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随手抓起一根啃剩下的骨头，精准地敲在带头人的脑门上，动作快到根本没人能看清。他随手扔掉手里的残渣，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吃饭的时候最好保持安静。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彻底点燃了这群壮汉的怒火。在他们看来，这个臭要饭的简直疯了。家主大发慈悲赏他一口饭吃，他不仅不跪地谢恩，竟然还敢对帮里的兄弟动手。宇太捏响了指关节，既然这小子给脸不要脸，那就没必要再客气了。他要让这个狂妄的小鬼知道，虎坑派的饭可不是白吃的。他一边嘲讽秀司不知好歹，一边伸出那只蒲扇大的手，准备当众给这小鬼一点教训。可他的手还没碰到对方，就被一股力量瞬间弹开。还没等宇太反应过来，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笑，带着斗笠的巨高流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死角，手中的长兵器寒光凛冽，只要再往前一寸就能要他的命。巨高流看着眼前的秀司，语气里带着一丝赞赏，能这么快察觉到他的杀气，这小鬼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转头看向僵在原地的宇太，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下半辈子都要好好感激这孩子。要不是他刚才突然出手，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巨高流收起武器，转身就走，留下还没回过神的壮汉。看着那个离去的背影，壮汉只觉得莫名其妙，这人到底是哪冒出来的疯子？可还没等他开口咒骂，巨高流已经纵身跃向了高处，在圆月的映衬下俯视全场。原本喧闹的宴会瞬间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巨高流站在高处，发出一声断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好了，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将决定这群人的生死命运。巨高流先是客气地笑了笑，感谢高剑南邀请他参加宴会，可还没等对方开口客套，他的语气就变得极其嫌弃。这种好日子只喝冷酒，未免也太让人扫兴了。既然高家招待不周，那就由他来代劳好了。巨高流狂笑着伸出一只手，做是要为全场的人温酒，可他接下来的动作却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只见他猛地将长杆顿在地上，单手死死按住眼前的桌面，一股狂暴的紫色真气顺着指尖瞬间炸裂开来，原本平静的酒杯开始在桌上剧烈跳动。这种恐怖的内力波动让在场的高手们纷纷变色，真气所到之处，冰冷的清酒竟然开始沸腾，刺耳的滋滋声响彻大厅，仿佛整张桌子都要被点燃了。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滚滚白烟从杯中升腾而起，原本醇香的美酒竟然在眨眼间被全部蒸发，只剩下空荡荡的杯子还在散发着惊人的热气。巨高流看着眼前的杰作，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的坏笑，他故作懊恼地调侃道：“看来是自己用力过猛了，竟然把好酒全都烧干了，这哪是在温酒，这分明是在给高家下马威。仅仅靠着散发的真气就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威力，周英华将在原地不敢动弹。这种程度的内力，恐怕已经触及了武学的巅峰，至少也是绝世高手的境界。”高剑南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他试探性的开口询问：“阁下到底是哪位高僧，竟然拥有如此深不可测的功力？”可对方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巨高流随手解下腰间的木鱼，像扔垃圾一样丢在一旁。他语气轻快地纠正道：“自己可不是什么出家人，这玩意儿只是在路边捡的。既然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也是时候正式介绍一下自己了。”他迈着沉稳的步子向前走去，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众人的心口。“我是邪派联盟的讨债鬼，专门来收割那些欠下的债。”曾经被称为棍魔的男人，如今就站在月光之下。他的名字叫巨高流。当这个名字被爆出的那一刻，宴会场瞬间变成了修罗场，因为棍魔所到之处，从来不会留下任何活口。这就是曾经横扫武林的棍魔巨高流，他曾是威震一方的双魔之一，却在败给邪派联盟首领后，沦为了对方麾下的走狗。现在的他专门替联盟清理那些交不出供奉的门派，只要有人敢反抗，下场就只有灭门。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高剑南开始怀疑，他就是拿到金牌的那个人吗？周英华却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个男人他从未见过，更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巨高流却像没看见众人一样，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感叹已经很久没回安徽了。巨高流的画像重锤一样砸在了宴会场中央，黑道门和赵家庄刚被灭门，高家却在这里大摆筵席，这很难不让人怀疑。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周英华和高剑南都沉默了。高剑南极力辩解着，声称这一切只是巧合，高家绝没有参与其中。巨高流冷笑了一声，既然你们说这是误会，那今晚的宴会就继续吧。可他并没有打算离开，反而死死盯着一旁的一高，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传闻果然还是保守了。这个女人的实力似乎比传闻中还要恐怖。巨高流盯着眼前的女人，说赵家庄之所以会覆灭，全是因为被她的美色所惑，甚至还放肆的大笑起来。在他这种疯子眼里，长得漂亮却没实力的弱者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因为这只会招来灾祸。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巨高流突然凑到了一高面前，语气变得异常冰冷。他问一高知不知道弱者拥有美貌会有什么后果？紧接着一口浓痰直接吐在了他脸上，这种毫无征兆的羞辱让整个宴会厅瞬间死寂。巨高流笑得更加狂妄了，他就是要让这个女人明白，没有力量支撑的尊严根本一文不值。看着女儿受辱，高剑南终于忍无可忍，伴随着长剑出鞘的脆响，高家的家臣们也纷纷围了上来。高剑南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巨高流是来找麻烦的，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可巨高流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他一边旁若无人地嚼着肉，一边嘲笑高剑南自不量力，问他是不是真觉得自己能赢。高剑南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这已经不是胜负的问题了。作为一个父亲，他绝不容许有人当面羞辱女儿。为了不波及无辜的人，高剑南要求去外面决一死战，可巨高流却稳稳地坐在原位，甚至还悠闲地喝了一口酒。他说根本没那个必要，就在这里，就在此时，把一切都彻底了结吧。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的真气瞬间炸裂，巨高流终于露出了他狰狞的本色。就在剑拔弩张的瞬间，一高竟然拦住了高剑南，他让父亲把剑收回去。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平静地擦掉脸上的污渍，动作优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甚至还主动走上前去为巨高流倒满了一杯酒。他说这是给前辈的谢礼，感谢他教给自己重要的一课。这下轮到巨高流看不懂了。巨高流端着酒杯冷嘲热讽，说堂堂武将世家的女儿被人吐了口水，还要倒酒陪笑，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可一高的语气依旧平稳，他说自己并不是在屈服，只是在向一位武学巅峰的前辈表达后辈应有的敬意。巨高流听完放声大笑，他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一个杀人如麻的疯子竟然被当成了值得尊敬的前辈。
面对巨高流那狰狞的笑脸，一高只是微微一笑。他说自己只是实话实说，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反而让不可一世的巨高流第一次感到了莫名的压力。一高再次递上一杯酒，请巨高流务必喝下。这个举动彻底逗笑了这个疯子。巨高流先是冷哼一声，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笑声震得桌上的碗筷乱响。他仰头将美酒一饮而尽。喝完酒的巨高流像变了个人，他竟然主动向高剑南道歉，说刚才确实是自己失礼了，还让高剑南赶紧把剑收起来。他一边狂妄地笑着，一边说这是在给高剑南留面子，既然酒也喝了，今天这出闹剧就到此为止。高剑南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虽然心中怒火难平，但为了大局和女儿的安全，他最终还是收剑入鞘。伴随着长剑回鞘的脆响，这场一触即发的血战暂时画上了句号。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巨高流一边夸赞一高聪明，一边说着轻浮的调笑话，做事就要转身离开。可还没走两步，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说自己差点忘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没办。既然黑道门派已经被灭了，那原本该交的贡品现在也没人给了。如果就这样空着手回去，他棍魔的名号可就毁了。高剑南听出了话里的杀机，沉声问他到底想说什么。巨高流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不管是谁灭了黑道，也不管是谁帮了谁的忙，他只要拿到那笔钱。他猛地凑到高剑南耳边，表情变得狰狞而恐怖。他说刚才给足了高剑南面子，现在轮到高剑南来保住他的面子了。高剑南这才彻底明白过来，这个疯子竟然想向名门正派收取贡品，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勒索。巨高流笑着纠正高剑南，说这可不是什么贡品，而是给死人的慰问金。这话听着简直荒唐透顶。高剑南试探着问他，是不是也找南宫家族要钱？巨高流听完一脸不屑，说自己还没疯到那种程度，去找那个老怪物要钱，纯粹是自寻死路。他摸着下巴打量着高剑南，说虎坑派最近发了大财，拿点钱出来超度亡魂，这买卖一点都不亏。高剑南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低声下气的请求，希望能宽限一些时间。可话还没说完，异变突生，巨高流毫无征兆地挥动长棍，重重地砸在两人之间，地面瞬间崩裂，狂暴的气浪掀翻了桌椅。他那双眼睛透着红光，语气冰冷的让人胆寒。他说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他可没耐心在这里干等。高剑南看着眼前的废墟，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惹恼了这位棍魔，恐怕等不到明天天亮，整个虎坑派就会被彻底抹除。面对棍魔的武力威胁，高剑南最终还是低下了头。为了保住门派上下，他只能选择妥协。沉甸甸的钱袋砸在桌上，里面装满了金灿灿的财宝。高剑南一字一句地警告巨高流，拿了这笔钱就不准动他门派里的任何人。巨高流看着满桌的金子，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他随手拿起一块金锭，嘲讽高剑南明明是在送礼，身上却还带着这么重的杀气。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些，只要有钱拿，他什么话都好商量。他随手弹出一枚金币，精准地落在了一高面前。他说这枚金子是为刚才吐痰的行为道歉。看着桌上旋转的金币，一高始终一言不发。这种用金钱换来的和平，对名门正派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大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高剑南死死攥着拳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强盗大摇大摆地离开。巨高流压低了帽檐，脸上挂着得意的坏笑。他说自己这就告辞了，不用任何人送行。毕竟今晚的月色这么亮，足够他看清回去的路。他把装满金子的钱袋随手挂在长棍上，伴随着一阵狂妄的笑声，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此时在后院的马厩旁，两名弟子正躲在角落里，小声议论着刚才的动静。他们听护卫们说，那个男人强得离谱，一个人就能杀光这里所有人。两人一边拍着胸脯，一边庆幸能用钱解决问题，毕竟比起丢掉性命，花点钱简直太划算了。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一个高大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直接打断了两人的幻想。宇泰在大院里疯狂奔跑，怀里死死抱着一大包肉，嘴里还在不停地嘶吼，他在找一个人。两名手下迎面撞见了他，看着他手里热气腾腾的肉，还以为是老大心疼他们，特意从废掉的宴席上给兄弟们带回来的宵夜。两人正感动得一塌糊涂，宇泰却气得直接暴走。他根本不是为了这帮蠢货，他是在找秀丝的下落。可手下们面面相觑，都说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听到这个回答，宇泰整个人如坠冰窟。那个男人的声音再次在他耳边悠悠响起，提醒他这辈子都要感激秀丝，因为就在刚才，是那个孩子救了他的命。宇泰发了疯一样冲向后山，对着空荡荡的树林大喊，他最疼爱的那个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月光冷冷地洒在断桥上，四周安静的让人害怕，除了呼啸的风声，再也没有人回应他的呼唤。巨高流拎着刚到手的战利品，在深夜的林间小道快步走着，嘴里还哼着得意的笑声。显然这一趟让他收获颇丰。可还没走多远，他就察觉到身后有一股寒意，那种被死死盯上的感觉让他不得不停下了脚步。木桥的另一头，秀丝正静静地挡在路中央，那股压迫感简直让人窒息。巨高流看清对方的长相后，反而露出了不屑的冷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怪物，原来只是刚才那个马夫。他握紧手中的长棍，质问对方为什么要一直跟着自己？难道是因为刚才那几句关于他爱人的羞辱吗？面对这种级别的挑衅，秀丝却一言不发，这寂静的杀意才是最让人胆寒的。巨高流还在那自顾自的分析，觉得秀丝要是为了女人来报仇，那纯粹是找错了借口。毕竟他
他之前的侮辱根本没奏效。他嘲讽秀斯穿的像个僧人，秀斯冷冷地打断了这番说教，让他立刻闭嘴并交出财物。话音刚落，整个人就化作一道红色残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杀招，巨高流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发出了狂妄的大笑。这种目中无人的要求，他已经40年没听过了。上一个敢这么跟他说话的人，还是当年的流浪骑士王，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显然成了下一个挑战者。长棍与利刃在瞬间碰撞，整座木桥都在剧烈颤抖。巨高流发出一声狂笑，手中的长棍带着千钧之力，震得秀斯连人带枪向后滑行，在木桥上留下深深的划痕。看着对方稳住身形，巨高流难得开口夸赞了一句，问这把能接住他一击的长枪到底叫什么名字？得到的回答却异常冷淡，这把绝世好枪竟然没有名字。巨高流听完连连摇头，直呼这简直是暴殄天物。他顺势展示起自己的武器，说这根玄铁长棍其实原本也是一把神兵，只是枪头在多年前折断了。虽然现在只能当棍子使，但玄铁材质极其坚硬耐造，除了分量沉点没别的毛病，这可是他最得意的家底。巨高流脸上的笑意愈发狰狞，他说如果当年的枪头还在，那江湖上名震天下的就该是枪魔而不是棍魔。可还没等他感慨完，秀斯就动了，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让巨高流的笑声戛然而止。无论这根玄铁棍有多硬，在真正的杀招面前似乎都显得有些多余了。秀斯一边挥动长枪，一边发出冷酷的嘲讽，在他眼里，那根所谓的玄铁长棍不过是一杆没了枪头的废铁。他直言不讳地评价道，这武器就像被拔了牙的野狼，空有一副凶狠的架势，却再也造不成任何威胁。而现在的巨高流也同样如此。这番话彻底激怒了巨高流，他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骂对方是个肮脏的畜生，试图用咆哮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可秀斯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红色的枪影在空中划过，速度快到肉眼无法捕捉，只听见一声清脆的裂响。原本戴在巨高流头上的斗笠，在瞬间被劈成了两半，木屑在空中四散飞溅。这一枪不仅碎了防御，更让巨高流彻底看清了两人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斗笠碎裂的瞬间，鲜血溅在了巨高流的脸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指责秀斯是个卑鄙的小人，竟然在决斗中玩这种偷袭。愤怒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手中的玄铁长棍疯狂挥舞，紫色的真气如风暴般炸开。他发誓要让这个不讲武德的家伙付出惨痛的代价。可秀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身形轻盈的像只飞燕，在棍影的缝隙中翻腾跃起，不仅轻松躲过了致命横扫，还借力跳到了半空之中。就在巨高流准备追击的时候，秀斯却在空中反手一挥，无数黑色的暗器破空而出，那是江湖上最阴损的铁蒺藜，如雨点般封锁了所有退路。看着漫天落下的铁疙瘩，巨高流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怎么也无法理解，一个顶尖的用枪高手身上为什么会带这种东西。巨高流发出一阵狂妄的嘲笑，这重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在他眼里简直就是笑话，根本伤不到他分毫。他手中的长棍舞得密不透风，紫色的真气化作一道屏障，将那些暗器尽数震飞，甚至还有余力。秀斯朝他吐出一口血沫，巨高流的语气里充满了戏谑，嘲讽对方比想象中还要死板，还故意问是不是因为刚才那口唾沫吐歪了地方，才让这位高手如此气急败坏。他看准秀斯落地的空档，手中的玄铁棍带着雷霆之势，狠狠地横扫了过去，嘴里还骂着对方是个天真的蠢货，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战斗。沉重的长棍结实地砸在身上，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秀斯整个人掀翻在地。他在木桥上狼狈地滑行出老远，连手中的长枪都险些脱手。巨高流满脸狰狞地逼近，在他看来这场闹剧该结束了。一个只会玩暗器的毛头小子，拿什么跟他这种怪物斗？这木桥恐怕就是对方的葬身之地。原本狂妄自大的巨高流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怎么也没想到，刚才吐出的那口唾沫竟然成了要命的引子。脸上传来一阵灼烧的剧痛，仿佛有千万只毒虫在啃食。他痛苦地捂住双眼，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难道眼前这个玩枪的家伙竟然是四川唐门的用毒高手？剧毒迅速侵蚀着他的感官，视线变得一片模糊。这种未知的恐惧让他彻底失去了先前的冷静，只能在黑暗中胡乱挥舞长棍。秀斯可不会讲什么江湖道义，他趁着对方自乱阵脚，身形如同鬼魅般再次逼近，手中的长枪化作一道寒芒，精准地切开了空气。巨高流只能凭直觉死命格挡，但每一次碰撞都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在失去视线的战场上，他已经从猎人变成了猎物。秀斯在木桥上反复横跳，每一次落脚都轻盈无声，他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送上最后的葬礼。巨高流站在满地狼藉的桥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低估了虎坑派，更低估了眼前这个男人。一个卑微的马夫，绝不可能拥有这种实力。这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根本不是那种小帮派能够培养出来的怪物。巨高流死死盯着对方的身影，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这个男人的气息太诡异了，完全没有名门正派的影子，甚至不像是一个正常人。那种毫无章法的战斗风格，根本不讲究任何招式体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微的转向，全都是为了最直接的杀戮。这根本不是在比武，眼前的男人简直就是一件人形兵器，全身每一寸骨骼和肌肉都只为夺取性命而存在。不管这家伙是哪路妖魔，巨高流已经没有了退路。他索性抛开了所有顾虑，摆出最后搏命的架势，叫嚣着让对方放马过来。巨高流彻底陷入了疯狂，紫色的真气如烈焰般升腾，他发狠要亲手把秀斯拽进无尽的地狱。这一击显然赌上了全部。
面对这种玩命的架势，秀司只是发出一声冷笑，他单手轻轻一抖，缠绕在臂上的红绳顺势滑落，稳稳地锁住了枪柄。他反唇相讥，嘲讽巨高流的废话实在太多。话音刚落，一股暴力的红色杀气瞬间席卷了整座木桥。一紫一红两股真气在狭窄的桥面上剧烈碰撞，无数黑色的真气碎片像断掉的羽毛般漫天飞舞，两人的身影早已模糊不清，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只剩下令人胆寒的杀意。在两人错身的瞬间，脚下的木桥终于承受不住，发出了阵阵哀鸣，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巨响，坚硬的桥板被生生震碎，木屑四散飞溅。秀司手中的长枪化作一道漆黑的流星，带着撕裂空气的轰鸣声，正面撞上了巨高流的防御。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狂暴的真气瞬间炸裂，耀眼的强光吞噬了木桥，也彻底粉碎了巨高流最后的抵抗。在漫天飞溅的木屑中，什么东西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直坠向深不见底的悬崖。那是他被生生震断的手臂，正带着温热的鲜血迅速消失在黑暗里。秀司站在断桥边缘，冷冷地俯视着这一切，仿佛只是拍死了一只苍蝇。而下方的巨高流却在剧痛中发出了惨笑，他一边疯狂地咒骂，一边感受着生命力的流逝。那条引以为傲的手臂终究还是没能保住，这场死斗的代价比他想象的还要惨烈。巨高流拖着断裂的左臂，任由鲜血在肩膀狂喷，脸上却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狞笑。虽然这次付出的代价确实让他痛入骨髓。话音刚落，画面瞬间凝固，那根粗壮的长棍已经像钉子一样死死贯穿了秀司的胸膛。本以为胜负已定，谁能想到秀司竟然在这种绝境下爆发出了更恐怖的红光。这股力量强行震开了巨高流的致命压制，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被这股杀气撕碎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反扑，巨高流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秀司再次握紧了长枪。秀司冷笑着称赞巨高流的表现还不赖，甚至大方地表示这条左臂送给你也无妨，但作为交换，他要拿走的东西恐怕巨高流根本给不起。秀司这根本不是在战斗，而是在玩命。他死死盯着巨高流，宣称要拿走对方的心脏。这股同归于尽的狠劲，让久经沙场的巨高流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战斗在惨烈的碰撞中落幕，秀司终究还是倒下了，鲜血染红了整片木桥。但巨高流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看着满身伤痕的自己，不敢相信一个无名小鬼竟然能把他逼到这种地步，甚至让他感到了恐惧。巨高流望着月色，陷入沉思。这个像野兽一样的孩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被当成魔道怪物养大的？巨高流猛地吐出一口鲜血，他这才意识到，刚才那场死斗留下的内伤，远比预想的还要致命。看着眼前倒地不起的秀司，巨高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小鬼活过今晚，必须现在就彻底了解他。可就在他准备动手时，一股令人窒息的红色真气竟然从秀司的尸骸中重新翻涌了出来。巨高留下的连连后退，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已经断气的怪物还能再次站稳脚跟。秀司缓缓抬起头，那双散发红光的眼睛里没有斗志，也没有愤怒，只有最深沉的恐惧。巨高流完全听不懂这小鬼在胡言乱语什么，但秀司接下来的话却让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他问巨高流是否知道人死后究竟会去向何方，还没等对方回答，恐怖的异象就笼罩了大地。在秀司的视线里，脚下不再是普通的木桥，而是堆满无数冤魂，正在疯狂哀嚎的血色深渊。那些扭曲的肢体试图将一切生灵拽入地狱，这就是秀司一直以来所面对的真相。正因为亲眼见过死后那个永恒痛苦的世界，他才绝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轻易的倒下。巨高流看着神神叨叨的秀司，发出一阵轻蔑的冷笑。他觉得这小鬼八成是临死前产生了幻觉。巨高流死死盯着眼前的怪物，他完全无法想象这小鬼到底看到了什么，竟然能靠恐惧强行续命。虽然心里充满了好奇，但巨高流可没打算陪葬。他握紧手中的长棍，爆发出了求生的本能。他绝不允许自己死在这么个荒郊野外。他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要活到白发苍苍。他要像个普通老头那样安稳地躺在自家床上，在平静中迎接死亡，而不是被钉死在桥头。抱着这种极度自私的念头，巨高流挥刀砍向秀司，两股恐怖的力量再次在窄桥上疯狂碰撞。面对巨高流拼死的反击，秀司发出一声闷哼，身体被震得连连后退，但他手中的长棍却没乱。双方都已经到了极限，每一招都在透支生命。这场关于谁能活下去的较量已经彻底失控了。巨高流看着自己断掉的手指，嘴里忍不住咒骂出声。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他觉得秀司已经到头了。可还没等他露出胜者的姿态，几道寒光竟迎面飞来，巨高流根本来不及躲闪，左眼瞬间被利刃贯穿。他痛苦的捂住脸哀嚎，完全不敢相信刚才发生了什么。这个疯子竟然用牙齿咬碎了武器当作暗器。秀司满嘴都是鲜血和碎片，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他用冰冷的声音宣告，巨高流的命今天必须留下。看着步步逼近的黑影，巨高流彻底陷入了混乱。他疯狂地挥舞着长刀，试图让这个怪物离远一点。他明明已经重伤了对方，每一处伤口都足以致命，可为什么这个男人还能像没事人一样发起猛攻？巨高流的意志彻底崩溃了，他一边绝望地嘶吼着，一边在心里反复质问：眼前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该死的恶魔，赶紧老老实实地躺下，别再做无谓的挣扎。随着这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巨高流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沉重的兵器带着破空声正面轰击在秀司的头顶。这一击的力量极其恐怖，仿佛要将整个桥面震碎。秀司的身体在重压之下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反抗。
看着到在血泊中的对手，巨高流终于忍不住放声狂笑。他那扭曲的笑声在山谷回荡，疯狂宣告着自己的胜利。他觉得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自己才是那个活到最后的人。他甚至开始怜悯起秀斯，想要大发慈悲地送对方一程。巨高流再次凝聚起全身真气，准备彻底终结这个怪物。他确信在这一击之下，绝不会再有任何奇迹发生。可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空气中却透出一丝诡异。这个被贯穿头部的男人，真的会就这样死掉吗？就在巨高流以为大功告成时，眼前的黑影竟然动了。他完全无法理解，这怪物哪来的力气反击？明明刚才那一记重击已经正面粉碎了对方的头骨，可秀斯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爆发出更恐怖的气息。还没等巨高流反应过来，手中的长矛突然一轻，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武器，发现长杆竟被齐刷刷切断。这个疯子在承受致命伤的同时，竟然还精准地挥出了反击。他不仅毁掉了巨高流的武器，甚至连脚下的木桥也一并斩断。看着脚下开始崩塌的桥面，巨高流终于意识到对方的意图，这根本不是为了活命，而是要拉着他一起下地狱。他愤怒地对着深渊咆哮，咒骂秀斯想同归于尽是做梦，他绝不会死在这种地方，要下地狱也是秀斯一个人去。随着木板碎裂的声音，整座吊桥彻底失去了支撑。巨高流在混乱中拼命挣扎，试图在坠落前抓住一线生机。可在那片血色的阴影中，秀斯的眼神依旧冰冷刺骨。这场同归于尽的死斗，到底谁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在急速坠落的混乱中，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巨高流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那小鬼还活着，他拼命在心里安慰自己，受了那种伤绝，不可能再动弹，这一定是对方临死前最后一点虚弱的挣扎而已。可那个男人的存在感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衡量。巨高流嘴里反复念叨着不可能，试图压制住心底的恐惧。然而现实根本不给他机会，一道红色的残影划破黑暗，秀斯竟然在半空中稳住身形，像恶鬼一样伸出了利爪。还没等巨高流看清对方的动作，一柄长枪已经呼啸而至。这一枪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贯穿了巨高流的头颅。可这个疯子竟然还在狂笑。他原本以为眼前的对手只是个怪物，现在才发现自己彻底错了，这不是什么怪物，而是真正降临人间的死神。巨高流被长枪死定在废墟上，随着破碎的吊桥坠入深渊。曾经不可一世的悍将，如今只剩下一具冰冷的残骸，在黑暗中无声地滴着鲜血。从高处坠落的秀斯，身体已经彻底支离破碎，内脏破裂，连腿骨都断了。但他竟然强行握住了长枪，只要这口气还没咽下去，他就绝对不会倒下。这就是血魔高夫提到的那股禁忌的治愈力量——至高天魔功。狂暴的红色真气透体而出，正在疯狂重塑他的肉身。这种恢复力简直不属于人类，原本必死的绝境反而成了他觉醒的契机。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本该坠入深渊的秀斯在半空中强行稳住了身形，但真正的威胁还没消失。巨高流这个疯子，哪怕断了一只手臂，哪怕半个身子都在燃烧，他依然像一颗燃烧的陨石，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死死锁定了下方的秀斯。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秀斯只是冷哼一声，别在这里开玩笑了。两股狂暴的力量再次碰撞，在这片崩塌的废墟之中，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崩塌的巨石如暴雨般落下，秀斯被彻底掩埋在废墟之下，这本该是他的葬身之地。黑暗中传来了阵阵冷笑，那些诡异的红色魔气正在疯狂嘲讽他的无能，就这样像条丧家犬一样被活埋在乱石堆里，死掉吧，真是太可悲了。可这些声音突然停住了，废墟深处传来了异样的震动，那个男人竟然还没死。狂暴的红色真气冲破岩层，一个巨大的血色身影在黑暗中缓缓站了起来。废墟中一片死寂，满身血迹的秀斯躺在乱石堆里，仿佛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机。可黑暗中却传来了野兽般的低吼，一个浑身散发红光的恐怖身影正从他的残躯中缓缓站起，那是他作为人类最后的名字——巨高流。随着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地面都在这股威压下颤抖。他已经不再压抑体内的怪物，红色真气如火焰般狂舞。现在的他根本没有理智可言，只剩下了最原始的杀戮本能。这根本不是什么死而复生，而是深渊里的恶鬼终于找到了降临的容器。那尊恐怖的红色魔影正对着秀斯发出贪婪的咆哮，想要彻底占据这具肉体。在意识即将沦陷的边缘，秀斯却突然清醒了过来，他绝不允许自己沦为傀儡。手中的长枪化作一道寒芒，竟然直接贯穿了身后的魔影。这一击没有任何犹豫，原本狂傲不可一世的恶鬼在痛苦的哀嚎中分崩离析，化作漫天的红色碎片。他亲手斩断了体内的魔性，强行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眼神重新变得冰冷而清澈。想吞噬我枪魔？你这怪物还早了100年。真正的强者永远只会掌控力量。看着手中不断挣扎的红色魔气，秀斯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这股力量虽然邪恶到了极点，却也是他突破瓶颈的绝佳灵药。他强行将这股狂暴的能量灌入自己近乎枯竭的经脉，只要能变得更强，哪怕是与恶鬼共生也在所不惜。既然已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也是时候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可他刚迈出一步，身体就发出了崩溃的信号，重伤的左腿再也支撑不住，让他狼狈地跪倒在泥泞之中，鲜血顺着指缝不断滴落。现在的他连站稳都成了奢望。
他本想找个支撑物站起来，可手中的残破武器竟然在这一刻彻底碎裂，连当根拐杖的机会都没留给他。在这场惨烈的厮杀过后，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杀神，竟然连走出这片荒野都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就在秀司几乎力竭的时候，雨幕中一柄沉重的长杆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握住了这件沉重的兵刃。入手的瞬间，那股惊人的分量让他有些意外。这东西沉得像是一座山。他看着这根没有枪头的铁杆，脑海中浮现出刚才那惨烈的一幕。如果这柄武器拥有锋利的枪尖，恐怕现在的他早已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死里逃生的庆幸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的渴望。他绝不想像这根钝铁一样，沦为任人宰割的丧家犬。既然老天让他活了下来，那他就要给这根铁杆装上这世间最锋利的枪头，让它成为真正的杀戮兵器。深夜的雨越下越大，整座城镇都被死寂笼罩。秀司拄着那根沉重的铁杆，在泥泞中一步步挪动。即便强行吸收了魔气，这具残破的身体依然没能像预想中那样恢复，每走一步都像是被万箭穿心。他身体猛地一个踉跄，差点直接栽倒在雨幕里。看来这次受的伤远比想象中还要麻烦。自从回到这个时代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被逼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境地。那个较具高流的怪物确实让他赌上了所有的一切，才勉强换回这条命。看着满身的血迹，他忍不住发出一声苦笑。这次的代价真的太沉重了。冰冷的雨水拍打在身上，每一滴都像钢针一样，狠狠扎进他破碎的皮肉里。手中的长杆和行囊此刻重的让他几乎窒息，意识在剧痛中逐渐模糊。他只想就这样闭上双眼，哪怕只休息一小会儿也好。就在他快要倒下的时候，一段温暖的回忆却突然浮现。一高层温柔地告诉他，只要他还在虎坑派，那里就永远是他的家，是那个可以让他彻底放下戒备休息的地方。家这个字眼让他有一瞬间的失神，可当他再次睁开眼，看到的只有满地的鲜血和这冰冷刺骨的雨夜，他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来，嘴角渗出的血迹在雨水中显得格外刺眼。像他这种满手血腥的人，哪里配拥有什么归宿？那种安稳温暖的地方，从一开始就不适合他。他重新握紧手中的长杆，拖着残破的身体，再次消失在黑暗的尽头。深夜的虎坑派本该是安稳宁静的，一高独自坐在灯火下，却怎么也无法平静。果然，这江湖就是弱肉强食，善良的人如果不够强大，根本没法活下去。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并将这份信念彻底贯彻到底。看着满目疮痍的战场，他终于明白，弱小本身就是一种罪。父亲当年通过了考核，而现在我也做到了。这可是登天学馆的录取信，武林盟直属的顶级学府，全江湖年轻天才的聚集地。只要能从这里毕业，就能成为统领一方的强者，甚至能让家族重现辉煌。当初瞒着所有人去考试，没想到真的考上了，可还没来得及高兴，现实就泼了一盆冷水。想要进入这扇大门，必须缴纳一笔天文数字，那是现在的我根本拿不出来的巨款。如果我有那笔钱的话，一切是不是就会不一样？那一定金元宝就这么留在了桌上，虽然那是我的全部家当，但只要能救下虎坑派的人，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绝对不能后悔。一高，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助人为乐才是侠义之本。推开窗户换换气，心情确实舒畅了不少。这种自我感动的满足感，应该能撑一段时间吧。好个屁啊！看着眼前的倾盆大雨，我真想抽自己一嘴巴。刚才装什么大方，现在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这江湖路还没开始就要饿死了吗？连老天爷都跟我作对，这种鬼天气真是让人受够了。阿凤，你居然还有心情闹腾？现在只有你觉得这雨下得很高兴吧？真是要疯了！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到底该怎么办？等等，那边是什么声音？阿凤，跟我过去看看。本以为只是普通的积水，可脚下的触感却变得异常粘稠。这刺眼的红色，难道是血？这满地的鲜血，在雨水的冲刷下，竟然多得让人心惊。到底是谁干的？黑暗中，一个模糊的身影正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杀气，缓缓向我走来。你到底是人还是鬼？那双血红色的眼睛在雷光中一闪而过，简直就像地狱里的恶鬼。既然我出现了，那你觉得我是什么？可当他走近时，我才看清，这只是个浑身是血的少年。他手里提着长枪，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原来真的是个人。喂，你先等一下，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这包金创药你先拿着吧。虽然不是什么名贵药材，但对你的伤口应该会有帮助。我知道随便插手江湖恩怨是大忌中的大忌，可看着有人在面前受难，我实在做不到就这样掉头走掉。如果你不需要，直接扔了就是，没必要觉得负担。本以为他会拒绝，可那个满身杀气的少年竟然真的弯下腰，在冰冷的雨水中捡起了那包带着体温的药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沉重的布包就重重地砸在泥水里，溅起了一片血红。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给我？把它放到马背上。他的声音冷得可怕，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仿佛只是在下达命令。喂，你把话说清楚再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根本没有回头，单薄的身影就这样迅速消失在雨幕中，只留下这个还在不断渗出血水的包裹，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气息。这个包裹到底装了什么？看这个尺寸，还有这刺鼻的血腥味，难道里面是一颗人头？如果真是这样，我必须立刻检查清楚，然后去官府报案。我屏住呼吸，颤抖着解开那道绳结，已经做好了看到最恐怖画面的准备。可就在袋口敞开的一瞬，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竟然刺痛了我的双眼。这竟然是满满一袋金元宝！难道这就是被棍魔抢走了虎坑派的那笔巨额资金？那个浑身是血的少年竟然把这种东西随手丢给了我。喂，
你先别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追着他的背影，想要问个清楚，可脚下的步子却突然僵住了。顺着他离开的方向，地面上竟然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大雨冲刷着地面，却怎么也冲不散那股浓烈的血腥气。在那袋黄金周围，鲜血已经染红了整片积水。他到底受了多重的伤，又是带着怎样的目的，把这笔泼天的财富就这样丢在路边？看着他消失的方向，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雷声在头顶炸裂，大雨仿佛要淹没这整座死寂的宅邸。雨水冲刷着地上的包裹，一高认出了这些东西，这就是被棍魔抢走的虎坑派的资金。他竟然把钱留在了这里。一高猛地抬起头，对着那个背影大喊：“喂，你等等！为什么你的脚步声听起来这么疲惫，这么孤独，甚至充满了痛苦？你到底是什么人？”一高的疑问消失在雨中，秀丝拖着重伤的身体，在深夜的屋顶踉跄前行，鲜血止不住的咳出来。这种时候，竟然还有人在附近。秀丝警惕的停下动作，谁会选在这个时间出现？是那个阴魂不散的雨太，他居然又找上门了，偏偏选在今天。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没力气再应付这个难缠的家伙。雨太大喊着冲了过来：“我的救命恩人啊，你到底跑哪去了？特意留的饭菜都凉了。”秀丝只觉得一阵头疼，这家伙简直比敌人还要难缠。看到秀丝满脸是血，雨太彻底炸了锅：“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我们要跟他们开战！闭嘴，去帮我找这些药材，茯苓、紫胶、石蛇，还有葫芦巴。”雨太听得手忙脚乱，这么多要去哪弄啊？去找周英华要。那个周英华，你疯了吗？怎么可能拿得到？就说是我要的，他会给你的。雨太气得直跺脚，开什么玩笑？我连那个女人的边都摸不到。但既然是救命恩人的请求，豁出去了，封就封这一次吧。到了那我要怎么开口？秀丝靠在草堆旁，声音低沉，就说是马夫让你去的，他自然会明白。雨太一边走一边嘀咕，还是说马夫派来的，听起来比较稳妥。与此同时，黑暗中的气息彻底变了，狂暴的红色真气喷涌而出，魔宫已经压制到了第10阶段。接下来，巨大的魔神虚影在身后咆哮，想要推开这道禁忌之门，代价极其疯狂，必须打通任督二脉，放干全身的血液，再用灵药填满空虚的躯壳。虽然之前的战斗九死一生，却意外冲开了全身穴道，只是血似乎流得太多了。至于还缺少的灵药，就用暴君的魔名来代替吧。狂暴的红色能量在指尖汇聚，秀丝猛地伸手虚空一抓，将那股暴力的气息强行塞进自己的身体。这种撕裂灵魂的痛苦才刚刚开始。雨太还是赶来了，他大声呼喊着秀丝的名字。周英华心里乱成一团，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听说他受了重伤，本想直接冲进去，但想到他一定有自己的计划，只能强压下担心的念头。如果有任何需要，立刻来找我。雨太抱着沉甸甸的药包，整个人都傻了。你们两个竟然认识？闭嘴！秀丝一把夺过药包，在我出来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如果发生了意外，就去告诉周英华。房门重重得关上，只留下雨太在门外发呆。接下来的时间，谁也别想打扰他。魔宫的真气在体内翻涌，如果能跨越压缩的阶段，进入淬炼之境，到那时，这世上就再也没人能认出我修炼的是魔功。除了那个人，血魔高夫，那个开创了魔名的人，他现在到底在哪？是在被正邪两派疯狂追杀，还是依然统治着天魔神教？又或者他正在寻找像我这样的弟子？雨水打湿了鞋底，秀丝独自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他最终停在了一座破旧的古庙前，推开门，黑暗中只有他一人的呼吸。脚步声在荒野中回响，秀丝每走一步，脚下的红雾就浓郁一分。前方是那道巨大的魔门，狰狞的面孔仿佛在等待祭品。你真的要走吗？真的决定了吗？秀丝没有回头，他的手轻轻抚上那片血红，冰冷而狂暴的气息瞬间缠绕上来。永别了，兄弟！他最后一次抱拳行礼，随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那片无尽的深红。没错，保重了，兄弟！一道强光瞬间贯穿识海，秀丝猛地惊醒，成功了吗？浑身被排出的杂质包裹，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真实的让人战栗。看来那个胖子守得不错。推开门，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瞬间弥漫开来，雨太竟然直接被熏晕在门口，甚至还打着呼噜。这是什么味道？他显然被这股怪味吓到了。秀丝，你还好吗？淬炼出阶，这就是那些名门正派梦寐以求的巅峰境界。既然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是时候开始下一阶段了。黑道门继赵氏家族之后，第3个复仇目标，安徽的统治者5大世家之首南宫世家。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大雨笼罩着虎坑派，南宫世家竟然送来了请帖。今年的大宴提前了，谢英有些想不通，那种名门正派的聚会为什么会邀请我们？高剑南放下了茶杯，因为原本的赵家人消失了，我们只是被拉去舔味的。即便我们什么都没做，那些名门也不会有好脸色。谢英很清楚，弱小就是原罪。高剑南看着杯中的热气，武林之中只有强弱，没有道理。弱者只能忍受不公，更何况我们要面对的是南宫世家这尊大佛。南宫家那位掌上明珠马上就要回来了。高剑南提起了这个消息，谢英立刻反应过来，是那位被称为剑花的南宫绿大小姐吗？看来这次大宴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这位千金，让她在众人面前露个脸。高剑南喝了一口热茶，如果只是炫耀女儿，那倒是一件大好事。他放下手中的茶杯，突然提到了一高，觉得自家女儿并不比谁差。谢英有些不解，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拿孩子做比较？
高剑南看着眼前的茶水，一高无论是长相还是天赋都是顶尖的，他唯一缺少的就是一对有本事的父母。作为父亲，高剑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愧，他不能再等了，必须在一切太迟之前，亲手把女儿推向高处。屋里正沉默着，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高大喊着爹娘冲了进来。高剑南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懵了。女儿平时可很少这么亲密。一高顾不上寒暄，直接摊开了手中的卷轴，说有件天大的喜事要宣布。高剑南凑近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那竟然是登天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谢英更是激动的合不拢嘴，女儿不仅考上了，还是全科满分的榜首状元，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高剑南兴奋地站了起来，嚷嚷着咱们也要大摆筵席。可一高接下来的话像一盆冷水当头淋下，他小声提到了那笔不菲的学费，原本热烈的气氛瞬间凝固，高剑南和妻子僵在原地，笑容直接消失了。看来这状元之才还没进校门，就要先难倒这对老父母了。高剑南拍着胸脯保证，学费的事不用女儿操心，就算拆了门派的房梁，他也一定会把钱凑齐。妻子也在一旁附和，让一高只管安心读书，家里就算砸锅卖铁也不会耽误他的前程。可一高却摇了摇头，直接打断了父母的煽情。他随手甩出一个沉重的布袋，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上，袋口散开的一瞬间，耀眼的金光映红了屋子。高剑南和谢英彻底看傻了眼，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金子。一高看着呆住的父母，语气变得格外轻松。他说，从今往后家里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因为这笔巨额的学费他已经亲手带回来了。湖边的微风拂过柳梢，一高看着不远处忙碌的身影，心里泛起一阵嘀咕，总觉得最近有些不对劲。说来也奇怪，自从这个男人出现，家里的一切都变得顺风顺水，简直就像个活生生的福星。一高慢慢走上前去，调侃着这位小福星，可秀司只是低头生火，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应。他弯下腰仔细打量，质问秀司最近都在哪瞎混，怎么几天不见，整个人感觉都变了样。面对一高的连番追问，秀司依旧保持着沉默，这种反常的安静让空气都变得有些凝重。一高的耐心终于耗尽，他指着秀司的脸，语气瞬间变得凌厉起来，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一高猛地拍向秀司的肩膀，大声质问他在发什么呆，刚才叫了半天都没反应，到底在想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秀司被这一巴掌拍回了现实，他只是随口敷衍了几句，说自己正在胡思乱想，并没有引起一高的怀疑。可一高哪里会知道，这个看似老实的男人此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彻底毁掉南宫世家。在秀司的记忆深处，南宫家根本不是什么名门正派，当年的他们为了利益，竟然勾结黑道，掩盖了一场屠杀。那些所谓的武林泰斗仗着自己手里握有大权，就随意践踏弱者的性命，把血债抹得干干净净。可这种高高在上的正义，在秀司看来简直虚伪到了极点。既然他们喜欢维持秩序，那他就亲手把这秩序彻底撕碎。在世人眼中，南宫家是维持秩序的守护神，是安徽境内无人敢惹的霸主，享有绝对的自治权。在南宫世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些自诩正义的高层里藏着不少腐败的毒瘤，他们对底层的阴谋诡计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钱给的足够多，哪怕是伤天害理的勾当，也能变成合法的生意。而那个老家伙就是其中最贪婪的一个，他的名字早就出现在了必须铲除的名单上。秀司死死盯着眼前的老者，一段尘封的记忆瞬间在脑海中炸裂开来，那是属于前世的血债，冰冷的剑刃刺穿胸膛，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至今都清晰的可怕。而当时握着剑柄的人，正是南宫家的这群走狗。前世被围攻的绝望和这一刻的愤怒重叠在一起，原来命运兜兜转转，又把仇人送到了自己面前。既然老天给了重来的机会，那这笔跨越两世的血债也是时候该清算一下了。一高看着沉默的秀司，问他是不是还在被欺负。那些顽劣的孩子，光靠口头警告已经没用了，必须得想个长远的办法。他突然停下脚步，认真的叫出了他的名字：秀司，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秀司下意识的遮住阳光，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一高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彻底愣在了原地。原来一高这次回来是带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被大名鼎鼎的登天学院录取了，而且还是以首席的身份。想起以前因为没钱，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一高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坚定，这次他绝对不会再错过了。他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结交更多有权势的人，等学成归来的那一天，一定要让整个家族重现辉煌。看着一高憧憬未来的样子，秀司的心里却在盘算，这个所谓的登天学院，或许正是他复仇计划的下一个跳板。一高弯下腰看着吹，夸他不仅勤奋，而且有才华，只要他愿意点头，就能跟着自己去登天学院，过上比现在好100倍的生活。秀司听着这些温暖的话语，心里却泛起一阵冷笑。前世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确实让他感到有些遗憾，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等他亲手终结了这一切，他才会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一高见他半天不说话，忍不住又追问了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走？”秀司只是淡淡的回了3个字：“看情况。”他笑着摆了摆手，就当秀司已经答应了，还叮嘱他如果有未了的心愿，最好趁现在赶紧去办。一高随口开了个玩笑，问他是不是欠了谁的钱。没成想秀司的回答让周围的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他说自己确实有几笔债，得赶在离开之前一笔一笔的收回来。一高一听秀司欠了债，整个人比当事人还激动，他大声嚷嚷着，既然有债就要赶紧清算，绝对不能便宜了那些家伙。他甚至撸起袖子，一副要替秀司出头的架势。
说要带上秀丝一起去，把欠的东西全都讨回来。看着一高风风火火的样子，秀丝只是在心里冷笑，这个单纯的女人根本不懂她口中所谓的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笔账都必须清算干净，不只是那些被夺走的财物，还有前世受过的屈辱。每一枚铜钱，每一滴流过的鲜血，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些曾经背叛他的人，一个也别想跑掉。他要让那些仇人把欠他的命全部都还回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南宫世家，光是这气派的府邸就足以压倒所有人。家主平安归来，这一路多亏了周英华护卫，总算能进家门歇口气了。可跟在后面的宇泰却直接看傻了眼，这里的一切都超出了认知，不仅房子大的离谱，甚至连路过的仆人都长得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看来传闻是真的，南宫家选拔下人，第一条标准竟然是看脸。在这种地方待久了，恐怕连魂都要被勾走吧。宇泰本来还挺自信，觉得自己这长相也不差，可一转头就彻底破防了。秀丝刚一露面，就被南宫家的姑娘们围死，这场面简直像众星捧月，又是夸她长得俊，又是盯着她的胳膊看，甚至还有人想帮她擦汗。可秀丝根本不领情，冷冰冰的一句话，直接把气氛降到了冰点。躲在远处的宇泰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凭什么这家伙这么受欢迎？还没等他发作，秀丝竟然瞬间闪到了跟前，这速度快到让人看不清。他随手甩下一个重担，让宇泰负责收尾，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看来长得帅的人干起活来都这么霸道吗？宇泰刚想找秀丝算账，结果人家身形一闪，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群南宫家的姑娘就急匆匆的围了上来。他们满大街在找帅哥，宇泰这下可来了劲，觉得表现的机会到了。他特意摆了个深情姿势，问人家是不是在找他。结果空气瞬间凝固，姑娘们看他的眼神简直像是在看脏东西。这嫌弃的表情太真实了，他们连话都不想多说，扭头就骂骂咧咧的走开。只剩下宇泰一个人在风中彻底凌乱，这差距也太伤自尊了。他只能对着空气撒气，把这笔账全算在秀丝头上。这梁子算是结大了。南宫家的宴会就要开始了，后院忙得不可开交，到处都是搬运货物的马车。可秀丝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独自躲在长廊下偷懒，这可把管事的马夫气疯了。他冲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指着秀丝的鼻子，让他这个懒鬼赶紧滚去干活。马夫一把将侍从狠狠按在地上，在马夫眼里，这些宴会用的高级肉料可比他的贱命贵多了。他抓起侍从的头发，耳光像雨点一样扇下去，嘴里还不停地羞辱着，哪怕把他卖了也赔不起这一车货。这就是南宫家的规矩。马夫刚教训完侍从，心里那股邪火还没散，嘴里不停抱怨着活太多。他一脚踢开碍事的家伙，转头就开始盘问下属：血盟仪式的祭品准备好没？随从吓得连连点头，说祭品已经按要求带回，而且绝对保证鲜活。可他话锋突然一转，说那头狼的体型太夸张，几个人合力都搬不动。马夫听完直接暴走，抡起棍子就把人抽飞，骂他们是一群没用的废物，搬不动难道不会抓人帮忙吗？他骂骂咧咧的走上前，想要看看这祭品有多大。可当他掀开白布的一角，里面竟然传来了动静，这东西好像要醒了。这白布下面盖着的真的只是一头狼吗？白布下透着诡异的红光，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让空气都快要凝固了。马夫骂骂咧咧地拔出刀，抱怨手下全是没用的废物，连祭品的死活都分不清。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等那帮蠢货回来之后，非要亲手砍掉他们的腿。为了处理这头畜生，他连宴会都没法参加，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他提着刀走进昏暗的房间，满地都是触目惊心的血迹。那头狼到底躲在哪了？可当他低头看向脚下，却发现所谓的祭品竟然只是一只瘦小的狼崽。就为了这么个小东西，那帮废物竟然搬不动，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马夫刚想嘲笑手下无能，可他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寒气直冲脑门。如果祭品只是这只幼崽，那刚才白布下的巨大黑影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没等马夫回过头，一股腥风已经扑面来，身后竟然站着一头巨狼。这体型大的简直离谱，光是那双通红的眼睛就让人感到脊背发凉。可马夫不仅没有逃跑，反而发出一阵狂笑。他觉得这次真的发财了，有了这么完美的祭品，接下来的血盟仪式绝对会惊动整个家族。那帮平时没用的手下，这次总算干了件漂亮事，家主一定会重赏赐他。他得意地甩起绳索，正准备把这畜生拿下，好去家主面前邀功请赏。可他显然低估了对手，巨狼的速度快如闪电，瞬间就将他死死按住。刚才还在做白日梦的马夫，此刻只能发出绝望的惨叫，疯狂呼喊着救命。可在这封闭的房间里，除了巨狼撕咬骨头的声音，再也没有人能回应他。秀丝悄无声息地潜入，看着南宫家复杂的宅邸，他想知道这里的内部构造。濒死的马夫被他单手拎起，即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家伙竟然还在嘴硬。他咬着牙威胁秀丝，说自己死也不会开口，绝不会透露半点秘密。秀丝听完却冷笑一声，告诉他根本不需要说话，因为他有更好的办法。随着手上的力道不断加重，马夫最后的一点生机也被彻底掐断了。一团诡异的红色真气从马夫的尸体上缓缓升起，幻化成一个狰狞的虚影。秀丝随手抓过那团红光，就像在翻阅一本活字典，眼神里满是轻蔑。果然在这个世界上，死人永远要比活人诚实得多。宇泰满脸怒火，强调他们可不是南宫家的走狗，别想把他们当奴才使唤。南宫家的仆从赶紧低头哈腰，又是道歉又是许诺给肉吃，求爷爷告奶奶想让他们帮忙，说到底就是为了搬一头狼。虽然这帮壮汉心里100个不乐意，但看在报酬的份上还是动了手。
可就在准备开工的时候，有人发现刚才还在的武士竟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几个人合力喊着号子，用粗木棍和锁链死死勒住，才勉强抬起这头沉重的巨狼。他们一边卖力的挪动脚步，一边还在嘴里不停的抱怨，觉得自己干这活简直是疯了。南宫家的仆从在前面带路，嘴里不停许诺着重赏，想让这帮苦力再加把劲。宇太咬着牙，一边卖力搬运，一边警告，要是敢赖账，绝对没完。他忍不住开口抱怨，这畜生重的简直离谱，难道肚子里还揣着崽吗？仆从试探着问了一句，给你们4份肉总够了吧？结果这话捅了马蜂窝，壮汉气的当场大吼大叫，嫌弃这点报酬打发叫花子呢，他们可还有个孩子要养。南宫家族的宴会上，到处是美酒佳肴，族人们正沉浸在这一刻的歌舞升平中。但在高处的阁楼上，前任家主南宫天却只觉得这一切简直无聊透顶。南宫怕走上前，低声汇报着赵家被灭门的消息，已经让安徽人心惶惶。他希望父亲能亲自出面，用剑王的名号去稳住现在的乱局。南宫天却根本不想听这些重复了100遍的废话，他只记得赵家那个叫赵良子的小鬼，那孩子确实挺聪明的。可惜现在南宫家的这棵大树似乎也护不住所有人了。南宫怕还在据理力争，既然赵家勾结黑道，南宫家作为正道领袖，就必须立刻划清界限。南宫天听完却放声大笑，觉得这根本不算个事，不过是几个弱者在内斗中丢了命而已。他甚至当众揭短，吐槽南宫怕太爱小题大做，以前斗蟋蟀输了都能再加深好几天气。南宫怕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无奈地扶住额头。他实在没法理解，父亲竟然把灭门惨案和斗蟋蟀相提并论。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长女南宫绿出现在夕阳下，提醒父亲和祖父该去宴会厅露面了。这位南宫家的大小姐一出场就压住了阵脚，但这场暗流涌动的宴会真的能顺利进行吗？南宫怕一见到宝贝女儿，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南宫天却在一旁泼冷水，问南宫绿在学院里有没有物色到好女婿。南宫怕听到结婚2个字，气得当场对着老爹咆哮，觉得南宫绿现在谈这些简直是荒谬至极。南宫天被吵得直掏耳朵，南宫绿却在这时冷静开口，觉得祖父说的很有道理，自己确实该早点成家，好为南宫家尽一份力。这话下的南宫怕捂住嘴，甚至开始胡思乱想，怀疑女儿是不是背着他早就有了秘密交往的对象。南宫绿虽然当场否认了，但又补了一句，毕业之后可就不好说了，他现在只是在未雨绸缪。南宫天还在旁边不停拱火，让南宫绿眼光放长远一点，别看上周围这些平庸之辈。南宫怕这下彻底崩溃了，扯着嗓子大声宣布，南宫绿未来的丈夫是谁，必须由他这个当爹的说了算。南宫天躺在摇椅上，还在吐槽儿子的眼光，南宫怕却没心思开玩笑，他严肃地提醒绿，血盟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南宫绿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因为这场仪式远比普通的宴会要残酷，他们要斩杀凶猛的巨兽，将鲜血滴入铜盘，所有盟友必须轮流饮下，以此建立生死同盟。而南宫绿这次的任务就是动用家族圣剑，亲自完成取血这一环，这是整场仪式中最受瞩目的核心位置。南宫绿也当场立下重誓，绝不会让南宫家的名声在自己手里蒙羞。南宫怕正准备带着女儿去宴会厅正式露面，顺便叫醒偷懒的父亲，可他却突然停下脚步，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样。南宫怕看着远处的宴会厅，发现虎坑派的人也到了，这让他感到一阵不安，总觉得那个女人又在背后搞什么名堂。南宫绿正准备先行一步，南宫怕却一把推开南宫天，急匆匆地叫住了女儿。他死死盯着南宫绿手中的圣剑，无论待会发生什么，绝对不能让这把剑落入任何人的手中。南宫绿被父亲的反应搞懵了，他觉得在自家地盘上，谁会有胆子来抢剑？这种担心简直莫名其妙。可此时的宴会厅里早已是议论纷纷，大家都在私下传阅，这次受邀的竟然不是赵家，而是臭名昭著的虎坑派。名单的突然变动，让这场血盟仪式彻底笼罩在了阴影之中。宴会上的宾客们正端着酒杯闲聊，有人提起那个传闻，说虎坑派最近风头正盛，连赵家都被他们灭了。旁边的人听完哈哈大笑，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虎坑派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这些无知的嘲讽一字不落地传到了高剑南中，他猛地发力，竟直接捏碎了手中的酒杯，连面前的桌子都被震裂。一高在一旁察觉到不对，小声提醒父亲克制情绪。可就在这时，一个轻佻的声音突然响起，那人阴阳怪气地问道，为什么大家的表情看起来都这么凝重？难道是对血盟的条款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高剑南和一高猛地转过头，彭程冷笑着说，这些要命的条款可是他费尽心思专门为南宫家准备的。南宫家的长老彭程一露面，周围的人就赶紧围了上去，各种阿谀奉承的话层出不穷，都说能得到南宫家的庇护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荣幸。可看看那份血盟条款，内容简直荒唐的可笑，名义上是分享家族秘籍，实际上是要所有门派归顺，并且每季度上交巨额保护费。人群中有人在小声嘀咕，骂彭程是个贪财的老狐狸，所谓的公平交易不过是把大家当成提款机。彭程却像没听见一样，笑眯眯地看向虎坑派帮主。高剑南吓得赶紧上前行礼，表现得卑微到了极点。彭程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却突然提起了赵家灭门的事，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问他对此有什么看法。高剑南吓得当场立下重誓，说自己和赵家的惨剧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生怕下一秒就被灭口。彭程听完笑得更灿烂了，他说自己当然相信，毕竟今天特意邀请他过来，就是为了这份沉甸甸的信任。
彭城周身真气暴涨，他当众告诉高剑南，只要签了这份血盟，学到南宫家的绝世剑法，交完保护费也能赚个盆满钵满。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他转头看向身后的一高，提起他那段告吹的婚约，语气里充满了下流的嘲讽。他竟然当众建议一高，与其去当什么正妻，不如找个有权势的老男人当妾，还大言不惭地宣称现在的年轻人都以此为荣，觉得这比嫁给同龄人更有前途。一高死盯着那只散发着恐怖真气的手。就在彭城越说越过分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怒喝，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这声音如同惊雷炸响，让原本嚣张跋扈的彭城瞬间僵在了原地，连周身的真气都乱了分寸。南宫家主南宫怕破空而至，周身真气如海浪般翻涌，原本嚣张的彭城瞬间收敛了所有气焰，额头上竟渗出了冷汗。他试图用叙旧来掩盖，说这只是一点小事，可南宫怕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眼神冰冷地盯着彭城，强调事情重不重要，只有他这个家主说了算。面对南宫怕的步步紧逼，彭城突然放声大笑，他厚着脸皮改了口，说家主在盛典前太紧张了，自己只是在给一高提供一点长辈的建议。他甚至亲昵地拍了拍南宫怕，转头问一高是不是这样。一高在南宫怕威严的注视下，只能低头承认了谎言。彭城这才松了一口气，笑呵呵地摆了摆手，仿佛刚才那场恶毒的羞辱真的从未发生过一样。彭城见局势不对，笑着说自己先走一步，可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他凑到高剑南耳边低声威胁，说今天没聊完的话，咱们下次接着聊。看着这个老狐狸离开，南宫怕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刚才那场无声的博弈让他也感到压力倍增。他转过身看向高剑南，没有继续摆家主的架子，反而主动抱拳行礼，直言彭城刚才确实太无礼，他要代表南宫家正式道歉。高剑南吓得手忙脚乱，连说自己承受不起。南宫怕却一脸严肃地强调，既然双方要结为盟友，他就必须为长辈的过错负责，这是他作为家主最起码的体面。安抚完受惊的帮主，南宫怕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南宫怕看向一旁的一高，意识到自家长辈的恶言也伤害了这个年轻女孩，他再次放下家主的架子，诚恳地向一高表达歉意。一高表现得大方得体，他恭敬地低头回礼，直言自己并无大碍，请家主不必为此挂心。南宫怕仔细打量着一高，心里暗自感叹，这就是那个在入学考试中夺得榜首的天才少女，看着沉稳扎实的根基，未来定能成为女儿绿最强劲的对手和挚友。面对家主的高度评价，一高只是礼貌的道谢，那份不卑不亢的气度让南宫怕更加刮目相看。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悠长的钟声，南宫怕抬头望向祭坛，意识到时间过得飞快，现在已经是虚时了，这意味着那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盛典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南宫绿走到父亲南宫怕身边，南宫怕顺势拉过女儿，向他介绍眼前的一高，让这两位同龄的天才正式打个招呼。南宫绿主动行礼问候，一高也赶忙低头回礼。就在这低头的一瞬间，两人的目光在暗中交汇，一高审视着这位剑花前辈，而南宫绿也在打量着这个入学考试的第一名。简单的寒暄过后，南宫怕的神色变得肃穆，他低声询问南宫绿所有的准备是否已经万全。南宫绿用力握紧手中的长剑，给出了最坚定的回答。南宫怕欣慰地点了点头，他转身望向那座通往祭坛的漫长阶梯，两旁的火把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夜空。他大步迈向高处，心中压抑已久的期待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这场筹备已久的盛典总算要开始了。南宫怕一步步登上高台，他先向台下的豪杰致谢，感谢大家为了正义齐聚于此。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揭开了武林最残酷的现状：北方的使徒正在肆虐，东边的蛮夷虎视眈眈，西边的魔教更是横行霸道，而本该守护大家的武林盟却在一天天变得衰弱。台下的众人面露难色，显然被戳中了痛处。南宫怕愤怒地挥动手臂，他向所有人宣告，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彻底合而为一。南宫怕在高台上振臂高呼，他发誓要用手中的剑守护南宫家世代传承的正义。台下的弟子们瞬间被点燃，所有人齐声呐喊家族的名字，狂热的声浪几乎要掀翻屋顶，沉闷的鼓声随之炸响，每一击都重重敲在心头。南宫绿站在人群最前方，默默感受着这股惊人的气势。南宫家这头沉睡的巨兽，在这一刻终于彻底苏醒了。激昂的鼓声中，南宫绿一步步走上台阶，来到了南宫怕的面前。南宫怕看着眼前的长女，只下达了一个字的命令：去吧。南宫绿默默低头领命，随后猛地转身跃下高台，动作没有丝毫迟疑。他稳稳落在空地中央，在无数人的注视下，缓缓握住了腰间的剑柄。南宫家的剑就是我的剑，就在今天，就在这里，我会赌上我的一切，为南宫家赢回所有的荣耀。南宫绿手中的长剑猛然出鞘，湛蓝色的真气瞬间爆发，像一道流星划破了夜空。他在半空中轻盈起舞，剑锋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真气彻底撕裂。台下的宾客们全都看呆了，这种压倒性的气势，就是南宫家重回巅峰的证明。南宫绿稳稳落地，剑指苍穹，这一战他绝不会输。台下的观众已经彻底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南宫绿的身上。现在就是仪式的最后时刻。南宫绿缓缓握住剑柄，湛蓝色的真气在指尖疯狂跳动，他要在这一剑中倾注自己全部的灵魂和力量。苍穹无双剑，天舞一世。随着南宫绿的一声低喝，一道足以贯穿天地的剑光在黑夜中轰然爆发。这一剑将重新定义南宫家的尊严。
湛蓝的剑光瞬间贯穿了秀丝的胸膛，鲜血在半空中疯狂飞溅。可这个男人不仅没有倒下，反而露出了极其狰狞的笑容。他死死抓住了南宫绿握剑的手臂，任由长剑在体内搅动。这种以命换命的打法，根本就是个疯子。南宫绿看着眼前这只血淋淋的手，耳边突然响起了南宫怕的叮嘱：“南宫绿，这把剑绝对不能落入任何人手中。”还没等南宫绿从震惊中回神，秀丝竟然顶着剑锋猛地向前，一只血手死死掐住了南宫绿的脖子，局势在瞬间彻底失控。南宫家的长女命悬一线，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男人竟然从狼腹中钻了出来，这难道是一场噩梦吗？不，这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太真实了，这不是梦，这是正在发生的绝境。南宫绿下意识寻找家族的宝剑，可低头一看，剑柄竟然已经握在了对方手里。秀丝死死扣住南宫绿的脖子，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说：“现在就要按下南宫绿的穴位，如果南宫绿敢挣扎，他就先割掉南宫绿的耳朵。”南宫绿只能发出破碎的呻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了。南宫家的荣耀，难道今晚就要彻底断送吗？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长空，南宫怕猛地回头看向高台，原本热闹的会场瞬间乱成一团。台下的宾客们惊恐地议论着，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狼腹里钻出来了？有人说是内脏，但更多人确信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南宫怕感觉到南宫绿的气息正在迅速溃散，他再也坐不住了，整个人化作一道蓝色残影冲向高台。可就在这时，一件重物狠狠砸在了台阶上，那是南宫家圣剑的剑鞘。圣物落地，意味着南宫绿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高台上突然传来一阵狂妄的叫嚣，秀丝让南宫家的杂碎们都听好了，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踩碎这个家族的尊严。南宫怕看着上方被挟持的身影，发出了愤怒的嘶吼。南宫绿，南宫家主看着女儿受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他咒骂秀丝是个嗜血的畜生，命令他立刻放开南宫绿。可秀丝根本没把这威胁放在眼里，他冷冷地竖起2根手指，说自己有2个要求。南宫怕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再次咆哮着让对方闭嘴放人。这时南宫天突然伸手拦住了他。南宫天让南宫怕安静一点，说自己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南宫怕急得大喊父亲，南宫天却一脸严肃地训斥他，说他当了家主还是这么鲁莽，如果对方真想杀人，南宫绿早就没命了。既然他还愿意站在高台上，就说明他手里有想要交换的筹码。秀丝在高台上发出一声冷笑，夸赞南宫天这个老家伙确实聪明。南宫天面不改色地盯着上方，谢谢你的夸奖，年轻人，现在说说你的条件吧。秀丝对现在的安静很满意，他把剑刃往南宫绿的脖子上又压了几分。南宫绿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秀丝警告台下所有人，谁要是再敢插嘴打断，他就先切断这女孩的喉咙。南宫怕死死咬着牙，哪怕肺都要气炸了，此刻也只能强行忍住。秀丝开始宣布他的条件：第一，今天的血盟誓约彻底作废。他说南宫家身为正道领袖，竟然搞这种卑鄙不公的契约，简直是武林的耻辱。台下一片哗然，但这还没完，秀丝紧接着抛出了第2个要求：那个制定这份盟约的人必须死，只要南宫家把那个人送上高台，他就会毫发无伤地放了南宫绿。这根本不是在谈判，这是在当着天下人的面逼南宫家自断双臂。那个制定盟约的人会是谁呢？南宫怕沉默了片刻，他缓缓抬起手，示意众人安静，说盟约的事情可以公平修改，但他绝不接受处决制定者这个丧权辱国的条件。可话还没说完，秀丝就发出一声刺耳的冷笑，他直接打断了南宫怕的话，说在拒绝之前，不如先问问那个当事人的意见。彭城猛地一震，他意识到秀丝那充满杀意的目光正死死盯着自己。秀丝在高台上大声宣布，只要那个老家伙敢走上来，他就会立刻放了南宫绿。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这是赤裸裸的人质交换，他要用南宫家未来的希望换掉南宫家现在的脊梁。彭城气得指着高台怒骂，斥责秀丝是个卑鄙的疯子，说南宫家绝不会被这种手段动摇。秀丝却笑得更加疯狂，他反问彭城，难道是怕自己上台之后会被废掉全身武功变成废人吗？面对这种必死的陷阱，彭城该如何抉择？秀丝歪着头露出一丝冷笑，他反问彭城，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让他自废武功了？彭城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声追问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秀丝脸上的笑意变得异常残忍，他说根本不需要那些多余的手段，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能在这里直接把彭城活活打死。他让彭城别再在那自言自语了，赶紧滚上台来受死。他甚至给这位南宫家的长辈起了一个充满侮辱性的外号，叫他蛇眼。狂暴的红色真气瞬间炸裂开来，秀丝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要的不是妥协，而是南宫家最强者的鲜血。这场死斗已经无法避免了，根本不需要封印武功。秀丝满脸血迹的冷笑着，反正结果都一样，我会直接把你打死。别再废话了，老毒蛇，给我滚上来受死！家主，让我去吧。彭城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冲上去救回南宫绿。面对长老的请战，南宫怕却陷入了沉默，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毕竟南宫绿的命就在一线之间。南宫怕死死攥住拳头，他很清楚这是个陷阱，可如果不去，南宫绿就真的没命了。那就上去吧。南宫怕一句话直接把彭城架到了火上，他本想客套一下，没想到家主答应的这么干脆。这个疯子彭城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南宫怕肯定没安好心，这绝对是个送死的坑。周围的人还在感叹，觉得彭城为了救侄女
竟然赊的，甚至开始同情对面的敌人。你们懂个屁！彭程心里疯狂咒骂，他现在每走一步，都感觉是在往地狱里跳。彭程，你个懒骨头！南宫天站在高处，发出一声怒吼，到底还要让老夫等多久？面对剑王的催促，彭程只能硬着头皮冲出去，大喊着这就过来。这一战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南宫天发出一阵狂笑，这种久违的兴奋感让他周身的真气都在沸腾，他已经等不及看这场好戏了。可台阶上的彭程心里只有无尽的咒骂，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南宫家族的长老，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卒耍得团团转。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就只能拼命了。彭程死死盯着前方的身影，试图看穿对方的底细。他披着一身野兽皮毛，看起来甚至还没成年。彭程悬着的心稍微放了下来，只要不是什么返老还童的老怪物，他有绝对的信心能亲手拧断这小子的脖子。可还没等他出手，对面的狼首面具下传来了一阵冰冷的声音：“南宫彭程，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可是我必杀名单上排在第1位的人。当年为了掩盖真相，你连查都不查，就抹平了整个门派，甚至连重伤的幸存者你都不肯放过。”秀丝一字一句地揭开彭程那层虚伪的皮，甚至在五毒蛟覆灭后，你还发动整个武林把我打成公敌。现在你打算怎么收场？面对这些血债，彭程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甚至大方承认了：“没错，那些事确实是我干的。既然抓了母狼，为什么连幼崽也不放过？”秀丝的声音越来越冷。彭程理直气壮地回答：“斩草就要除根，这种危险的畜生，如果留着他长大，只会变成祸害人类的野兽。”果然一点都没变。秀丝发出一声冷笑：“你的残忍和固执，简直刻到了骨子里。既然这样，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这片天空下，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个。对不起了。”秀丝看着眼前的彭程，语气冷得让人发指：“作为补偿，我会亲手把那条老毒蛇送进地狱。”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秀丝突然出手，南宫绿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整个人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你这个疯子！”南宫绿虚弱地咬着牙，“这里可是南宫家族，你以为杀了人还能活着走出去吗？”“我可以。”秀丝的回答只有3个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狂妄。台下的南宫怕彻底坐不住了，他眼睁睁看着秀丝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自己的女儿做出了最出格的举动。南宫绿，南宫怕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可一切都已经晚了。秀丝根本没打算回头，他要用最极端的方式彻底终结这场恩怨。随着一声沉闷的吞咽声，秀丝完成了最疯狂的举动。南宫绿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整个人在绝望中挣扎。“你太吵了！”秀丝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仿佛手中抓着的不是南宫家的千金，而是一个随手可弃的物件。台下的南宫怕彻底怒了，他指着秀丝大声质问：“这和说好的不一样，你竟敢当众毁约！我可没有伤他。”秀丝冷冷地回过头，语气平静得让人胆寒：“我只是给他喂了点毒，这不算违背诺言吧？”秀丝这种玩弄规则的手段，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莫名的寒意。秀丝猛地一甩手，像扔垃圾一样把南宫绿直接从高台扔了下去。南宫绿，南宫怕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飞身而起，在半空中接住了女儿。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就发现情况不对劲，南宫绿体内的真气正在疯狂地向外溃散，这是散功毒。南宫怕彻底慌了，这种毒药极其诡异，竟然在强行化解南宫绿苦修多年的内力，连南宫家主都没见过的奇毒。那个疯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快叫医官！南宫怕抱着昏迷的女儿，失声冲着台下大喊：“快把医官给我找来！南宫家族的长女，如果就这样废了，那今天这里的所有人恐怕都要跟着陪葬。给我拿下这个疯子！”南宫家的守卫刚要冲上去，却被秀丝接下来的动作吓得生生停住了脚步。这就是解药。秀丝高举起手中的药瓶，在火光的映照下，那是南宫绿唯一的活命机会。谁敢再往前踏出一步，或者你这老毒蛇想跑？秀丝冷冷地盯着彭程：“我会立刻捏碎他！”卑鄙小人！守卫们气得咬牙切齿，却没一个人敢乱动，毕竟谁也担不起害死大小姐的罪名。秀丝猛地挥动长枪，重重地砸在祭坛之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巨响。他这是在警告所有人，现在的规矩由他说了算。彭程死死盯着那根长杆，他终于认出了这件武器，这分明是邪派联盟里那个收钱恶魔的标志。你和枪魔到底什么关系？彭程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不安。这种级别的怪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没必要知道。秀丝根本不想废话，他手中的长杆猛然抡起，带起一阵刺耳的破空声。这个疯子竟然直接动手！彭程被这股气势逼得连连后退，他怎么也没想到，秀丝连个招呼都不打，轰的一声巨响，整座祭坛在重击下瞬间崩塌，碎石像雨点一样四处飞溅。彭程被震得狼狈跳开，仅仅用了一招，南宫家族传承100年的祭坛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墟。秀丝站在漫天尘土中，像个真正的恶魔，冷冷地俯视着这一切。我想起来了。彭程死死盯着眼前的废墟，终于把这个疯子和那个恐怖的传闻对上了号。原来是你，那个灭了赵氏全族、血洗黑道门派的恶魔！3层深渊。彭程猛地拔出巨剑，蓝色的真气瞬间炸裂开来。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今天就绝不能放你活着离开。可他话音刚落，废墟中的秀丝突然动了，那动作快得根本不像人类，像是一道带血的残影。彭程甚至没来得及挥剑，肩膀就传来一阵剧痛，秀丝手中的利刃已经彻底贯穿了他的身体。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彭程整个人被掀飞了出去。南宫家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了。这个像老鼠一样的混蛋！彭程一边怒骂一边转身，他察觉到秀丝想绕后偷袭，自以为看穿了这种小伎俩，想偷袭我的后背。
你还嫩了点。彭程迅速调整身位，准备反击，可当他双脚落地的瞬间，却听到了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怎么回事？彭程还没反应过来，脚底就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他低头一看，地上竟然全是带毒的铁蒺藜。秀斯早就预判了他的弱点，故意引诱他踩进陷阱。这种阴损的招数，让彭程疼得发出一声惨叫。给我认真一点！秀斯站在高处冷冷的俯视。你如果不想要解药了，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你这个卑鄙小人！彭程瘫坐在地上，愤怒咆哮。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根本不配叫武者。可秀斯根本不在乎这些，在生死面前，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谈论规矩。卑鄙，不公平！秀斯单手拎着那根长杆，语气里充满了嘲讽。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指责，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从来不讲什么武德，只讲怎么让对手断气。那又怎样？秀斯冷冷地吐出这4个字，直接把彭程的抗议硬生生地给堵了回去。此时的彭程正狼狈地缩在血泊里，他引以为傲的身份和地位，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连一张废纸都不如。巨大的冲击力瞬间震碎了整座祭坛，碎石像雨点一样砸下来。南宫世家的武士们乱成一团，祭坛要塌了，所有人立刻拔剑，死守家主和家眷。在一片混乱的废墟中，彭程强行稳住了身形，他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语气里透着一丝意外。呵呵，真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小鬼竟然能使出这种招式，3层深渊，这就是你的底牌吗？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彭程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露出了狰狞的笑容。这混蛋真是太有趣了。他看着眼前的攻势，语气里充满了不屑。这种小花招，你是看不起老夫吗？狂暴的蓝色真气瞬间从他体内炸开，这个傲慢的小鬼必须付出代价。可就在剑气纵横的中心，秀斯稳稳地站住了脚，他浑身是血，眼神却冷得可怕。我早就说过了，收拾你这种货色，我一个人就绰绰有余。秀斯的攻势像野兽一样毫无章法，却带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压得彭程根本喘不过气。这简直要把人逼疯！明明内功如此深厚，招式却粗野得像个疯子。彭程一边死命抵挡，一边在脑海中飞速搜索，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为什么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恨意？但现在已经没时间想这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如果不在这里杀掉这混蛋，今天死的人绝对会是自己。彭程发出一声怒吼，全身真气疯狂倒灌进剑身。既然你想玩命，那就试试这招无尽天流。面对彭程的必杀一击，秀斯竟然在地上狼狈翻滚，这让彭程发出了刺耳的嘲笑。懒驴打滚，这种下三滥的招式，亏你使得出来，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巨大的蓝色剑气网已经封死了所有的退路。这种招式是个武道家都会觉得羞耻，可你这种疯子果然还是用了出来。锋利的剑气瞬间收拢，秀斯根本无处可躲，皮肉被割开的声音在废墟中清晰可见，鲜血像雨点一样洒满了整片地面。彭程看着被淹没的对手，发出了最后的狂笑，哈哈，就这样被彻底撕碎，去死吧！原本狂妄的笑声瞬间变成了凄厉的惨叫。彭程突然痛苦的倒地，死死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中毒了？这种卑鄙的手段让他根本无法呼吸，惨叫声穿透了烟雾，回荡在整个南宫家。外围的弟子们乱作一团。刚才那是长老的声音吗？浓烟遮蔽了一切，谁也看不清里面的状况，只能听到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哀嚎。南宫怕已经赶到了现场，正拼命稳住彭程的气息，再坚持一下，千万不能在这里倒下。随着烟雾慢慢散去，战场的惨状终于显现，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长老他还活着吗？烟雾散去，秀斯竟然摇摇晃晃的重新站了起来。虽然浑身都是剑痕，但他却露出了狰狞的笑。南宫家的老东西，刚才那一招确实差点要了命，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修炼了无极魔功的人，全身的血液就是这世上最烈的毒药。当你用剑气切开我的身体，让那些血溅到身上时，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这种血会像火焰一样，瞬间烧干你体内的真气，让你引以为傲的修为彻底化为乌有。秀斯擦掉嘴角的血迹，虽然这种状态撑不了多久，但用来送你上路已经绰绰有余了。彭程痛苦地跪在地上，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披着狼皮的怪物一步步向自己走来。秀斯随手扔出一瓶解药，给出了一个最恶毒的选择：是救你那昏迷的侄女，还是救你自己？在死亡的恐惧面前，所谓的长辈风骨瞬间碎了一地。彭程发出一声怪叫，颤抖着抓起药瓶，甚至没看一眼身边的南宫绿，就仰头把药灌进了嘴里。这一幕让在场的南宫家弟子全都僵在了原地，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德高望重的长老竟然为了自己活命，抢走了大小姐最后的希望。周围的议论声四起，愤怒和绝望在人群中蔓延。这个自私的老混蛋竟然真的做得出来，那南宫绿大小姐怎么办？她可是南宫家的未来，现在却被亲叔叔亲手推向了死路。彭程大口喘着粗气，虽然体内的剧毒暂时压制，但他作为人的尊严已经随着那瓶药彻底消失了。彭程抹了抹嘴，以为自己终于捡回一条命，只要这药没毒，他就能找机会逃离这里。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秀斯发出一声冷笑，嘲讽这个老东西真是愚蠢。还没等彭程反应过来，两行鲜血就从他眼角流下。秀斯语气冰冷地告诉他：“你刚才喝下去的其实是江族的剧毒。”彭程惊恐地挥动双手，却发现四周陷入了死寂，他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秀斯的声音像诅咒一样在黑暗中不断回响：“你就带着这一身的罪孽，在痛苦中慢慢腐烂吧。”彭程绝望地嘶吼着，咒骂眼前的男人是个怪物。他像溺水的人一样拼命挣扎，却只能在幻觉中越陷越深。曾经高高在上的长老
现在却像条丧家之犬，无力地瘫倒在血泊里。秀司看着地上的废人，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彭城长老。在无尽的黑暗中，彭城彻底陷入了恐慌，他疯狂地质问着眼前的怪物到底是谁。红色真气凝聚成一只巨大的血色猛禽，声音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脑海。你难道真的忘了我吗？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收受贿赂，活埋被你虐待的妾室，还有除掉那些挡路的人，不全都是我替你干的吗？彭丞相是被雷击中了一样，颤抖着喊出了那个名字：赵良子。可你明明已经死了。怪物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既然你还活得这么滋润，我怎么舍得一个人走？毕竟是我亲手把你送上了长老的高位。听到功臣这两个字，彭丞相是被踩到了尾巴，他歇斯底里的咆哮着：赵良子，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猎狗。不仅是你，就连整个南宫家北宫，还有那些依附我们的家族，在老夫眼里，通通都只是我的狗。在毒药引发的幻觉里，这位南宫家的长老终于撕掉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最丑陋的本性。红色幻影发出一阵怪笑，像一团散不去的阴影，死死缠住了彭城的灵魂。赵良子留下最后的诅咒，他说地府里又冷又孤独，自己会在那里等着彭城，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彭城还想强撑着面子，嘴硬说谁会在乎一个死人的胡言乱语。可话音刚落，剧毒就彻底撕碎了他的身体，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瘫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就在意识模糊的瞬间，彭城突然发现眼前的黑暗竟然散开了，他颤抖着摸向自己的脸，不敢置信的呢喃着自己竟然能看见了。彭城从噩梦中惊醒，他以为刚才看到的只是一场荒诞的幻觉，直到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大殿内猛然炸响。他惊恐地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被南宫家的守卫重重包围。彭丞相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疯狂地向众人求救。他指着身后的黑暗，哀求大家救救他，离那个疯子远一点。可周围的人只是冷冷地看着，没有一个人上前。直到他看清了坐在高处的那个人，南宫怕的声音透着让人胆寒的愤怒。他质问彭城：“你明知道那是救南宫月儿性命的唯一解药，为了自己活命，你竟然真的把它喝了？”彭城彻底慌了神，他语无伦次地辩解着，说自己当时也是迫不得已，可这种自私的借口在铁证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南宫怕最后一次叫出了他的全名：“南宫彭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难道全都是认真的吗？”愤怒的咆哮声在大殿内此起彼伏，众人逼问着彭城到底对死去的赵良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让他立刻交代清楚。彭城被吓得魂飞魄散，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就在这时，秀司冷冷地出现在他身后，他告诉这个垂死的人，江族的剧毒最是阴狠，他会夺走你的视听，却唯独会留下你的嘴巴，让你在清醒中感受无尽的折磨。彭城还想开口咒骂，却被秀司直接打断。他说万恶之源皆出自这3寸舌尖，而这句话简直就是为彭城这种垃圾量身定制的。话音刚落，秀司手中的长矛带着破空之声猛然刺下，直接贯穿了那张只会谎话连篇的嘴。就是这根舌头曾把秀司变成武林公敌，逼得他的结拜兄弟只能过着亡命天涯的日子。彭城痛苦地挣扎着，嘴里含糊不清的辩解，说自己根本没做过这些事。秀司冷冷地俯视着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你确实做过，只是你这种人贵人多忘事，早就把欠下的血债忘得一干二净了。”但秀司可是一直替他记着呢。凄厉的惨叫声瞬间撕裂了夜空，彭城在剧痛中挣扎着，他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招惹了哪尊杀神。秀司根本没打算让他死个明白，只是冷冷地告诉彭城，这辈子你都没必要知道了。长矛猛然贯穿而下，将这老家伙死死钉在了地板上，鲜血溅满了废墟。曾经不可一世的长老，现在只能像条丧家犬，虚弱地哀求秀司停手，甚至向远处的弟子求救。南宫家族的守卫正提着剑飞速靠近，试图救下自家长老。可秀司只是微微侧头，语气里带着死亡的威胁，谁敢再往前走一步，他就立刻送彭城上路。虽然这老家伙看起来已经半死不活，但作为人质，他还是有点用处的。秀司脚下稍稍用力，彭城就发出了阵阵痛苦的闷哼。远处的南宫家弟子气得咬牙切齿，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根本不敢上前一步。彭城听着这些话，心里竟然生出了一丝卑微的希望。他颤抖着声音问秀司，是不是打算就这样放过他了？可下一秒，秀司那只沾满血的手就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到临头的笑话。放过你？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秀司像拎着一袋垃圾，死死掐住彭城的脖子，猛地将他甩向半空。紧接着，那柄沉重的长矛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将这位南宫家长老狠狠钉在了远处的废墟中。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恐的尖叫声，谁也没想到，堂堂南宫家的长老竟然会败得如此凄惨。周围的弟子们开始不安地窃窃私语，他们无法想象那个传闻中的3层深渊实力竟然恐怖到这种地步。一高站在人群中，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心中却升起了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意。又是3层深渊，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他抬头望向高处，那个带着狼首的男人正孤傲地站在巅峰，仿佛在向整个南宫家族宣示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看着到在血泊中的仇人，秀司眼中的杀气终于渐渐平息，他在心里默默念道：兄弟，你的仇我报了，从现在起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吧。南宫家的弟子们颤抖着确认了死讯，谁能想到堂堂家族长老竟然在自家地盘上被人当众斩杀，这简直是南宫家族100年来最大的耻辱。家主南宫怕面色铁青，带着一众高手死死盯着高处的
那个男人，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南宫家的核心地带，竟然会发生这种惨剧。南宫怕咬紧牙关，声音里透着无尽的怒火。3层深渊，记住你答应过的事。南宫绿体内的血毒其实只能维持半个时辰，只要时间一到，他自然就会醒过来。但秀司并不打算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他随手捡起地上的药瓶，在指尖轻轻把玩。南宫怕看着这一幕，声音里透着压抑的怒火，他质问秀司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打算当众毁约吗？毕竟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看到是秀司亲手下了毒，秀司却显得不以为意。他冷冷地解释道：“这东西只要剂量合适，那就是救命的良药。可惜剩下的药已经不多了。”话音刚落，他当着南宫怕的面将瓶子里仅剩的液体随手倒在了地上。南宫怕死死盯着秀司，他根本无法判断这个疯子说的话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可看着南宫绿越来越虚弱，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再这样耗下去，南宫绿恐怕真的没命了。面对女儿的安危，南宫怕最终还是低头了。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伸出手示意秀司立刻把解药交出来，只要能救回南宫绿，他甚至愿意承诺放这个疯子一条生路。秀司看着南宫怕，嘴角露出一抹嘲讽，他漫不经心地提醒道：“如果不快点捡起来，这唯一的希望可就没了。”话音刚落，他随手一扬，那支至关重要的药瓶划过一道弧线，直接坠入了深不见底的悬崖。药瓶在岩石间不断碰撞，清脆的响声像是在嘲笑南宫家的无能。弟子们顿时乱作一团，他们惊恐地大喊着：“一定要找回解药，一定要救回大小姐！”看着这群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名门正派，此刻却像疯了一样冲向那片乱石堆。秀司站在高处，冷冷地俯视着这一切。这场关于尊严的博弈，南宫家族已经输得一败涂地。南宫怕立刻下达死命令，让精锐小队去悬崖下抢解药，剩下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围捕秀司。看着密密麻麻的南宫弟子，秀司冷冷地评价道：“这种规模的包围网确实有点威胁，但他既然敢在这里动手，就从没想过会被这群人轻易抓住。”红色真气瞬间爆发，秀司像一头失控的野兽，直接冲入人群，所到之处只剩下惨叫。南宫家的包围圈在他面前竟然像纸糊的一样脆弱。南宫怕愤怒地咆哮着，发誓要让这个疯子付出代价。秀司却指了指悬崖下方，语气平静得让人胆寒。他提醒南宫怕，最好现在就带人去搜，因为刚才扔下去的就是这世上最后一份解药了。南宫怕看着昏迷不醒的南宫绿，整个人彻底陷入了疯狂。如果南宫绿真的救不回来，他发誓要让3层深渊为此陪葬。南宫怕的怒吼声响彻了整个南宫家，他发誓就算追到地狱，也要亲手处决秀司。秀司却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随你的便。”面对四周涌上来的弟子，秀司根本没有停下的打算，他像一道血色闪电，直接撞进了包围圈。南宫家的弟子们愤怒地质问：竟敢在南宫家如此放肆，难道真以为能全身而退吗？可下一秒，所有人都看傻了眼。秀司的身影快到模糊，他竟然完全没把这些人当对手，而是直接踩着他们的头顶，在半空中飞速掠过。这种恐怖的轻功身法，让在场的弟子们感到一阵莫名的胆寒。他们惊恐地意识到，自己这些所谓的精锐，在秀司眼里，竟然只是用来逃跑的踏板。被踩在脚下的弟子只能发出无力的咒骂，却根本碰不到秀司的衣角。看着那个血红色的身影在人群上方肆意纵横，南宫怕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眼看就要成功了，只要翻过前面那道南宫家族最高的外墙，就能彻底摆脱这群疯子。秀司在心里默默盘算，只要跨过那道边界，自己就安全了。他脚尖轻点瓦片，身形再次拔高，自由就在眼前。可就在这一瞬间，一股莫名的寒意瞬间笼罩了全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黑影闪过，鲜血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刺眼的弧线。秀司简直不敢相信，在这种地方竟然还藏着如此恐怖的高手，这种攻击速度简直太疯了。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秀司，他很清楚，只要再往前一步，自己绝对会死在这里。秀司在心里暗骂，这简直是最糟糕的情况。在他的前世记忆里，这个老怪物明明早就隐退了，根本不该出现在这。眼前这位可是前任武林盟主，更是旧武林中一个活着的传奇。看着秀司僵在原地，城墙上传来一阵苍老却浑厚的笑声。南宫天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感叹这小鬼直觉竟然这么敏锐。南宫家族的剑王，曾经的武林盟主，一个活着的武林传奇。秀司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刚才要是再往前走一步，脑袋恐怕已经搬家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星剑，仅凭意志就能杀人于无形。南宫天突然回过头问：“小鬼，你怎么还不走？刚才你对我动了杀心吧？而且你刚才还打算做点别的？”南宫天再次催促秀司离开，说自己马上也会走。秀司死死盯着这个老头，现在可不是悠哉的时候，南宫家的人随时会追上来。可一眨眼的功夫，南宫天竟然凭空消失了，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等秀司反应过来，南宫天已经蹲在了南宫绿的身旁，说要看看这丫头的情况。还没等别人看清动作，南宫天猛地伸出手掌，一团狂暴的蓝色真气直接灌进了南宫绿的胸口。昏迷中的南宫绿身体剧烈一颤，猛地喷出一大口黑血。这老怪物到底是在救人，还是想要他的命？南宫天收回真气，笑着说：“这丫头现在已经没事了。”旁边的守卫赶紧围上来，发现南宫绿的脸色确实在好转，立刻护送他回内室休息。南宫天看着远去的背影，问秀司事情是不是办完了。秀司心里很清楚，这老头从一开始就能用那股恐怖的内力
直接帮南宫绿解毒，甚至能瞬间封死自己所有的退路。但他偏偏等到现在才出手，这只能说明一件事。秀司盯着南宫天说：“如果你真的想杀我，根本不用等到现在，你留着我的命，肯定是有别的目的。”南宫天听完，哈哈大笑，夸奖秀司是个聪明的孩子。秀司冷冷地回了一句：“那还真是谢谢你了，老头。”这两个各怀鬼胎的人，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守卫们一拥而上，叫嚣着要拿下这个恶徒。南宫怕冷冷下令：“把这小子给我活捉了，带到我面前受审。”眼看秀司就要被乱刀砍翻，南宫天却突然开口，让所有人立刻住手。原本杀气腾腾的守卫被这一声呵斥吓得动弹不得。南宫怕一脸疑惑地看向父亲，不明白为什么要放过这小子。南宫天却根本不给儿子面子，直截了当地说：“人是我抓到的，你们这群废物少来扫兴，这可是老夫30年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事了。谁要是敢坏了我的兴致，后果自己掂量。”南宫天斜眼看着南宫怕，问他是不是该尽点孝道了。面对老祖宗的威压，身为家主的南宫怕一言不发，只能默默退到一旁。南宫天扛着大剑走向秀司，语气狂傲到了极点。他说，在南宫家，自己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甚至连当今皇帝都要对他礼让3分。看着满身血迹的秀司，南宫天突然来了兴致，打算当场立个新规矩。他摸着胡子琢磨了半天，随后猛地竖起手指：“从现在开始，没有老夫的亲口允许，谁也不准踏出南宫家一步。”这哪是什么新规矩，分明是要把秀司死死地困在这座牢笼里，不准离开。这老头还真是霸道。南宫天发出一阵怪笑，显然很享受这种掌控感。秀司握紧手中的长矛，如果现在强行突围，躲进贫民窟的深处，成功率顶多只有30%，这几乎是在拿命去赌。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也只能放手一搏了。秀司抬头看向南宫天，问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自己走。南宫天缓缓伸出一只手，语气里满是不屑。他说可以给个优待，只要秀司能接下5招，而且这5招之内，他绝不会动用背后的宝剑，只会站在原地躲闪。既然老头把话说到这份上，秀司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这5招就是他唯一的生路。周围的人都看傻了，堂堂剑王竟然主动让招，这简直是破天荒头一回，而且还指定下5招之约。难道这小子的实力已经强到让老祖宗这么重视了？只有5招的机会，秀司心里很清楚，这老头是在逼他交出底牌。既然想看我的全部实力，那就如你所愿。秀司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他猛地踏碎地面，浑身散发出骇人的红色真气。既然生路就在这5招里，那就看看到底是谁先倒下。南宫天看着眼前的红色真气，发出一阵满意的笑声。他说：“果然没看错人。”这老头甚至张开双臂，让秀司尽管使出全力，只要能取悦他就行。秀司没有废话，第一招瞬间爆发，狂暴的红色气旋平地而起，这股力量实在太恐怖，周围的南宫家子弟感觉身体都要被吸进去了，惨叫声响彻整个会场，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这种级别的真气对撞。眼看秀司的重击就要落下，南宫天却依然稳如泰山。他不仅没有躲闪，周身反而炸裂开，一股更深不可测的威压。这哪里是让招，这分明是2头怪物的厮杀。秀司发出一声怒吼，手中的长矛重重砸下，狂暴的冲击波瞬间炸裂，周围的建筑根本扛不住。南宫家的子弟四散奔逃，生怕被废墟活埋。南宫天却在烟尘中大笑，似乎很享受这种破坏力。可就在下一秒，秀司突然停下了动作，死死盯着眼前的老头。南宫天还没反应过来，一脸轻松地问他怎么了？难道这就没力气了？秀司冷冷地开口，盯着南宫天腰间的佩剑。刚才明明说好不拔剑，可现在是怎么回事？南宫天低头一看，那柄宝剑竟然已经出鞘，正稳稳地握在他手里。堂堂剑王竟然被一个后辈逼到，身体本能地违背了诺言。看着手里已经出鞘的剑，南宫天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这老脸算是丢尽了。他开始语无伦次的狡辩，说到了他这个境界，剑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还厚着脸皮说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难免会有些老年痴呆。秀司看着眼前的老头，心里只觉得一阵荒谬。为了不承认毁约，堂堂剑王竟然宁愿当疯子。南宫天尴尬的咳嗽2声，试探着问秀司要不要把刚才那招撤回重来。秀司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的回了2个字：没必要。既然这老头想玩阴的，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南宫天发出一阵冷笑，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步。既然你已经黔驴技穷，那接下来的战斗我连剑都不需要用了，你最多还能再撑4招。我真的很期待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面对这堵无法逾越的高墙，秀司心里很清楚，普通的攻击根本没用，必须把所有的力量全部灌注在这一棍之中。这是超越极限的一击，红色的杀气瞬间炸裂，地面在这一刻彻底崩碎。这一招真的能破开剑王的防御吗？看着迎面来的恐怖杀气，南宫天发出一声惊叹，早知道这一击威力这么大，刚才真不该有所保留。面对这足以开山裂石的一棍，他竟然直接伸出了双手。既然你拿出了真本事，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南宫家的绝学3手第2式。随着一声发力的怒喝，南宫天的双臂瞬间被蓝光覆盖，他竟然打算用肉身硬生生接住这狂暴的重击。轰然巨响之下，整片大地都在剧烈颤抖，原本势不可挡的长棍竟然被他死死扣在掌心。这种纯粹的力量压制，让原本拼死一搏的秀司彻底陷入了绝望。这就是剑王真正的实力吗？南宫天发出一阵戏谑的笑声，说这种萍水相逢也是缘分，看来咱们2个之间还真是一段孽缘啊。面对这种猫捉老鼠的调侃，秀司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这种倒霉的缘分，我可一点都不想要。南宫天并没有因为被拒绝
而生气，反而竖起手指继续施压。就算你现在想拒绝，咱们的这段缘分也还剩下最后3招。秀司没有再多废话，再次死死握住了手中的长棍。既然躲不掉，那就用最狂暴的攻击来回应。随着南宫天的气势再次攀升，南宫家的绝学再度变招，3手第3式，真正的杀招现在才开始。如果说刚才那一招是鱼叉，那现在这一击简直就像是一台工程锤，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冲了过来。南宫天发出一声不屑的轻啧，面对这种蛮横的冲撞，他竟然不闪不避，直接用肉掌正面硬刚。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狂暴的冲击波瞬间炸裂，秀司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手臂上的伤口再次崩裂。南宫天甩了甩发麻的手掌，调侃说：“这一下还真疼，看来以后每到下雨天，这只手都要遭罪了。”他盯着眼前这个满身血迹的少年，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这路数是在军队里练的吧？而且还是在边境，专门用来对付蛮夷的杀人技。这根本不是普通士兵的枪法，而是把最基础的战场招式推演到了极致的纯粹暴力。你到底在战场上经历过什么样的地狱？”南宫天看着眼前的少年，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这种年纪就能达到这种境界，简直就是个怪物。他缓缓竖起2根手指，语气中竟然带了一丝怜悯，说：“还剩下最后2招，如果现在肯低头认输，刚才那一招可以不算数。”面对这种施舍般的仁慈，秀司只是不屑地啐了一口：“死老头子，真是啰嗦，这种多余的同情我根本就不需要。”他猛地抡起手中的长棍，整个人开始疯狂旋转。南宫天看着这拼死一搏的架势，不仅没有感到威胁，反而发出一阵畅快的狂笑：“有意思，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既然你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那老夫就成全你的骄傲。”随着一声刺耳的破空声，这赌上性命的最后一击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轰然落下。秀司这一棍挥出的瞬间，黑红色的杀气化作满月，仿佛要将眼前的空间彻底撕成碎片。可南宫天只是冷哼一声，双臂在胸前猛然交叉，南宫家绝学第4式在这一刻正面撞上了飓风。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2股狂暴的力量轰然炸裂。原本以为是势均力敌，可结果却是一边倒的碾压。秀司只觉得一股巨力袭来，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被这股冲击波直接掀飞，重重地砸在了远处的地面。南宫天站在原地，发出一声轻疑，似乎对刚才的碰撞感到了一丝意料之外的变数。这场实力的绝对差距，终究还是让胜负失去了悬念。南宫天看着自己微微发麻的手臂，忍不住赞叹这一招横扫千军，竟然震得他这把老骨头都隐隐作痛。虽然秀司已经满身鲜血，但他刚才那一击竟然硬生生的让这位剑王向后退了半步。围观的众人全都看傻了眼，那可是传说中的剑王，是公认最接近天下第一的存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头？南宫天收起了之前的玩味，周身真气开始疯狂涌动。既然你已经证明了自己，那接下来的最后一招，老夫绝不会再有半点留手，把你的全部都赌在这一击上吧。秀司没有任何回应，他只是沉默地举起长枪，将所有的生命力和杀气全部凝聚成一道漆黑的红光，带着同归于尽的决绝，向着巅峰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根钝器，可随着外壳层层剥落，那股被压抑已久的凶戾之气终于露出了他狰狞的真面目。秀司在心中低语，这股狂暴的力量总算被驯服了。紧接着，他的气息开始疯狂攀升，直接跨入了灭绝神功的第2重。原本稳操胜券的南宫天，此刻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秀司的内力竟然还在变身。原来刚才那种拼命的架势，竟然还不是他的全部实力。更让他没料到的是，那根一直被当成棍子使的武器，竟然是一柄散发着血光的长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南宫天再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沉下身子，将全身真气汇聚于双掌。南宫家绝学第5式，在这生死一瞬，终于要和这柄绝世凶枪展开最后的正面交锋。南宫天突然发出了一阵冷笑，他意识到，如果只是这种程度，恐怕还压不住眼前的少年。既然如此，那就没必要再保留了。随着宝剑出鞘，湛蓝色的真气瞬间炸裂，仿佛一头沉睡的巨龙彻底睁开了双眼。2股力量正面撞击在一起，爆发出的余波化作恐怖的飓风，周围的人甚至站不稳脚跟，只能惊恐地大喊着让大家小心。处于风暴中心的秀司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这就是剑王真正的实力吗？这种深不见底的内力，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可就在这股力量即将吞噬一切时，秀司体内的气息却开始发生某种诡异的变化。原本稳操胜券的南宫天突然发出了一声惊疑，他感觉到对方的内力竟然在反过来侵蚀他的真气。谁也没想到，秀司这拼尽全力的一击，竟然不是为了杀敌，而是利用反震的力量，整个人化作一道红光，瞬间消失在夜色之中。看着远去的背影，高涌下意识想带人去追，却被南宫天抬手拦了下来。这小子从一开始就打算利用最后一招逃走，如果现在把他抓回来，老夫这张脸可就真没地方搁了。第一次让他逃走是失误，但这一次显然是这少年算计好了一切。南宫怕看着父亲手中的断剑，心中充满了疑惑。刚才那一瞬间，您为什么要动用真剑？南宫天沉默了很久，看着地上那截断裂的残刃，终于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胆寒的真相。堂堂南宫家的剑王，竟然在最后关头拔了剑，为什么要打破原则？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不拔剑就会死。南宫怕急忙赶到父亲身边，他显然没见过能让父亲如此忌惮的对手。
南宫天看着手中的残剑，刚才那一招如果不是长棍，而是锋利的尖枪，自己恐怕早就没命了。那个拿着墨竹棍的家伙，绝对是个顶尖的怪物。虽然最后这一剑丢掉了剑王的尊严，但在生死面前，面子到底值几个钱？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南宫天自嘲地笑了笑，堂堂长辈却被后生晚辈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说话反复无常，还丢了南宫家的脸，这把老骨头算是彻底栽了。眼看局面就要失控，家主南宫怕立刻站了出来，他当众立下重誓，南宫家绝不会推卸责任，今天这笔账他们一定会当场清算。为了平息众人的怒火，他承诺事后必有重谢，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封锁现场。这场原本热闹的宴会，随着南宫怕一声令下，这场闹剧终于收场了。人群渐渐散去，属下默默收拾着残局。深夜的南宫家灯火通明，南宫怕却怎么也睡不着。那个神秘人使出的招式，竟然是传说中的3层深渊，可江湖上从未听说过有哪号人物能把这招练到这种地步。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来？在南宫天看来，那个对手简直是个疯子，打架像个地痞流氓，枪法更是烂得一塌糊涂。可诡异的是，他的内功和身法却早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这种自相矛盾的怪物，根本没法用常理来衡量。南宫怕听得心烦意乱，堂堂南宫家的尊严，竟然被这种人踩在了脚底下，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可南宫天却突然话锋一转，直言这件事对南宫怕来说，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南宫怕一头雾水，家门受辱，哪里来的好事？南宫天冷笑一声，那个一直倚老卖老，处处针对家主的彭城，不是刚好在混乱中丢了命吗？那个老家伙仗着资历，整天在长老会指手画脚，连南宫怕这个家主都拿他没办法。现在借着敌人的手除掉了这个眼中钉，南宫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竟然如此冷血。但南宫天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告诉南宫怕，真正的强者要学会把所有突发状况都变成对自己有利的筹码。既然那个老对手已经死了，那就干脆查清他生前的罪行，大张旗鼓地补偿受害者，把南宫家塑造成正义的化身。更绝的是，要把家族以前犯下的错全都推到死人身上，反正死人没法开口辩解，只要这盆脏水泼得够准，南宫家的名望不仅不会因为战败受损，反而会比以前更高。南宫怕听得哑口无言，他这才意识到，在父亲这种老狐狸眼里，根本没有什么意外。这场血腥的意外其实就是一场祭典，而那个倒霉的彭城就是被选中的祭品，死得其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确认南宫律体内的毒素已经彻底排干净后，南宫怕总算松了一口气。可还没等他把心放下，南宫天却突然下了一道死命令，让南宫律亲自带人去把那个叫秀司的男人活捉回来。南宫怕听得一脸懵逼，这种危险的任务为什么要让南宫律去？南宫天气得直接跳了起来，指着儿子的鼻子大骂，那个男人不仅看光了南宫律，甚至还和他有了肌肤之亲。在老头子眼里，南宫律的名声已经全毁了，这辈子恐怕很难嫁出去。既然如此，那就干脆让南宫律自己去把那个男人抓回来当女婿。南宫怕听得头都要炸了，这都什么年代了，父亲竟然还守着这种老掉牙的臣服观念。南宫天看得很透彻，他警告南宫怕不要死守着所谓的名门正派，在这个动荡的江湖，只有打破常规，南宫家才能真正活下去。可南宫怕却不以为然，在他眼里，南宫家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江湖上那点小风小浪根本动摇不了家族的根基。面对儿子的自负，南宫天只是冷冷地反问了一句：“你真的觉得南宫家已经无敌了吗？”这一句话直接让南宫怕哑口无言，原本强硬的气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南宫天长叹一口气，他告诉南宫怕，江湖就像这变幻莫测的大海，风平浪静的时候确实可以悠闲地喝酒钓鱼，可一旦暴风雨降临，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会瞬间吞没一切。南宫天像是感应到了什么，语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重，他说：“新疆那边有动静了。”南宫怕听到这个名字，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因为那里可是魔教的大本营。那个沉寂已久的恐怖势力，正像一头苏醒的巨兽，在黑暗中露出了血红色的双眼。南宫天看着远处的夜色，低声告诫南宫怕，必须立刻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巨变，因为一场足以吞没整个江湖的惊涛骇浪，马上就要开始了。而此时的南宫家还沉浸在这最后的一丝宁静里。夜色笼罩下的好正门看似一片祥和，实则暗流涌动。屋内的人缓缓放下了手中的牌位，秀司语气中不带一丝温度：“一高，你的复仇之路到此为止了。”为了好正门的未来，回忆里的秀司正坐在满是泥泞的地上，嫌弃这里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一高却笑着扔过来一捆干草席，调侃说：“总比睡在荒郊野外强。”他催促秀司赶紧铺好，因为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那时的他们虽然满身污泥，却有着并肩作战的底气。可画面一转，现实中的秀司正死死抓着地上的泥土。那场说好要一起打的仗，难道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那张破旧的草席上全是咬人的跳蚤。秀司一边抱怨这是垃圾，一边却和兄弟挤在一起。一高只是笑了笑，说只要能暖和点，这就足够了。曾经那些艰苦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竟然成了最珍贵的温度。秀司收起嘴角的笑意，在摇曳的烛火前缓缓点燃了一炷香。他将香插进炉中，像是在对老友做最后的交代。他说：“这一世你受了太多苦，希望下一辈子你能无忧无虑地活下去。”香烟袅袅升起，秀司转身走向门外的夜色。既然已经告别，那接下来的路就只能由他一个人走到底了。秀司刚踏出大门，沉重的脚步声在空荡的院子里
格外刺耳。他本以为能趁夜色离开，可还没走几步，身后就传来一声暴喝，让他立刻原地站住。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将他死死锁定，四周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那个巨大的黑影带着满脸的嘲弄，挡住了唯一的去路。这下麻烦大了，想一个字不留就走，看来你果然是个扫把星。走吧，我就不送你了。好，我知道了。本以为能悄悄离开，结果还是被盯上了。这道门后恐怕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你要去哪？一路向西，既然要走，就赶紧滚！你这个没良心的混蛋！身后传来的全是咒骂，可每一句都带着哭腔。秀司，在外面自己小心点，要是没地方去了，虎坑派永远给你留着位置。你这种人，除了这儿还能去哪？一定要回来啊！这群家伙明明舍不得，嘴上却还是这么不饶人。他压低斗笠，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既然已经到过，那就没什么好留恋的了。接下来的路只能一个人走。喂，你说的那个西方到底是在哪儿啊？宇泰扯着嗓子大喊，可屋顶上的身影早已融入了夕阳。河南，那是他要去的地方。告别了喧闹的虎坑派，温暖的余晖被黑夜吞噬，暴雨毫无征兆地落下，竹林深处只剩下冰冷的雨声，和泥土的腥味。雨越下越大，斗笠边缘不断滴水。秀司独自穿过这片死寂，突然他停下了脚步，一道惊雷划破夜空，惨白的电光瞬间照亮前方，也照出了那个狼狈的身影。是一高，他正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拼命朝这边跑来，那声音里满是绝望，仿佛身后正跟着什么索命的怪物。秀司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在这荒郊野岭的暴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姑娘恐惧成这样？一高紧紧攥着手中的药盒，低声念出了那个名字：三层深渊。原来那个人就是你。他看着秀司的背影，语气里带着一丝笃定。周英华那家伙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有两个人能让他认怂，一个是眼前的你，另一个是那天在雨里买金创药的人。还有这附近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马粪味。秀司猛地停住脚步，握着武器的手微微一顿，显然没料到自己的伪装会被这样拆穿。可下一秒，一高却闭上眼轻笑出声，说这只是个玩笑。但这真的是玩笑吗？有些真相一旦说出口，就再也回不去了。暴雨冲刷着地面，一高站在雨里，轻声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曾为我点燃驱蚊的艾草，也谢谢你曾带着我策马奔腾。那些无人倾诉的烦恼，你都一个字不落地，全部听了进去。从赵家主到黑道门，从诡异的仗鬼，再到这次南宫家族的动乱，一高的声音有些颤抖。原来这一路走来，每一个生死关头，竟然都有你的身影。秀司低着头，任凭雨水顺着斗笠滑落，始终一言不发。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可一高心里清楚，这个男人早就参与了他全部的人生。一高站在雨里，声音在空旷的街道回荡。他说他现在全明白了，虽然满心感激，也真的很想问清楚，你为什么要一直守着他？但一高心里更清楚，如果秀司真的想开口，就不会隐瞒身份到现在。秀司没有回答，只是伸手压低了斗笠，那是他准备离去的信号。看着那个决绝的背影，一高再也顾不上什么体面，他猛地冲上前去，从背后死命抱住了他。别走，求求你别走！在这场似乎永远停不了的暴雨中，他只想抓住这唯一的依靠，哪怕只有这一刻也好。秀司停下了脚步，斗笠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有死一般的沉默。一高死死拽住他的衣角，声音在雨中支离破碎。他说：“我们不是家人吗？”可下一秒，他却冷冷地抽出了手，那动作干脆的，像是要切断所有的过去。一高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越走越远，他一遍遍地追问：“你真的要走吗？”秀司没有回头，只是在漫天大雨中留下了一句再见。这一声告别，比落在身上的雨水还要冷。他走得那么决绝，仿佛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他回头。秀司头也不回地走着，只留下一句保重，消失在漫天雨幕里。一高不甘心地追了上去，脚尖溅起冰冷的水花，可无论他怎么用力奔跑，那个背影却越来越远。风吹乱了长发，原本戴在头上的斗笠在空中无力地翻转，最后啪嗒一声掉进了泥泞的水洼里。一高看着地上那顶斗笠，任由雨水打湿全身，他在心里默默许愿，如果下次还能再见，一定要亲口告诉他。原本寂静的竹林里突然刮起一阵阴冷的风，竹叶沙沙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正破风而来。南宫家族的紫月搜查队，这群专门处理脏活的精锐，已经悄无声息地封锁了所有的退路。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刚刚离去的秀司。南宫天坐在昏暗的室内，语气冰冷的不带一丝温度。他下达了死命令，必须把三层深渊带回来，而且一定要带活的。看来秀司还没走远，真正的麻烦就已经找上门了。南宫律并不在乎祖父的意图，对他来说，这个抓捕命令简直完美，因为他终于有机会亲手了结那段旧账。他脑子里全是残忍的画面，要把那个人死死绑在面前，用鞭子狠狠抽下去，直到对方体无完肤，彻底淹没在鲜血里。就在他沉浸在幻想中时，属下突然传来消息，说发现了踪迹。这个名字像是一记重锤，让南宫律整个人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他死死攥住胸口的衣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绝不能分心，他决定赌上一切，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先一步把那个男人彻底狩猎。南宫律冷冷地吐出2个字：追上他。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黑影，在茂密的竹林间疯狂穿梭，带起的劲风把四周的竹叶搅得粉碎。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亲手抓住那个男人，然后让他像狗一样跪在自己面前。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任务，更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狩猎。他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仿佛已经闻到了猎物身上那股绝望的味道。
穿过这片深山峡谷，尽头就是传闻中的地方。秀斯稳稳落在岩石上，长途跋涉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已经很久没回这里了，眼前这片水上集市就是著名的波市。码头上传来阵阵吆喝，到处都是刚打捞的鲜鱼，商贩们正忙着招揽生意。在这热闹的烟火气背后，秀斯要找的人真的会藏在这里吗？路边的汤饭香气扑鼻，只要3两银子就能饱餐。秀斯正好也饿了，他大方地坐下要了一碗，顺手扔出一块貂皮抵账。可厨师根本不买账，这里只收现钱，没钱就赶紧走人。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就在秀斯进退两难时，毕里言突然冲了出来，直接把2枚硬币拍在桌上。这点钱应该够了吧？他笑嘻嘻地看着厨师，动作干净利落。厨师虽然嘴上还在抱怨，但还是收下了钱。毕里言拉着秀斯赶紧溜走，还不忘回头做个鬼脸。看来这顿饭吃的可真不容易。毕里言歪着小脑袋，好奇地问他是不是乞丐。秀斯手里的动作顿了顿，他耐心地解释自己不是，可这丫头却不依不饶，说没钱的人就是乞丐。秀斯一时间无话可说，只能低头继续喝汤，顺便问起了他的名字。毕里言一边晃着腿，一边打听他的去向。秀斯直言要去河南，那里是武林盟的所在地，他去那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杀掉那些混蛋。毕里言听得瞪大了眼，追问他是不是武林高手，还提到了送走妈妈的人。那些人也是武林人士，听说个个都非常厉害。秀斯听完只是放下木勺，他平静地回应了一句，似乎对这些所谓的强者根本就没放在眼里。秀斯放下了空碗，把那块貂皮推了过去，当作是刚才的饭钱。毕里言却连连摆手，说这皮毛可值钱多了，让他这个乞丐大叔收好。秀斯坚持不肯欠人情。小丫头想了想，突然双手合十拜托他，如果以后遇到武林高手，能不能帮他带个话，说妈妈生病了想上岸，因为大人们都说武林中人只听同类的话。秀斯听完若有所思，他正准备答应这个请求，旁边却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让他把值钱的貂皮交出来。话音还没完全落下，一枚暗器就贯穿了男人的头，他甚至没看清是谁出手的，刚才还嚣张的劫匪，此刻只能倒在血泊中求饶。毕里言被吓得放声尖叫，码头上瞬间乱成一团，成群的水贼冲上岸边，疯狂洗劫过往的行人。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叫嚣着让所有人投降，否则一个活口都不留。刚打发走了一群山贼，现在又冒出来一帮水贼。秀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转头看向毕里言，随后猛地握紧了长枪。既然你刚才拜托了我，那我现在就帮你实现。毕里言还没明白他的意思，秀斯已经化作一道残影，直接冲进了水贼的人群，动作快到让人看不清。水贼瞬间制服了带头的首领，一脚将对方死死踩在脚下，冷冷的让对方开口说话。被踩在地上的是公孙侠，他挣扎着自报家门，说是长江水陆帮的头目。他不仅没有求饶的意思，反而态度极其嚣张，声称自己管辖着这片水域，甚至还搬出了背后的靠山，说派杜会一直在支持他。这名字听起来可不简单。公孙侠还想搬出靠山，威胁说派杜会不会罢休。结果话还没说完，水贼直接挥动巨刃，瞬间终结了他的性命，鲜血溅满了整个甲板。他冷冷地告诉所有人，派杜会根本不会管，因为他们已经被卖了。买下这些人的正是水贼。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让船上的苦力彻底绝望。他们原本以为干完今年就能还清债务回家团圆，可现在梦彻底碎了。面对众人的哀求和哭喊，水贼只觉得耳朵清静不了，随口下令让手下动手。那些手下毫无怜悯，对着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了一场单方面屠杀。惨叫声在江面上回荡，水贼随手抹掉脸上的血，看着满地的尸体，在他这种疯子眼里，不懂武功的人只是草芥，流出来的血也没什么区别。码头上到处都是尸体，鲜血顺着石砖流进江里。毕里言吓得紧紧捂住嘴。2个不长眼的水贼大摇大摆地拦住去路，嘲讽秀斯现在想走也晚了。他们盯着秀斯身后的孩子，宣称只要踏进了这片地界，命就要交给他们来管。面对左右夹击的刀锋，秀斯甚至没有挪动脚步，只是单手护住了毕里言。下一秒，长枪猛然横扫，那2个水贼还没看清动作，身体就已经被瞬间撕裂，滚烫的鲜血溅了一地。秀斯看着倒下的尸体，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原来你们这些水贼流出来的血也是红色的。这下轮到对方开始慌了。水贼头目看出他不好惹，立刻指挥手下全员出动，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埋伏在暗处的弓箭手已经纷纷拉开了长弓，无数箭矢正对准了秀斯。水贼们发出一阵狂笑，叫嚣着要把他射成刺猬。无数箭矢瞬间封锁了退路。面对铺天盖地的箭雨，秀斯只是随手一甩，斗笠在空中飞速旋转。这顶看似普通的草帽，此刻成了最坚固的盾牌，将所有箭矢挡在身外。他顺势接住斗笠戴好，动作没有半点迟疑，箭雨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反击只在一瞬之间。秀斯甩出的暗器划破长空，精准命中了高处的弓箭手。刚才还嚣张的水贼，此刻成片的从房顶摔落，码头再次陷入了死寂。秀斯持枪站在尸堆中，仿佛刚才只是热身，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时高处传来一个声音，水贼语气中带着一丝审视，他想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竟然有如此恐怖的身手。面对秀斯带来的压迫感，水贼竟然主动开口求和，提议双方互不打听身份，就此各走各的路。他觉得如果真的开战，最后肯定会有一方死掉，没必要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秀斯听完只是冷哼一声，直言死的那个人只会是水贼，甚至还想当场打个赌，
赌他杀掉水贼之后，自己的身体还能毫发无伤。这番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水贼气得咬牙切齿，骂他是不知死活的野狗，发誓要让秀司后悔来到世上。他猛地挥起那把染血巨刃，带着千钧之力劈砍下去，想要把眼前的男人剁成肉泥。可就在刀锋落下的瞬间，水贼却突然愣在了原地，手里的重兵器竟然脱手而出，巨刃在空中无力的旋转。他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自己的底牌就这样飞了。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水响，水贼的巨刃掉进了江里，溅起了一人多高的水花。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还没从刚才的变故中回神。不愧是当水贼的，就算整个人掉进水里，恐怕也只有这张嘴能飘起来。秀司这番话损到了极点，但水贼现在根本没心思反驳，仅仅是一次交手，自己的腕骨竟然就彻底断了。能瞬间废掉一流高手的人，绝对是传说中的化境宗师。这种怪物怎么会出现在这？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头也不回的立刻逃命，可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在这茫茫大海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求饶更是死路一条。眼前的男人绝不会手软，既然横竖都是死，那就只能赌上命拼一次了。水贼突然暴起发难，这搏命的一击竟然让秀司都愣了一下。但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杀敌，一道刺眼的红光冲天而起，他在向谁传递信号？信号弹在空中炸开，水贼笑得异常狂妄。援军和天毒大人马上就到，趁现在滚还来得及。可惜他威胁错了对象，秀司根本没打算逃走。既然救兵要来，那就在他们赶到前杀掉你。水贼愤怒地踏碎甲板，想靠蛮力做最后的挣扎，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种程度的抵抗简直太容易对付了。这就是你全部的本事吗？面对死亡的威胁，毕礼言表现得异常冷静，只求能让母亲平安上岸。秀司沉默地低下了头，给出了最沉重的承诺：我答应你。他提着长枪步步逼近，这下轮到水贼慌了。你疯了吗？难道你真的要杀了他？秀司的声音冷得可怕。既然你这么想动手，那就杀了他吧，但作为交换，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陪葬。秀司的话语不带感情，却让空气瞬间凝固。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他慢条斯理地描述着要如何削去你的四肢，直到只剩下一具躯干，再拔掉牙齿和双眼，割掉耳鼻，烧烂舌头，最后把你扔进猪圈里，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无尽的屈辱中活下去。水贼被这番话彻底吓住，他颤抖着搬出后台。天毒大人绝对不会放过你，帮主一定会替我报仇。可他心里很清楚，在那样的地狱降临前，谁也救不了他的命。即便搬出整个邪派联盟，也无法让秀司停下脚步。那股令人窒息的杀气已经彻底击垮了水贼。他终于意识到，手里的筹码根本保不住命，语气从威胁变成了哀求：喂，如果我现在投降，并且放了这个小鬼，你会怎么对待我？毕礼言愣愣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个凶恶的男人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可秀司的眼神没有波动，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给出的惩罚绝不会因为投降而改变。秀司留下了最后的审判：你注定要去猪圈里待着了。这不仅是恐吓，更是无法逃脱的宿命。风波平息之后，幸存的商人们聚在一起，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劫杀。当时长江水贼正要打开杀戒，多亏一位无名浪客出手，我们才捡回了一条命。可奇怪的是，大家对那人的记忆完全不同。有人说他使得一手好枪，有人却坚称那是长鞭，有人觉得救命恩人是个老头，也有人发誓那只是个少年。在那场混乱的厮杀中，谁也没能看清那位神秘高手的真面目。关于那位神秘高手的传闻已经变得越来越离谱，有人发誓他身高9尺，挥动武器时自带雷鸣，甚至有人说他面如红枣，胡须长得能拖到地上，杀完人后便逆流而上，消失在烟波浩渺之中。可另一边却有人反驳，说他明明是顺流而下的。这些幸存者的证词简直是南辕北辙，漏洞百出。南宫律听着这些荒诞的描述，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三层深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他对待南宫世家的手段看，绝不是什么名门正派，行事风格阴冷且残暴，更像是一个从地狱归来的恶鬼。可就是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却接连铲除了黑道帮派，救下了无数受苦的百姓，这次甚至保住了整支商队。他究竟是嗜杀成性的魔头，还是隐姓埋名的救世主？真相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看着争论不休的人群，南宫律心中的天平也在摇摆。那个男人到底是侠客，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他那残暴至极的手段。为了达成目的，他甚至能面不改色地掐住一个女孩的脖子，如果不听从他的命令，他真的会割掉女孩的耳朵，甚至直接划破她的喉咙。这种行径绝非正道所为，不，他绝对是个恶魔，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南宫律在心中下定了决心，正准备给这个男人定罪。可就在这时，一个稚嫩的声音响了起来：他才不是什么坏人。南宫律惊讶地回过头，发现说话的竟然是毕礼言。他正一脸认真地反驳道：乞丐大哥哥不是坏人，他其实非常善良。这句出人意料的评价让南宫律彻底愣在了原地。寂静的海滩上空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破空声，有什么东西正从上方朝着南宫律一行人急速逼近，黑影如同苍鹰般掠过树梢，稳稳地落在了沙滩上。南宫律瞬间警觉起来，但看清对方的装束后，紧绷的弦稍微松了一些。所有人停下！就在这里原地休息。比武吉一声令下，身后的随从纷纷现身。这标志性的黑色武服显然是武林盟的人到了。还没等南宫律开口询问，对方已经整齐划一地行了一个标准的武林礼。
华山派真人武灵盟在此向您问候。这突如其来的正式会面，让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好久不见了，是什么风把您吹到了这里？比武吉率先开口，打破沉默，语气中带着一丝客套。南宫绿微微欠身行礼，解释说自己正值休假，本想趁着假期回老家看看，没想到中途出了点私事，必须在回学院之前处理掉。比武吉听后点了点头。南宫绿随即反问道：“那教官，您带着这么多人，又是为了什么公事？”比武吉的神色瞬间冷了下去：“我们正在执行秘密任务，追捕一名武林公敌。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那个残杀同门师妹并企图投靠魔教的恶徒，就躲藏在这片区域。”听到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一场血腥的搜捕，看来已经无法避免。南宫绿的神色变得愈发凝重。比武吉坦言这本是机密，但现在人手确实捉襟见肘。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希望能借用南宫世家的力量，助武灵盟一臂之力。南宫绿显得有些迟疑，毕竟这是祖父交代的任务，必须先得到家族的许可。可当比武吉提到剑王前辈，南宫绿知道自己无法拒绝，只能默默接受了这个提议。所有人听令。那个恶徒就在附近，绝不能让他再伤及无辜。比武吉猛地转过身，向身后的部下下达了死命令。整齐的应答声响彻夜空，一场针对秀丝的围猎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小姐，我们反正也要去下游，目标地踪迹就在那个方向。随从的汇报打破了思绪。南宫绿看着远方，陷入沉思。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武灵盟追捕的那个死梅和3层深渊的行动轨迹，竟然诡异的重合在了一起，甚至连长江水陆帮的惨案，极有可能也是他干的。这个男人的危险程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既然大家的路线一致，那就先跟着他们走吧。但你们给我记住了，如果先发现了死梅的踪迹，绝对不要擅自交战。南宫绿的语气冷若冰霜，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这次出来的真正目标。毕竟在真正的猎物面前，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3层深渊这4个字背后隐藏的秘密，终于要揭开冰山一角了。荒草丛生的深夜里，秀丝正对着简陋的祭品沉默。酒壶里的香气还没散开，草丛中就传来了一阵不属于这里的脚步声。啊，看来已经有客人在了，请原谅我的突然打扰。死梅拨开枯萎的长草，就这样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了祭坛面前。他并没有急着动手，反而像个老友一样打量着地上的供奉。你这是在祭拜谁吗？这又是谁的坟墓？我不知道。秀丝的回答很干脆，他甚至不认识墓里的主人。既然连是谁都不知道，那你又为什么要祭拜呢？只是觉得死者孤零零躺在这里，实在是太可怜了，是吗？原来是这样啊！死梅突然咧开嘴角，露出了一个让人胆寒的笑容。那我也来祭拜一下吧。话音刚落，他猛地将武器刺入地面，整个人重重的跪了下去。这种祭拜无名种的行为，简直是世间罕见的高义。死梅低着头，声音在荒野中显得格外刺耳。既然你如此善良，那这份高义里应得到奖赏。只是不知道他口中所谓的奖赏，你到底能不能接住？拿着这把剑吧，这可是价值100金的宝贝。死梅随手扔出一把名剑，仿佛在打发一个叫花子。可他显然看错了人。秀丝发出一声冷笑：如果我是那种会被100金宝剑收买的人，那我应该先砍下你的头，去领那整整1000金的赏金。话音刚落，他稳稳握住了背后的武器。秀丝直接挑明了来意：拔出你的剑吧。死梅吴洁云，刚才那是红色信号弹吧？没错，所有人排成一列，杀光视线里的一切，一个活口都不要留。长江水陆帮的人杀到了，他们发现了这里的幸存者，叫嚣着要找出杀害白头大人的凶手，要让所有人后悔招惹他们。就在这群杂碎准备动手时，吴洁云伸出了一只手，稳稳握住了冰冷的剑柄。你和我父亲到底是什么关系？秀丝回答得很干脆：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吴洁云显然不相信这种巧合，既然没关系，你又是怎么找过来的？吴洁云提到了竹叶青和鬼葫芦酒，那是他父亲生前最爱的酒，碰巧也是他喜欢的。这种理由听起来太荒谬了，你觉得我会相信吗？吴洁云也没想过要说服谁，我也没求着你相信。但还没等两人把话说完，旁边的杂鱼就按捺不住了。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叫嚣着要送这2个狂徒上路。这群杂鱼根本构不成威胁。吴洁云一边挥剑一边随口问道：你原本打算去哪儿？秀丝压低了斗笠：河南华山派附近。吴洁云的长刀再次见红，去那里做什么？为了复仇。简单的2个字，让空气都变得沉重了。复仇的对象是谁？秀丝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一个对我来说像师傅一样的人，像师傅一样的人。这种模糊的说法让吴洁云有些无法理解。师傅就是师傅，哪来这么多弯弯绕绕？吴洁云在血雾中穿梭，这世上总有些关系是没办法解释清楚的。秀丝并不打算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吴洁云手中的长刀再次划破了敌人的喉咙。既然如此，那个像你师傅的人，他到底是谁？秀丝并不打算透露更多，你没必要知道。话音刚落，狂暴的红光瞬间炸裂，那是足以吞噬一切的杀气。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对方却发出了感叹：不愧是梅花剑法的高手。这种赞美在秀丝听来，简直比诅咒还要刺耳。他没有任何退缩，这种恶心的话，亏你说得出口。看来接下来的每一招都要见血才能收场了。别那样叫我！吴洁云的怒吼撕裂了红光，他似乎对那个名号有着极深的恶恶。秀丝稳住身形，语气中带着审判的冰冷：华山派的名字对你来说是种负担吗？为什么？接下来的话像重锤一样砸在心头。在残害了你的师妹之后，你这是打算去投靠魔教了吗？
面对这惊人的指控，空气瞬间陷入了死寂。真相到底是什么？漫天的梅花凭空绽放，但这绝不是什么美景。吴杰云手中的长剑已经化作了索命的红光，梅花剑法落梅成雨，无数剑气如暴雨般落下，封死了所有的退路。面对这近乎完美的杀招，秀丝反而发出了一声赞叹。不愧是死梅吴杰云，带着负伤的身体，竟然还能使出这种水准，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虚实交错，乱人心智。在这密不透风的剑雨中，真招与假动作不断变换，不要被那些漫天飞舞的正邪难辨的梅花瓣所迷惑。秀丝在红光中穿梭，寻找着那唯一的破绽。真正该瞄准的地方，是隐藏在这些梅花背后的那个致命点。看穿了幻象，反击就在这一瞬之间。梅花剑手这一声断喝，让吴杰云瞬间露出了破绽。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秀丝的重击已经破空而至，沉重的一击狠狠砸在了他的身上。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吴杰云，此刻只能发出痛苦的闷哼，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掀飞了出去。秀丝稳稳落地，手中的武器余威未消，这场战斗的节奏已经彻底落入了他的掌控。胜负的天平似乎已经开始倾斜了。吴杰云拄着长剑，大口喘着粗气，他满脸不甘地叫嚣着：“如果我的左臂还在，你的脑袋现在早就已经在泥地里打滚了。”面对这种败者的假设，秀丝缓缓抬起了斗笠，语气平静的令人发冷：“没错，但现实是你的手臂已经不在了。”这一句话彻底撕碎了对方最后的尊严。吴杰云愣在原地，甚至忘了接下来的动作。在生死胜负面前，从来没有如果。夜空中突然升起信号弹，秀丝抬头望向天际，蓝色代表发现目标，黄色代表已经包围。难道是武林盟的人到了？吴杰云猛地一惊，这种内部的机密信号，这个人怎么会知道？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对手，眼神中充满了怀疑。但秀丝并没有理会他，只是冷静地观察着四周。死梅和三层深渊，看来这两拨人都在这里。看着满地横七竖八的长江水陆帮众的尸体，秀丝得出了结论：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混战。原本的两人对决，现在演变成了三方乱斗，局势彻底失控了。武林盟的人还没到，华山的道士倒先追上来了。秀丝看着四周出现的黑影，连南宫家的猎犬也凑了过来，这确实有点出乎意料。比武极冷冷地质问吴杰云：“是你把他们引到这儿来的吗？”吴杰云还没来得及回答，南宫家的南宫绿已经带人封锁了所有退路。比武极死死盯着吴杰云，虽然这家伙玷污了华山的名号，但梅花剑手的实力不容小觑。他沉声下令：“所有人全员戒备。”吴杰云看着这副阵仗，自嘲地笑了笑，明明是死对头，现在居然为了抓我们联手了，看来我们两个都在被追杀啊！原本的死斗被迫终止，现在的他们必须面对更恐怖的围剿。吴杰云看着逼近的追兵，转头问身后的秀丝：“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联手杀出去？”秀丝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达成了这个危险的协议。既然如此，那就由我先来开路。吴杰云猛地蹬地而起，身形如闪电一般，直接冲向了河面上的小船。就在他挥剑的一瞬间，一股恐怖的红色气息在他身后疯狂蔓延，仿佛一尊嗜血的魔神正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这股力量根本不像是名门正派，他到底还隐藏了什么？这一剑下去，河面上的局势瞬间炸裂。这家伙疯了吗？吴杰云还没反应过来，一股毁灭性的红光直接在他面前炸裂，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狠狠地摔进泥水里。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看来就算是吴杰云，也有急功近利的时候。秀丝的声音从上方冷冷地传来，居然会中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小把戏，真是没救了。秀丝猛地伸出，像提死狗一样，直接抓住了吴杰云的后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挣扎都显得那么可笑且无力。秀丝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其实你没必要觉得太丢脸，连那个大名鼎鼎的棍魔，当初也照样栽在了我手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南宫绿完全没反应过来，比武极咬牙切齿的咒骂：“三层深渊，这群卑鄙小人！”看着周围被震慑的众人，比武极愤怒的质问：“你们到底在发什么呆？还不赶快动手，把他给我抓起来！”比武极的一声令下，手下们立刻拔剑围攻。可还没等他们靠近，耳边就传来一阵巨响。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彻底傻了眼。秀丝这个疯子竟然亲手毁掉了岸边所有的船只，他这是打算断掉所有人的后路，然后独自逃进江心。这种自绝生路的打法简直闻所未闻，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一旦让他进入大江，就再也没人能拦住他了。所有人立刻全速追击，绝不能让他靠近江面。身后的追兵穷追不舍，对着秀丝疯狂叫嚣，让他这个三层深渊的余孽立刻乖乖束手就擒。可秀丝连头都没回，这种无视才是对追击者最大的羞辱。他只是静静地站在船头，等待着最好的时机。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江面瞬间炸裂开来，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靠近的追兵全部掀翻在水里。看着那艘小船像离弦之箭般远去，追击者只能在岸边无力地咒骂着。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下是真的追不上了。南宫绿立刻下达死命令，让特种部队全员集结，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那个三层深渊的疯子。眼看对方要带走人质，南宫绿发疯般的怒吼，让他立刻交出死梅，否则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可秀丝根本没打算废话，这种赤裸裸的无视让比武极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咬牙切齿地咆哮着，三层深渊的砸碎，随着一声刺耳的金属撞击，双方最强战力终于正面撞在了一起。这一击爆发出的杀气，让周围的空气都彻底凝固了。比武极还在大声斥责，质问秀丝竟敢私自带走武林公敌，难道他真的打算和整个武林盟为敌吗？
可话还没说完，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就正面席卷而来。比武吉甚至没看清对方出手，整个人就被震飞了出去。手下们惊慌失措的围上来询问伤势，可比武吉此刻根本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刚才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种深入骨髓的寒意让他整个人如坠冰窟。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武功，这种让人绝望的压迫感，难道说秀司身后那道狰狞的魔影仿佛要将整片江面都彻底吞噬殆尽？比武吉死死盯着那个背影，心里充满了不甘。刚才那一瞬间的退缩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他绝不允许目标就这样从眼皮底下溜走。南宫绿赶紧提醒，现在的江水流速变慢了，只要动作够快，他们还有机会追上去。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比武吉最后的胜负欲，他几乎是咆哮着下令，让所有人立刻去找船，哪怕把这江水翻个底朝天，也必须把人给我追回来。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一高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就在秀司陷入绝望，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就这样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对方的声音冰冷刺骨，直接点破了他的身份，问他是不是右神将差事的弟子。死没吴杰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眼前的秀司，他显然没想到那个一向孤僻的右神将竟然会破天荒的收了2个徒弟。他随口提起了往事，当年血魔高夫背叛神教，一手创立了血魔，让整个武林陷入了无止境的混乱。原本吴杰云打算亲自清理门户，可没想到秀司竟然先他一步拿下了这颗人头，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既然秀司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死没直言自己欠了对方一个人情，而这个承诺出自左神将吴杰云之口，分量可想而知。在秀司眼里，吴杰云实在太正直了，正直的根本不像魔教中人。如果当年他没有因为那场意外背负上莫须有的罪名，以他的天赋和心性，年轻时定是大侠，老了也是一代仙翁。可惜这个江湖从来容不下这种纯粹。画面一转，比武吉还没从刚才的挫败感中走出来，四周却突然飘起了诡异的粉色花瓣。这看似唯美的景象下，竟隐藏着致命的杀机。还没等比武吉反应过来，凌厉的剑气已经瞬间撕碎了周围的宁静。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看着他总是独自一人去面对那些难缠的追兵，我确实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在我心里从未真正把他当成师傅。他对我同样冷淡，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跟不上他的脚步，那就各走各的路，没必要勉强。面对这种近乎残酷的驱逐，我只能选择沉默，因为我发现无论是在教导我还是在屠杀那些追兵时，吴杰云的脸上永远都是那副冷漠的表情，仿佛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动容。可唯独有那么一次，他在一座墓碑前露出了完全不同的神色。那是武奢的墓，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冷血男人的内心竟然也藏着无法言说的哀伤。吴杰云站在墓前，语气里少了几分杀气，多了几分沉重。他告诉秀司，这里埋葬着他的父亲。他想起父亲生前最爱喝竹叶青和鬼葫芦酒，可今天走得匆忙，竟然连一壶酒都没能带过来。这种平日里绝不会有的儿女情长，此刻却成了他心底最深的遗憾。沉默了许久之后，吴杰云突然转过头，神情变得异常严肃。他像是预感到了某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他郑重地交代秀司，如果将来有一天他死在武林盟那帮所谓的正派走狗手里，希望秀司能帮他收回残破的尸骨，让他能安安静静的葬在父亲的身边。面对吴杰云最后的请求，秀司在心里默默发誓，他一定会带那个男人回家。可谁也没想到，这个承诺竟然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空谈。现实远比想象中要残酷100倍，死梅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那一劫。他独自一人面对91名追兵，在历劫之前整整挡下了32刀，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干。可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士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放下仇恨，他们挖出了他的双眼，将那具残破不堪的尸体高高地悬挂在华山东门的城墙上，任由秃鹫和乌鸦肆意啃食。曾经威震一方的左神将，最后竟然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看着城头上那面随风飘荡的残旗，秀司终于明白，在这个吃人的江湖里，有时候连死亡都是一种奢望。那个男人的头颅被残忍地挂在长杆上，示众了整整3天，而他的身体竟然被随手塞进麻袋，像垃圾一样丢进了冰冷的浙江。终于，我重新拿起了这杆枪，去兑现那个迟到了太久的承诺。华山派的东门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名门正派正惊慌失措地大喊：到底是谁竟敢单枪匹马闯入这片禁地？是邪派的余孽，还是魔教的疯子？不，都不是。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从地狱归来，只为索命的恶鬼。华山派的守卫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男人竟然单枪匹马就彻底击溃了东门所有的防线。原本嘈杂的练武场瞬间变得死一般寂静，带头的长老死死盯着那杆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长枪，那身破旧的衣袍，还有那股令人胆寒的魔气，让他想起了一个本该只存在于传闻中的恐怖名号。长老强压下心头的惶恐，质问这个不速之客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擅闯华山圣地。面对质问，秀司缓缓抬起头，声音冷的像是从地底传出来的一样，他是为了那个曾经被你们亲手撕碎的人而来。秀司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带走死梅吴杰云的尸骨。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本该死在战场上的吴杰云猛地从昏迷中惊醒，他下意识按住额头，试图找回断掉的记忆。
火堆旁传来秀丝的声音，问他是不是终于醒了。吴洁云死死盯着眼前的人，根本不敢相信救下自己的竟然会是他。面对吴洁云的质问，秀丝只是沉默地坐着，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这种死一般的寂静，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剑拔弩张。曾经拼个你死我活的对手，现在却围坐在同一堆火旁。吴洁云的手已经摸向身侧，他在等一个解释，或者等一个再次动手的理由。秀司长舒了一口气，直言自己根本不认识吴洁云，甚至现在脑子还嗡嗡作响。但他提醒对方记清楚，在那场混乱的厮杀中，是自己救了吴洁云的命。面对这无法反驳的事实，吴洁云只能烦躁地啐了一口。虽然心里有10000个不服气，但在救命恩情面前，任何狠话都显得有些无力。火堆上的烤鱼滋滋作响，秀司自顾自地尝了一口，随口评价味道还算凑合。这种平淡的氛围让刚才的杀气消散了大半。吴洁云沉默了很久，突然放下了所有的戒备，他低声说应该先道个谢，接着竟然对着秀司郑重地低下了头。这一举动让原本淡定的秀司也愣住了。吴洁云一边吃着鱼，一边低声承认欠了个人情。秀司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感叹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死板，明明曾是天才剑客，却在眨眼间成了武林公敌。秀司没有绕弯子，直接问他被追杀的真相。吴洁云手里的木棍猛地攥紧，自嘲地给出了那个足以让他身败名裂的罪名，说他残害了自己的同门师妹。这种禽兽不如的行径，换做旁人早就拔刀相向。吴洁云发出一声冷哼，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全世界唾弃的滋味。可秀司接下来的话却让空气瞬间凝固，他盯着吴洁云的眼睛，断定那些传闻绝不可能是真的。这种毫无理由的信任让吴洁云彻底愣在了原地。吴洁云自嘲地叹了口气，那些相识几10年的同门都骂他是卑鄙的小人，可今天刚认识的陌生人却愿意选择相信他，这让他一时间无话可说。他沉默地咬着手里的鱼，任由火光映照着脸庞。在这个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刻，这份突如其来的信任比任何灵丹妙药都更能平复他内心的创伤。秀司看着跳动的火焰，让吴洁云只管听着就好，不必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接着他缓缓开口，准备讲一段被尘封的往事。随着秀司的讲述，空气中仿佛飘起了花瓣，一段没人愿意倾听的真相正穿过漫长的岁月，一点点揭开那个动荡年代的序幕。所谓的真相往往伴随着鲜血和惨叫。画面一转，对手正陷入一场苦战，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还没等他站稳脚跟，冰冷的剑尖已经死死抵住了他的咽喉。只要对方再往前半分，他的性命就会当场交代。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神情淡然的吴洁云。对手彻底放弃了挣扎，他艰难地开口承认自己已经输得一败涂地。这场实力的悬殊较量揭开了一段被刻意隐藏的残酷往事。比武招亲的擂台上，尘埃终于落定，吴洁云握着剑大口喘气，台下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整个屋顶。裁判高声宣布，这次比武的最终胜者正是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名誉的较量，裁判紧接着抛出重磅消息，胜者将获得迎娶青龙门千金康雅的机会。这可是无数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顶级奖赏。康雅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那个改变命运的回答。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吴洁云一个人的身上，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婚约。吴洁云看着眼前的家人，嘴角露出一抹笑意。这一战，他不仅赢得了名声，更赢得了一位美貌的妻子，甚至还顺手帮老丈人清理了所有心怀不轨的敌人。谁能想到，这场原本凶险万分的比试，最后竟然成了一段传遍江湖的佳话。但这份突如其来的幸福背后，真的会一帆风顺吗？那个年轻人的名号很快就响彻了整个地区。他不仅长得英俊潇洒，家里还特别有钱，再加上那一身顶尖武艺，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江湖上甚至还给他起了一个肉麻的外号，叫什么玉龙公子。听到这儿，正在吃鱼的吴洁云忍不住挠了挠头，一脸不屑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秀司没有理会他的吐槽，继续讲述着那段往事。随着名气一天天变大，真正的武林巨头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天才，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华山派。吴洁云接受了邀请，正式上山入道，成了一名华山弟子。没过多久，他就被赐予了一把刻有梅花纹路的宝剑，这在当时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意味着他已经踏入了武林最核心的权力圈。可谁能想到，这把象征荣耀的剑，最后却指向了他最亲近的人。那段日子对他来说，简直完美的像场美梦。吴洁云不仅成了受人敬仰的梅花剑手，身边还有同门的关照和师长的器重，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是多少人一辈子的终点。更让人嫉妒的是，他还有一位号称天下最美的妻子，两人相依相伴，仿佛得到了全江湖的祝福。那时候的他，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可现实的残酷就在于，他总会在你最幸福的时候，狠狠捅上一刀。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因为在他的生命里还出现过另一个女人，那是他最亲近的师妹岳梦莹。她总是独自站在飘落的梅花树下，清冷的让人心疼。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与世无争的师妹，竟然成了这场美梦破碎的第一个音符。这位师妹不仅人长得美，武学天赋更是惊人。在当时的华山派，她和吴洁云并称为吴越春秋，大家都觉得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那天在梅花树下，吴洁云叫住了岳梦莹，说是有件事想请教。岳梦莹停下脚步，静静地等着这位师兄开口。可吴洁云却显得有些局促，她支支吾吾地问：“女孩子一般都喜欢什么样的礼物？”这话一出口，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岳梦莹半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过脸去。吴洁云
还没意识到不对，赶紧追问是不是，自己问的太唐突了。过了好一会儿，岳梦莹才低声回了一句：“如果是发簪的话，应该会喜欢吧。”听到发簪这个建议，吴洁云兴奋得像个孩子，他一把按住岳梦莹的肩膀，大声向这位师妹道谢，随后便头也不回的奔向了远处的集市。岳梦莹独自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半天没有挪动步子。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轻轻抚摸着刚才被他抓过的地方，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不属于他的温度。没过多久，岳梦莹也下山来到了城里。漫天的大雪让整条街道显得有些冷清，她在人群中漫无目的的走着，却在转角的瞬间猛地停下了脚步。那个熟悉的背影就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那一刻，师兄2个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可他的手才伸到一半，就生生地停在了半空。在这热闹的街头，他也许正忙着为心爱的妻子挑选礼物，自己现在的出现又能算什么呢？曾经形影不离的2人，如今却变得格外生分。岳梦莹开始拒绝和师兄一起练剑，甚至连吃饭都要刻意避开他。吴洁云实在想不通，他拦住岳梦莹，语气里满是困惑，问他为什么要躲着自己，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岳梦莹低着头，半个身子陷在阴影里，面对师兄的质问，他只能用沉默来应对，因为那些话他根本没法说出口。其实从第一眼见到这位师兄开始，他的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这份感情藏得比谁都深。后来那些一起流汗修炼的日子，还有并肩作战的瞬间，都让这份爱意像野草一样疯长。岳梦莹终于彻底崩溃了，她卑微到了尘埃里，哭喊着说哪怕是做妾，只要师兄能看她一眼，她就心满意足了。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感觉到一股让人胆寒的气息，她颤抖着抬起头，却看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陌生脸孔。吴洁云的神情变得极其可怕，那不是心软，而是某种信念被彻底粉碎后的决绝。从那一刻起，吴洁云像是变了个人，她变得比岳梦莹还要冷漠，还要疏离，两人之间仿佛隔了一座冰山。他甚至直接找到掌门，当众跪下请求下山。谁都能看出来，他这次是铁了心要彻底离开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到底过了多少天才变成现在这样？其实根本不需要很久，仅仅是一个晚上，一切就全毁了。那是和今晚一样，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火堆旁的人正平静地讲述着那段被血淹没的往事。可就在那个晚上，所有的平静都被打破。吴洁云遭遇了这辈子最惨烈的噩耗，因为就在那天，他最心爱的妻子被人下毒，永远地离开了他。他拼了命地赶回来，可推开门的那一刻，一切还是太迟了。父亲的声音冷冰冰，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到，问他刚才到底在哪。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根本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他的家。父亲死死拽住他的衣领，质问他作为华山剑客，为什么连妻子都守不住？所谓的名号和地位，在这一刻全都成了最响亮的耳光。他踉跄着走向床边，颤抖着伸出手，却再也唤不醒心爱的人。看着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他喉咙里发出一阵闷响，那是心碎的声音。所有的理智瞬间崩塌，他死死抱住冰冷的尸体，发出了绝望的嘶吼。这一觉仿佛耗尽了余生所有的力气。他在妻子的坟前搭起了一座简陋的小屋，这一守就是整整3年。本以为会这样孤独终老，直到这一天，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死寂。那道投射进来的阴影到底是谁？来的人是师妹岳梦莹。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岳梦莹下意识捂住了嘴，他猛地冲上前抱住他，问他怎么把自己搞成了这副鬼样子，别再守着死人不放了。岳梦莹带着哭腔劝他，活着的人总得活下去。他捧起那张憔悴的脸，求他忘掉过去的一切，以后跟他一起生活。可这些温柔的安慰对他来说却像是沉重的负担。他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推开那只手，独自走进了黑暗。任凭身后如何呼喊，他都没有再回头。无论师妹怎么劝说，他的心都没有动摇过，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他宁愿在寒风中露宿，也不愿背叛那份感情，独自在山下坐了一整夜。可谁也没想到，就在第2天，他竟然被强行抓回了华山。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甚至没人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曾经的华山剑客，如今却被粗绳五花大绑，狼狈地跪在宗门广场，看着那道逼近的黑影。他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比武姬看着眼前的人，还以为是同门执行任务归来，刚想开口打个招呼，可对方却让他闭嘴。接下来的话让他整个人如遭雷击，他竟然被指控不仅玷污了师妹岳梦莹，甚至还残忍地夺走了他的性命。听到岳梦莹死掉的消息，他彻底懵了，这怎么可能？可愤怒的同门根本不听解释，辱没门风只有死路一条，叫骂声瞬间淹没了广场，无数拳脚如雨点般落下。曾经的同门师兄弟此刻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在一声声去死的咒骂中，他发出了最后的惨叫。这盆脏水他恐怕是洗不清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几乎尝试了所有办法，甚至不惜自揭伤疤。他坦白了所有的过错，甚至当众砍断了左臂，只求换回一个公道。可那盆脏水太深了，无论他怎么自残自证，罪名依然死死扣在头上。他就这样成了杀害师妹、人人的而诛心的恶魔，还得了个死梅的绰号。最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师妹胸口那个致命伤竟然是梅花剑法留下的，凶手和他一样，也是一位精通梅花剑的高手，这让他根本无从辩解。他终于看清了现实，自己从一开始就掉进了别人设好的圈套。走投无路的他，本想去投靠邪派同盟，结果那群混蛋转手就要卖了他。他这才发现，所谓的名门正派和邪道，其实全都是一丘之貉。秀思听完冷笑一声，问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决定彻底堕入魔道。
他没有否认，既然全世界都说他勾结魔教，那他干脆就坐实这个罪名。他用力握紧手中的剑，既然正邪两派都容不下他，那他就去魔教夺取力量。既然这世道不给活路，那就由他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吴杰云死死按住剑柄，那个害死他妻子和师妹的真凶，他发誓一定要亲手处决。秀司在一旁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被仇恨包围的男人。随后秀司起身指向远方，打破了这份死寂，示意吴杰云看向山下的灯火。那道城墙后面就是湖北境内的昭昌县，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只要翻过那座城，就能找到一条隐秘的小道，直通魔教的大本营新疆。听到这个消息，吴杰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他没想到魔教的入口竟然近在咫尺。秀司突然开口提议，说他可以亲自带路，帮吴杰云进入魔教。吴杰云猛地站起身来，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个男人为什么要帮自己。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这种绝密的消息，秀司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他直截了当地追问秀司是不是魔教的人。秀司只是默默拿起斗笠，语气平淡地告诉他，如果不相信，就各走各路。吴杰云陷入了纠结，他知道秀司说的没错，但这条路实在太险了，因为湖北是武当派的地盘，正派联盟在内部下了号称逃不掉的天罗地网。面对这道密不透风的墙，他们两个通缉犯真的能活着闯过去吗？面对正派部下的死局，秀司不仅没有半点退缩，反而反问为什么要躲。吴杰云还没反应过来，秀司就戴好斗笠，语气平静地说要正面突破。他甚至计划在破城之后直接反杀身后的追兵，把那些人全部歼灭。吴杰云听得整个人都傻了，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试图用逻辑去思考，但这根本就是死路一条。首先他们根本没本事破城，更别说还要回头去对付那些顶尖的高手。这两个被全武林通缉的人，真的能靠这种自杀式袭击完成不可能的逆转吗？吴杰云气得大声呵斥，觉得秀司简直是在风言风语，这种自杀计划根本行不通。他质问秀司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正派的天罗地网，那可是无数高手的围剿。秀司却表现得云淡风轻，说那不过是一群疯狗在后面提着刀乱追而已。既然知道对方的厉害，为什么还敢说破城很容易？吴杰云完全无法理解，秀司只回了2个字：简单。这让吴杰云彻底愣住了。他看着秀司拿起武器，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说吴杰云还是太年轻。显然这是吴杰云第一次成为举世皆敌的公敌，还没习惯这种刀尖舔血。秀司没有再多废话，直接迈步走向黑暗，只留下一句跟紧我。看着那个狂妄的背影，吴杰云虽然心里没底，但现在他已经没有退路了。阳光洒在秀司的肩上，他扛着长兵器，语气里透着绝对的自信。他给出了最后的期限，就在这半天之内，他会带吴杰云翻过那道墙。这不仅仅是一个承诺，更像是一场赌上性命的疯狂豪赌。半天时间，真的足够他们2个通缉犯杀进那座守卫森严的死城吗？湖北省驻长县城门口挤满了进城的人，到处都是催促和抱怨声。东高公背着巨大的药筐，在人群里横冲直撞，根本不在乎撞到了谁。别挡路，快点走，后面的人别推了。东高公不耐烦地咂了咂嘴，他猛地抡起手里的木棍，直接把周围的人强行扫开，差点砸到一个路过的小孩。你这老头在干什么？差点就打到孩子了。面对众人的指责，东高公只是疑惑地停下脚步，连句道歉都没有吗？真是个疯老头，真是麻烦死了。他完全没打算理会这些骚动。东高公直接甩出一张通行证，上面赫然写着他的身份：配刀会专属医师。刚才还在抗议的众人瞬间吓得不敢出声，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配刀会，现在知道怕了吗？这些药材是给多少爷准备的，要是耽误了少爷的兴致，你们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东高公挥动木棍驱赶人群，像赶苍蝇一样让他们滚开，脸上写满了不可一世。就在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冷笑，一个戴着破草帽的男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只顾着盯着别人的下三路，却看不见自己的死期到了吗？哪来的臭乞丐？东高公刚想发作，却发现对方的气场完全不对。你这一路上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人？你刚才才死了一条蛇。秀司的声音冷得让人发毛。东高公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已经指向了他的右脚。绝对没看错，你就是用这只脚踩碎了他。东高公低头一看，鞋底竟然真的沾着血迹，是不是觉得肩膀越来越沉？秀司的话像咒语一样子，那是蛇的怨灵在找你索命，他现在正死压在你的肩上。东高公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这股无形的力量压得几乎无法站立。很快，你的脊椎就会彻底冰冷。这种恐惧才刚刚开始，那股怨气正在你身上爬行。秀司的声音像毒蛇一样，死死缠住了东高公的脖子。接下来轮到你的右脚了，既然罪孽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你的右脚也会最先烂掉。东高公发出一声闷哼，他感觉到一股灼烧感正顺着腿部飞速蔓延。那条红色的巨蛇已经张开血盆大口，东高公双手死死抱住脑袋，在无尽的幻觉中疯狂尖叫。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医师，此刻彻底崩溃了，他狼狈地瘫倒在秀司脚下，卑微地抓着对方的衣角。大人，求你救救我，只要能让我活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已经没救了，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保住家人。秀司俯视着脚下的男人，警告他千万不要回草场的家。我不回去。东高公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他死命拽住秀司的衣角，哀求对方也给自己指条活路，只要能活命，我以后一定重新做人。秀司故作深沉地叹了口气，仿佛在做一个极难的决定。既然你这么有诚心，那我就破例为你泄露天机。东高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耳朵恨不得贴到对方嘴边。听好了，扔掉你身上所有的财物，现在立刻离开这个地方。秀丝的眼神里透着寒意，他不仅要击垮这个人的意志，还要让他彻底净身出户。要把所有东西都留下吗？东高公愣在原地不敢相信，秀丝的语气却不容置疑。药材、衣服，甚至一根草，全都得扔在这。去深山里待够3个月，洗掉你身上那股凡尘的臭味，否则怨灵永远不会放过你。秀丝突然停下脚步，死死盯着东高公的怀里，这里还有一股人间的味道。东高公颤巍巍地掏出录影，难道连这个身份证明也要一起扔掉吗？秀丝冷哼一声，那是你最该扔掉的东西。你想让怨灵顺者名字找上门吗？东高公吓得魂飞魄散，立刻把录影甩得远远的。他脱的只剩下一件内衣，在秀丝面前卑微到了极点。可看着地上的药筐，东高公心里又泛起了嘀咕：如果我就这么消失了，配刀会的人肯定会杀了我。比起虚无缥缈的怨灵，那些活着的恶魔才更可怕。别担心，这件事交给我。秀丝随口编了个理由，说自己正要去配刀会给门主的母亲算命，我会帮你把药材送到，顺便解释你遇到的麻烦。东高公听完感激涕零，对着秀丝疯狂磕头谢恩。行了，赶紧走吧，除非你真的想死在这。在秀丝冷冷的催促下，东高公只穿着一件内衣，头也不回的向远方跑去。看着那个狼狈逃窜的背影，秀丝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手里正紧紧攥着刚刚骗到手的录影。东高公，送药医师。秀丝仔细端详着身份信息，这上面描述的长相跟他本人没有半点关系。通缉令上的那张脸，现在已经彻底成了摆设。检查通过，立刻关门。秀丝背着沉重的药筐，面无表情的走过城门，守卫却根本没认出正主。你觉得那个死梅真的会往这边来吗？守卫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联军已经在附近发现了他。华山派弟子握紧了拳头，虽然那是个恐怖的恶魔，但我会拼命将他斩杀。不愧是名门正派，说话就是有底气。守卫在一旁大笑着吹捧。华山派竟然也进城了。秀丝随手扔掉伪装的绳索，既然这些名门弟子都在，那接下来的戏码就要演得再大一点。想要彻底吸引他们的注意，必须得制造点大动静了。秀丝望向远处的灯火，一场混乱正在酝酿。酒楼里正热闹非凡，一声巨响瞬间炸裂，大门被暴力踹开。秀丝拎着长棍闯了进来，把好酒好肉都端上来，再叫几个漂亮的姑娘。她站在大厅中央，语气嚣张到了极点。哪来的疯子，敢在配刀会的地盘撒野？酒客们被吓得连连后退，嘴里却忍不住咒骂：快来个人教训他！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秀丝却像没听见一样，冷冷地扫视着全场。别在后面推推搡搡。他反手拉过一把椅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坐了下来。这已经不是在要饭了，这是在公然宣战。整座酒楼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好酒好肉尽管上。秀丝大摇大摆地坐着，开口就要最好的招待。旁边的女人笑着问他：帅哥，你有钱付账吗？没钱。秀丝回答得理直气壮，本以为会被直接轰出去，谁知女人们却围了上来，说长成这样根本不需要钱，今天的酒水算我的，只要你玩得开心就好。看着这群热情的女人，秀丝心里一阵无语，这反应跟预想的完全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活得可真是太轻松了。一只粗糙的大手猛拍桌面，质问是不是他踢坏了大门。终于射得露面了。秀丝冷冷地看着对方，男子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嘲讽他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话音还没落地，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秀丝根本没打算废话，直接用最硬的东西堵住了对方的嘴。惨叫声响彻酒楼，男子捂着脸连连后退。秀丝冷冷地看着他，看来你身上的血迹还没来得及干透啊，杀了他！周围的打手一拥而上，秀丝却连头都没回，随手抄起桌上的酒杯，精准地砸向身后的敌人。2根筷子能干什么？带头的壮汉满脸嘲讽，觉得这小子已经走投无路。可话还没来得及说完，秀丝的手已经动了，筷子在空中划出残影，伴随着沉闷的入肉声，刚才还叫嚣的打手瞬间捂着脖子倒了下去。这就是死神的手段，哪怕只是一双木筷，在他手里也是索命的利刃。围攻的人群开始退缩，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眼前的男人到底有多疯。别过来！男子惊恐地嘶喊着，可秀丝根本没打算停手，手中的筷子猛然刺下，直接贯穿了对方的眼球。小鬼们，玩的时候安静一点！一个阴冷的声音从上方传来。玉度披着斗篷缓缓现身，脸上写满了不耐烦。玉度大人，救救我！男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可玉度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只说少主讨厌吵闹，让大家玩得稍微安静点。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屋里只传出一个字：不。玉度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他显然没听清，或者说他不敢相信有人敢拒绝。秀丝突然改了主意，他手里把玩着毛笔，语气轻松地说：既然要安静，那我也不是不能配合。玉度冷哼一声，以为这小子终于认怂了，嘲讽他总算看清了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可话音刚落，秀丝的身影瞬间消失，整个人像一道黑色闪电，直接跨越了整个大厅。玉度还没反应过来，身边的木栏杆就被震得粉碎，他嘴上还在骂着对方找死，甚至觉得这只是垂死挣扎。他甚至没看清对方是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后，可下一秒，他的声音戛然而止，一抹血色在空中炸开，这一击快到无法捕捉。玉度甚至没感觉到疼，只是下意识的想发出声音，却发现喉咙里只剩下漏风的嘶鸣，鲜血瞬间染红了地板。秀丝缓缓转过身，看着这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现在却连站都站不稳的男人，
他语气平淡地问：“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足够安静了？既然你这么讨厌吵闹，那就永远闭上嘴巴。”秀丝随手抹掉脸上的血迹，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刚才杀掉的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苍蝇。他重新握紧长枪，在这片死寂中，只剩下他冰冷的背影。这个名字在湖北曾经是一个恐怖的代号，配刀会。他们盘踞在楚长县，势力大到能与诸葛世家抗衡，在整个湖北境内地位仅次于武当派。名义上他们是当地最强的黑道势力，可谁能想到，支撑起这份滔天权势的，竟然是见不得光的人口买卖。无数无辜者的血泪成了他们晋升的阶梯，而这一切罪恶的源头都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夫差楼。在夫差楼的最深处，配刀会少主兜佐润正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身边美女环绕，手里却拿着一张画像，那是被悬赏的吴杰云，曾经赫赫有名的玉容公子。兜佐润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语气里满是不屑。他问身边的女人：“你们觉得我和画上这家伙到底谁长得更好看？”他觉得自己风流倜傥，而对方不过是个长相粗犷的野路子。女人们自然极力讨好，纷纷夸赞少主英俊潇洒，那个通缉犯根本没法比。兜佐润听得正起劲，沉浸在虚伪的吹捧中。可就在这一瞬间，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原本轻浮的笑意突然僵在了脸上。兜佐润的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女孩身上，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唯独她显得格格不入。他随口问了一句：“这丫头怎么一脸丧气？叫什么名字？”女孩吓得缩了缩脖子，声音细若蚊蝇。她说自己叫毕里香。旁边的女人赶紧解释，这孩子的母亲和妹妹前阵子被卖到了波斯商队，所以才整天魂不守舍。兜佐润听完冷笑一声，语气平淡的让人发指。他说，既然是卖给了波斯人，那多半是落到了长江水陆帮的手里。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干脆当他们已经死了吧。那些无法无天的水匪，连卖不出去的残次品都要榨干最后一滴血才会彻底扔掉。毕里香整个人僵在原地，最后一丝希望被这番话彻底粉碎。而兜佐润却像是在分享什么有趣的笑话，发出了阵阵刺耳的笑声。兜佐润用手指挑起毕里香的下巴，语气里带着赤裸裸的威胁。他说，如果不想落得和你家人一样的下场，今晚就要给我卖力点。毕里香被吓得浑身僵硬，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可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时刻，门外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仿佛整个楼层都在颤抖。原本寻欢作乐的众人全都被这动静惊呆了。兜佐润皱起眉头，问手下一兜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兜神色凝重地看向门外，他说，隔壁房间的门正被人一扇接一扇的砸碎，显然是有人在闹事。坐在一旁的易道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在这片地界上竟然还有这种疯子，敢在配刀会的场子里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简直是活腻了。伴随着一声爆响，厚重的房门瞬间粉碎，木屑在空中狂乱飞舞。兜佐润猛地站起身，咬牙切齿地质问遇到那家伙到底在干什么？明明让他守住楼梯的。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黑影就闯了进来，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他说，你是在找这家伙吗？紧接着，一个沉重的物体狠狠砸在了酒桌中央，碗碟碎裂的声音响彻全屋，原本精致的酒席瞬间变得一片狼藉。兜佐润定睛一看，整个人如遭雷击，躺在桌上的正是守在门外的玉道。此时的他早已没了气息，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众人此刻全都闭上了嘴。兜佐润打破了沉默，他并没有因为同伴的死而愤怒，反而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他拍了拍手，对着屋里的手下大声宣布，现在开始玩个赏金游戏，只要能在这家伙身上留下一个伤口，就赏银1两，如果能砍掉他的一只手或者一条腿，赏金直接翻到10两，要是谁能把他的脑袋提到我面前，我当场给100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本还有些忌惮的守卫们，此刻眼神里全剩下了贪婪，无数把利刃瞬间出鞘，寒光映照着他们扭曲的脸。在他们眼里，眼前的秀丝已经不是人，而是一堆行走的白银。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杀气，秀丝只是冷冷地站在原地。他已经被彻底包围了，无数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在阴影中死死盯着他，战斗一触即发。为了那100两赏金，守卫们彻底疯了，他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中央。可秀丝手中的长枪瞬间化作了死神的镰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冰冷的弧光。只听见一阵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甚至还没看清招式，就被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掀翻在地，惨叫声瞬间盖过了刚才的叫嚣。长枪所到之处，根本没有人能挡住1秒，鲜血溅落在酒桌上，染红了那些还没动过的菜肴。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剩下的守卫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这根本不是什么赏金游戏，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看着满地的狼藉，一兜终于察觉到了不对，他低声感叹道，这根本不是在自寻死路，眼前的这个男人绝不是什么只会闹事的无名小卒。随着他话音落下，秀丝的身影再次闪动，无数枚暗器如同暴雨般倾泻而出，伴随着阵阵破空声，守卫们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精准地贯穿了咽喉，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易道的语气变得凝重，他大声提醒众人，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刺客，快去通知协会。可现在想走已经晚了，秀丝根本没打算留下任何活口。他反手握住背后的长枪，眼神中透出的杀意让整个房间的温度都降到了冰点。真正的杀戮现在才刚刚开始。秀丝的攻势快如闪电，3道还没来得及惨叫，就被重重的击飞出去，生死不明。眼看同伴倒下，易道彻底被激怒了，他一边怒骂着，一边挥舞长刀冲了上来。
可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人都感到脊背发凉。秀斯不仅没有躲闪，反而顺手抓起了还没断气的三道，他竟然把活生生的人当成了挡刀的盾牌，一刀的刀刃狠狠劈在了同伴的背上。这种丧心病狂的打法让在场的守卫全都看傻了眼，这根本不是在比武，而是在面对一个疯子。一刀见局势失控，终于坐不住了，他低声唤出了身边最强的战力一兜。一兜默默点了点头，眼神中杀意尽显。看来这场混战终于要进入真正的死斗了。佩刀会的精锐终于出手了，两人身形交错，使出了合击绝技半月连锁。这两道刀光配合的天衣无缝，封死了秀斯所有的退路。这种默契程度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料。秀斯在心里暗自评价，这些家伙的合击术比想象中要难缠得多。如果继续这样硬碰硬，恐怕会浪费不少时间。他可没耐心在这里陪着群人耗下去。抱歉了，我打算选一条更轻松的捷径。只见他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一脚踢开脚下的尸体，手中的长枪再次发出了嗜血的鸣叫。既然你们想玩阵法，那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送你们上路。所谓的捷径，就是直接取了兜佐润的性命。秀斯猛地一脚踢在枪柄上，长枪化作一道黑色流光，直奔主位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杀招让兜佐润彻底僵在了原地，他根本来不及躲闪，只能眼睁睁看着死神逼近。关键时刻，一道发出一声怒吼，飞身挡在了兜佐润的身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强行接下了这一击。扑哧一声，锋利的枪尖瞬间贯穿了一刀的手臂，鲜血溅了兜佐润满脸。一刀顾不上剧痛，急切地询问少爷是否无恙。而死里逃生的兜佐润此刻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刀死死盯着远处的秀斯，仅仅是随手一脚，竟然就有如此恐怖的力量。他心里很清楚，如果刚才慢了半秒，现在的兜佐润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一兜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眼睁睁看着一兜被那杆长枪彻底贯穿，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可始作俑者秀斯却只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自己的杰作，嘴里还发出一声轻喝。作为一辈子效忠主人的死士，一刀此刻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自嘲地叹了口气，说自己本该是为主子扫清障碍的工具，可面对眼前的残局，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保住主人的命。这话听得一旁的兜佐润当场愣在了原地，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兜佐润彻底气急败坏了，他指着一刀破口大骂，让一刀赶紧滚去拼命。可一刀看着满地的尸体，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种送死根本毫无意义。他缓缓跪倒在秀斯面前，说自己不想再做这种无谓的挣扎了。既然横竖都是个死，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来面对这个无敌的怪物。在秀斯疑惑的注视下，一刀竟然反手握住短剑，直接对准了自己的腹部。他打算用自尽的方式来为这位强者节省时间，以此换取最后的体面。这种极端的选择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料到。一刀留下最后的请求，希望对方能放过他的主人。随后猛地将短剑刺穿了自己的喉咙，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这个忠诚了一辈子的男人就这样倒在了血泊里。看着这一幕，秀斯冷冷地看向那个瘫坐在地上的兜佐润，心里只觉得一阵讽刺。在秀斯眼里，兜佐润这种贪生怕死的货色根本不配让一刀用命去换他的狗命。可更让人心寒的是，兜佐润不仅没有半点感激，反而对着尸体破口大骂。他责怪一刀是个蠢货，抱怨这个保镖死了，接下来谁还能保护他？这种自私到骨子里的嘴脸，简直比杀人还要诛心。看着步步逼近的秀斯，兜佐润彻底丧失了尊严，他像条死狗一样死死拽住对方的衣角。为了能活命，他竟然丧心病狂的大喊，让秀斯去找他父亲报仇，说自己是无辜的。见对方不为所动，他又慌忙掏出全身财宝，一股脑全撒在了地上。他以为这世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只要能保住这条命，给多少钱他都愿意。可秀斯只是冷冷地回了4个字：我不需要。还没等兜佐润反应过来，那杆沉重的长枪已经带着毁灭的气息迎头横扫了过来。伴随着一声惨叫，这个卑劣的小人连同他的那些财宝瞬间被狂暴的劲气吞没。兜佐润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刚才那一记重击几乎要了他的半条命，他痛苦地蜷缩在废墟里。看着这个烂泥一样的男人，秀斯缓缓收起了长枪，周围的火焰映照着他那张毫无波动的脸。他随手踢开脚边的残骸，语气冰冷得让人发指。他说自己改变主意了，并不是因为兜佐润的求饶，而是看在那个自尽的部下那份至死不渝的忠诚上，他决定留下兜佐润的狗命。听到这番话，原本还在哀嚎的兜佐润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顾不上身体的剧痛，忙不迭地开口道谢。兜佐润还没来得及庆幸，4道凌厉的劲气就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声音，他的双肩和双膝同时爆裂出大片血花。秀斯确实没打算杀他，但却用最残忍的方式当场废掉了他的4肢。兜佐润发出了绝望的哀嚎，整个人瘫在血泊里，连动一下指头都成了奢望。可秀斯只是冷冷地俯视着这个半死的人，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让兜佐润先别急着昏死，一定要保持清醒，再耐心的等上一会儿。因为在秀斯看来，废掉这个小人的4肢仅仅只是个开始，真正最重要的惩罚现在才要正式上演。还没等兜佐润从剧痛中缓过来，秀斯就伸出了手指，将一滴透着诡异的鲜血直接滴进了他的嘴里。此时的兜佐润已经彻底崩溃，他浑身剧烈的抽搐着，嘴里不断溢出白沫，只能发出绝望的呜咽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刚刚吞下的究竟是怎样的诅咒。秀斯面无表情的看着这个生不如死的男人，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他转过头看向跪在一旁的一刀，语气平静的让人胆寒。他说自己确实信守承诺，留下了
都左润的一条狗命。可接下来的那个但是，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彻骨的寒意，因为活下来往往才是噩梦的开始。看着地上彻底废掉的都左润，秀丝冷冷地丢下一句话：拥有太忠心的部下，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灾难。他扛起长枪准备离开，可还没走几步，就被一群女人拦住了去路。这些女人的脸上没有死里逃生的庆幸，反而写满了愤怒和绝望。她们大声质问秀丝，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里曾是他们唯一的家，他们原本在这里安稳生活，眼看就要还清债务，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可现在因为秀丝的一场大火，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了。其中一个女人指着秀丝，发出了最尖锐的嘲讽，问她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正义。她让秀丝收起那副自以为是的英雄嘴脸，要耍威风就滚去别的地方。面对这些受害者的控诉，原本杀伐果断的秀丝第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面对女人们的指责，秀丝突然猛地挥动长枪，巨大的弧光划破长空，吓得众人连连后退。可他并没有伤人，只是收起武器，冷冷地给出了回应。他说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正义或者英雄，那些虚名对他毫无意义，他只是在走一条自己必须走的道路，仅此而已。至于这些女人的未来，他让她们按照自己的心意，随心所欲地活下去就好。原本满腔怒火的女人，此刻却彻底愣在了原地，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人群中不知是谁轻声说了一句谢谢，声音里带着一丝颤动。秀丝没有回头，直接消失在漫天火光中。他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更不需要任何人的感激。毕礼香双手紧紧合十，对着秀丝不停地道谢。他说多亏了这位恩人，自己终于能回家见亲人了。看着眼前这个女人，秀丝却突然想起了那个曾叫她乞丐的小女孩，那个天真的声音仿佛冲淡了她身上积攒已久的血腥气。一向冷酷的秀丝，此刻脸上竟然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她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背对着毕礼香随意地挥了挥手。她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救人于水火的恩人。远处的高塔火光冲天，整座夫差楼瞬间被烈火彻底吞噬。巡逻的守卫们看着眼前的惨状，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他们互相询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人认出起火点，那是佩刀会的领地，是绝对不能出事的地方。可现在火焰正疯狂蔓延，守卫头领气急败坏，咒骂着这场该死的火灾，命令所有人立刻行动。他要求调集所有士兵，赶紧去井边打水，必须在事态失控前灭火。整座城池乱成一团，守卫们四散奔逃，拼命寻找救火的工具。而就在这片混乱中，秀丝和吴洁云正压低身子快速穿行。秀丝和吴洁云在城门口被巡逻的守卫拦了下来，对方一眼就认出他们是刚才出现过的人。为了能顺利出城，秀丝自称是给佩刀会专门送药的药师东高公。他语气听起来非常焦急，请求守卫赶紧打开城门，说自己有性命攸关的急事。可守卫根本不买账，冷着脸说没有上面的命令，谁也不能私自开门，让他晚点再来凑热闹。眼看软的不行，秀丝直接上前一步，死死拽住守卫的衣服，压低声音警告对方。他说现在有一位大人物正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要是耽误了取药的时机，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守卫原本还想发火，觉得这老头在胡言乱语，正准备一把将他推开，可当秀丝亲口说出那位病人的身份竟然是佩刀会的少主都左润时，守卫整个人瞬间僵住，刚才那副嚣张的气焰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很清楚，如果少主真的出了事，自己有几条命都不够赔的。守卫士兵不敢置信地向队长确认消息的真伪，得到的回答却更加残酷。少主都左润不仅四肢全废，甚至还中了奇毒，神志不清。队长听完后愁容满面，他很清楚佩刀会首领对这个独子有多么宠溺。如果因为不开城门导致少主出了什么意外，那首领滔天般的怒火绝对会把他们烧成灰烬。就在队长进退两难时，秀丝再次抛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承诺只要现在放他出城，等他取回草药治好少主，队长就不再是个小守卫，而是整个佩刀会的恩人。这个巨大的功劳让队长彻底动摇了，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脑子里飞快权衡着利弊，最终贪婪战胜了恐惧。他咬着牙下达了命令，让手下悄悄把城门拉开一道刚好过人的缝隙。秀丝压低斗笠，轻声向守卫队长道谢，正准备带着吴洁云穿过那道狭窄的城门缝隙，可就在两人即将踏出城门时，身后的队长突然脸色一变，大声呵斥让他们站住。他死死盯着秀丝身后那个一直沉默的高大男人，语气里充满了怀疑。队长质问秀丝，刚才明明只看到一个人，这个一直躲在后面的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他命令秀丝立刻抬头，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身份，右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上，随时准备拔刀拿人。可还没等秀丝开口，守卫队长却在后面看到了熟面孔。守卫原本紧绷的神经，在看清对方长相后彻底断了。这不是夫差楼店里的伙计吗？刚才那种如临大敌的气势，瞬间变成了满脸的疑惑。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一个跑堂的？守卫队长，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吴洁云一时间支支吾吾，眼看就要交代不清楚了。身后的秀丝伸手拍了拍他，吴洁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编了个带路搬行李的借口。守卫队长倒也没起什么疑心，摆摆手示意他们赶紧进去，毕竟这大门马上就要关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吴洁云连声说着谢谢，带着秀丝头也不回地往里走。谁能想到这种拙劣的谎话竟然真的让他们混进去了。
守卫打着哈欠关上了大门，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放进去了2个足以翻天覆地的狠角色。随着守卫的一声令下，沉重的城门彻底合死，但这道门防得住外面的人，却防不住已经进城的野兽。真正的伙计被剥光了衣服，正被死死绑在远处的树林里。秀司命令吴杰云换上伙计的衣服，并且警告这个可怜的家伙，明天天亮之前不准靠近城门，否则下场就和树林里那人一样。伙计被打得满脸淤青，只能一边换衣服一边小声咒骂。这种人为刀俎的滋味，让他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翻越这道高耸的城墙，对他们来说确实不算难事。秀司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问吴杰云是不是觉得挺简单。可等两人真正进城之后，秀司才反应过来不对劲。他满脸不可思议地质问吴杰云：难道为了混进城门，就专门去招惹了整个霸道会？面对这种疯狂的指控，秀司竟然直接点头承认了，这让吴杰云感到一阵恶寒。这哪是正常人能想出的计划？看着远处火光冲天的塔楼，吴杰云心里很清楚，这种狠辣又精准的手段，绝不是一个年轻人能自学出来的。他断定这种狠辣的手段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他迫切的想知道，到底是哪位师傅教出了他。面对吴杰云的一再追问，秀司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那些被刻意尘封的记忆，伴随着漫天的火光，再次在他的脑海中翻涌。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确实曾跟随某人修行，但那与其说是教导，倒不如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残酷折磨。秀司终于缓缓开口了，他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只是语气平静地告诉吴杰云，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如数奉还而已。听到这个意料之外的回答，连见惯了大场面的吴杰云都一时间愣在了原地，他无法想象这个人到底经历过什么。听完秀司那番沉重的过去，吴杰云虽然没完全听明白，但他心里已经有了定论。他神情肃穆地抓紧衣襟，显然是被某种精神震撼了。在他看来，能体恤疾苦世人，能救人于水火是勇，而同时具备这2点的，就是万中无一的英雄。他甚至开始自我反省，觉得自己之前怀疑秀司简直是件羞愧难当的事。他正准备把秀司捧上神坛，可还没等他把赞美说完，远处就传来了路人的尖叫，说有个疯子放火烧了富察楼。那场面简直是丧心病狂，路人骂骂咧咧的跑过，口口声声说纵火犯是个疯子，这让刚才还在歌颂英雄的吴杰云瞬间尴尬到了极点。他只能干咳2声掩饰身份，生硬的把话题转了过去，问这位纵火英雄接下来到底打算去哪。既然进城了，秀司提议先找个地方吃饭，毕竟天大的事也得等填饱肚子再说。看着眼前这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吴杰云拿着筷子半天没动，他甚至有点恍惚，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吃过正经饭了。秀司在对面双手抱胸，催他别在那感慨了，赶紧趁热把肚子填饱。吴杰云这才反应过来，立刻对着满桌肉菜开始扫荡。可就在他吃得正香的时候，隔壁桌突然传来了议论声，问大家听没听说富察楼被人一把火给烧了。秀司这会儿正吃得起劲，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就是同伙。他嘴里塞着肉，还顺着话茬好奇地打听那地方到底出什么事了。他恐怕还没意识到，这顿饭吃完，麻烦可能就要找上门了。酒馆里的食客们越聊越起劲，都在抱怨富察楼被烧了之后，艺妓们全都失业回了家，以后连个找乐子的地方都没了，纷纷咒骂那个纵火的混蛋。可聊着聊着，话题突然转到了另一件事上，有人神秘地凑过去说，虽然房子没了挺可惜，但配刀会那个少主被废了，这事儿听着可太解气了。一提到那个变态少主，现在已经成了半个废人，甚至有人嘲笑他以后只能进宫当太监了。这话一出，整个酒馆瞬间爆发出一阵哄笑，大家纷纷举杯庆祝，觉得这种人渣落得这个下场，简直就是老天开眼。甚至有人专门为了这事儿跑来酒馆喝2杯庆祝一下。在一片快活的空气中，谁也没注意到角落里的那桌人。秀司听着这些刺耳的笑声，手里的动作不自觉地停了下来。而坐在他对面的吴杰云更是从头到尾一言不发，这种深藏功与名的沉默，让这顿饭的味道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看着秀司心不在焉的样子，吴杰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让他别把闲话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侠客并不是为了弱者去战斗，而是为了那些无知的人去对抗更贪婪的强者。他语气平淡地告诉秀司，你做的事情没有错，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肚子填饱，别再去想那些没用的。这番话像是点燃了引信，吴杰云突然失控地大吼起来，让秀司别再提那些人的评价。他似乎想用愤怒来掩盖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安。可就在这一瞬间，一个恐怖的身影毫无征兆地闯入酒馆里，的欢笑声还没散去，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人群背后响起，问刚才到底是谁在那儿不停地嚼舌根。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只巨大的手已经死死扣住了一个酒客的头，麦生那张狰狞的脸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眼前。被抓住的人吓得魂飞魄散，只能语无伦次地求饶。可麦生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五指猛地发力，伴随着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惨叫声瞬间传遍了整个酒馆。鲜血溅得到处都是，刚才还热闹非凡的酒馆，转眼间就变成了人间炼狱。麦生随手丢掉废掉的猎物，就像丢掉一袋垃圾。他冷冷地看着剩下的幸存者，甩了甩手上的血迹，大声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配刀会的首领麦生。这下所有人都明白了，刚才那些关于少主的嘲笑已经让他们踏进了鬼门关。麦生站在满地血泊中，对着空荡荡的酒馆大吼，让躲在暗处的人滚出来。他那双发红的眼睛已经死死锁定了某个方向。坐在角落里的秀司和吴杰云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冷静，但心里都很清楚，麦生已经察觉到了，杀子仇人
就在这间屋子里。见半天没人回应，麦生冷笑着挥了挥手，既然不肯主动现身，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大批部下瞬间冲进酒馆，封死了所有的退路。麦生已经不打算再等了，既然目标迟迟不肯现身，那就把这里的人全部杀光，只要一个接一个的砍下去，躲在暗处的人总会出来的。麦生的刀已经架在了平民头上，吴杰云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行踪已经暴露，就没必要再躲躲藏藏，如果不立刻出手，这里的无辜百姓全都要没命。可就在他准备拔剑的一瞬间，秀丝却突然按住了他的手。秀丝让他先冷静下来，因为这群疯子根本就不是冲着他们来的。那麦生的目标到底会是谁？海白庆终于站了出来，他指责这群人实在太无理，明明是对方在砸场子，现在反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麦生直接点破了他的身份，说这就是长江水贼的作风，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算账，因为他的儿子在富差楼遭了殃。可海白庆听完却完全对不上号，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富差楼，更不明白麦生在说什么。麦生觉得这只是在装傻，他愤怒地握紧了刀柄，既然不肯说实话，那就只能用命来抵了。麦生认定海白庆就是废掉他儿子的凶手，这一刀挥出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整座阁楼瞬间被红色的刀光吞没。海白庆在千钧一发之际侧身躲开，他承认这巨力刀法确实名不虚传，但光有蛮力可留不住他。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评价，紧接着又是一记重砍，那又怎么样？海白庆冷哼一声，直接迎了上去，两股力量在半空中正面撞击。海白庆终于亮出了底牌，他是长江水寨的12天头之一，统领着上千名水贼。麦生显然被这个消息镇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传闻中那个最神秘的海白庆竟然会是一个女人。海白庆劝他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既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就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牺牲。可麦生却根本不买账，就算对方身份再显赫，动了他的儿子也必须血债血偿。水贼也有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今天这事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海白庆根本听不懂麦生在说什么，他来这里是为了抓杀害部下的凶手。那个部下私自买了个妓女，结果被一个路过的外人给杀了。麦生听完却皱起了眉头，那他儿子的失踪又怎么解释？海白庆直言不讳，他只在交易那个女人时见过他儿子一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交集。这时部下在麦生耳边低语了几句，似乎带回了新的情报。麦生决定先去调查这些话的真伪。海白庆却反问了一句：随你的便，但如果事实证明我是清白的，你又打算怎么办？麦生当众许下了承诺，只要证明海白庆是清白的，他不仅会正式道歉，还会把他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海白庆也乐见其成，毕竟能达成合作，对他接下来的行动更有利。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以为这场要命的冲突终于结束了，甚至有人在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可就在这时，麦生却突然停住了脚步，语气变得异常冰冷：都把刀给我握紧了，谁也不准收回去。这种反应只能说明一件事，真正的威胁根本就不是眼前的海白庆。麦生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他下达了一个让人胆寒的命令：刚才那些羞辱他儿子的人全部割掉舌头带到他面前。部下们没有丝毫犹豫，瞬间拔出了腰间的长刀，紧接着院子里传来了凄厉的惨叫，求饶声在刀锋下显得苍白无力。海白庆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即便是在无法无天的黑道，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暴行也太过火了。要不是为了完成债主的任务，他绝不会和这群疯子联手，这种被迫的合作迟早会出大问题。海白庆始终想不明白，债主为什么要下死命令，非要让他独自上岸活捉那个男人，甚至连个帮手都不给。算了，不想了，只要抓到那个叫3层深渊的家伙，先狠狠揍他一顿出气再说。而此时在另一边，吴杰云正盯着眼前的局势，南宫世家、长江水寨还有佩刀会，这些大名鼎鼎的势力竟然全聚齐了。看来你在这儿比我这个当主人的还要受欢迎。秀丝看着满地的狼藉，心里已经有了打算。同时对付3方势力确实太麻烦，如果想顺顺利利的抵达新疆，就要先除掉其中一个碍事的家伙。看来这平静的局面马上就要被彻底打破了。既然肚子已经填饱了，秀丝觉得是时候去活动一下筋骨了。吴杰云在一旁打听：这次你打算怎么收场？秀丝的回答简单粗暴，还是老规矩，安静的潜入，闹大了再出来。吴杰云听到安静这2个字，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既然要玩潜入，他刚好有个绝妙的主意。秀丝还没明白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画面一转，两人已经来到了佩刀会的大门口，这里正挂着丧旗，守卫比平时森严得多。看来吴杰云口中的好主意马上就要让这里彻底炸锅了。佩刀会的大门口，守卫看着满地的白花，小声嘀咕：是不是有人死了？同伴赶紧示意他闭嘴。那个卧病在床的少主自尽了，现在的佩刀会已经乱成一团，就算那孩子平时再混蛋，终究也是会长的亲骨肉。话还没说完，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守卫立刻示意同伴噤声。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2个身影已经走了进来。秀丝和吴杰云就这么大摇大摆地闯进了院子。这所谓的潜入，看来从第一步开始就搞砸了。秀丝最后确认了一次，问吴杰云一个人行动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毕竟他只打算在旁边看戏。吴杰云丢下一句话，让他把心放回肚子里，因为自己这辈子还没失败过。守卫看着这2个不速之客，语气里满是驱赶的意思。这里正在办丧事，识相的就别在这儿闹事，赶紧滚出去。可惜他的话还没说完，吴杰云的拳头就已经到了，一声惨叫直接划破了院子里的安静。这所谓的潜入，果然还是变成了最直接的强拆。看来今晚的佩刀会注定要再多办几场丧事了。守卫
还没从刚才那一拳里彻底回过神来，耳边就传来一声闷雷般的怒吼。谁能想到潜入配刀会竟然要靠这种招数？吴杰云这嗓门一开，全场都被这股味道镇住了。他自称是来掏粪的，还说吊唁的人太多，茅房马上就要炸了。守卫被熏得够呛，根本不想多看一眼，只想赶紧把这瘟神赶走。吴杰云倒是挺配合，主动提出要接受搜身，结果守卫连手都不敢伸，直接摆手让他们赶紧滚进去。这下连搜身都省了，计划顺利的让人想笑。最危险的地方果然也是最臭的地方。守卫嫌弃的要死，命令他们只能走后门，千万别冲撞了贵客。吴杰云倒是挺得意，觉得自己这招简直是天才。秀司只能无奈的应和着，看着这群守卫捂着鼻子，秀司心里只觉得讽刺，这帮人杀人放火什么都干，现在居然嫌弃粪便脏，难道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比这些脏东西更恶心吗？不过现在没时间感慨了，计划恐怕得临时变动，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家伙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长江水贼怎么会在这？这下局势彻底乱了。如果那个叫海白庆的女人真的打算帮配刀会，那接下来的麻烦可就大了。秀司一边走一边盘算，必须得先搞清楚这两边到底是什么关系。可这情报该从哪弄呢？他突然想起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正愁没人带路，后边就传来了叫骂声。一个卫士正指着他们，嫌他们动作太慢。秀司嘴角微微一扬，这不就是送上门的老师吗？既然咱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找个知道的人问问。看着迎面走来的卫士长，秀司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倒霉蛋还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地狱。刚才还骂骂咧咧的卫士，现在已经彻底安静了。吴杰云一边清理着兵器，一边消化刚弄到的情报。看来海白庆和麦生确实已经达成了联手，这两人一个占了东阁，一个守在西阁，摆明了是要互相照应。吴杰云转头问秀司：“咱们接下来该往哪边走？”秀司还没来得及选，远处的巡逻队就走了过来，地上的尸体根本藏不住，卫士们瞬间拔出了长剑，这下潜入彻底变成了强攻。入侵者的喊声传遍了院子，既然已经被发现了，那就看谁的动作更快吧。秀司选了西阁，吴杰云自然就包揽了剩下的东边。两人分头行动，根本没把围上来的卫士当回事。面对这群不知死活的杂兵，秀司冷冷地报出了名号：三层深渊，还有死梅。这两个名字在江湖上可都是索命的代名词。卫士们还没反应过来，这两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冰冷的刀锋就已经划过了喉咙。惨叫声瞬间连成了一片，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秀司和吴杰云的速度极快，挡路的人成片的倒下，他们就像两道黑色的闪电，直接冲向了配刀会的核心。而此时阁楼里的守卫还没意识到死神已经到了门口。秀司在屋顶上飞速狂奔，身后的卫士一边追一边喊，生怕跟丢了这个煞星。可他们还没意识到，秀司根本就没打算逃，他只是在找一个更适合大开杀戒的地方。两个卫士突然从暗处杀出，挡住了他的去路，还叫嚣着要在这里彻底终结三层深渊。面对这种不自量力的挑衅，秀司只是冷哼了一声，甚至连脚步都没打算停下，长枪在空中划出一道黑影。那两个卫士还没看清招式，就已经变成了地上的尸体。这点阻碍对他来说连热身都算不上。秀司稳稳落在西阁门前，看着里面严阵以待的守卫。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西阁的守卫显然更有眼力，一眼就认出了秀司的身份，甚至还有心思在那感慨，这大名鼎鼎的三层深渊居然比想象中还要年轻。不过感慨归感慨，杀主之仇他们可没忘。这群人一边互相提醒别大意，一边叫嚣着要让他偿命。随着领头的一声令下，几十把长剑同时刺了过来，秀司瞬间被包围在中心，刀剑碰撞的声音响彻走廊。虽然他挡住了第一波攻势，但脸上还是见到了血迹。这些家伙配合得相当默契，完全不给喘息的机会。这群人确实有点难缠。秀司在心里暗骂了一句，看来想进这道门得费不少功夫了。眼看就要被彻底包围，秀司竟然纵身一跃，直接从桥上跳进了河里。这操作把卫士们都看傻了，甚至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觉得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蠢，居然选了条死路。在他们看来，跳进水里只会动作变慢，到时候就是个活靶子。领头的卫士立刻下令，让所有人盯着水面，只要秀司一露头，就立刻发动致命一击。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水底下的动静就不太对劲了。原本平静的水面竟然钻出了一只诡异的锦鲤，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鱼。卫士们还没反应过来，水里的气息就已经彻底变了。那条锦鲤只是个幌子，还没等卫士们反应过来，脚下的桥面突然炸裂，狂暴的水流像利刃一样，直接把人顶上了半空。这根本不是在逃命，秀司竟然利用水的冲击力从桥底发动了反攻，坚固的石桥在他面前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惨叫声瞬间连成一片，卫士们终于意识到不对劲，这家伙疯了，他竟然想把整座桥都拆了。领头的吓得大声嘶吼，让所有人赶紧离开桥面，撤退到岸边的平地上。可惜现在想走已经晚了。秀司踩着浪花重新杀回桥头，看着这群狼狈逃窜的残兵，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刚才那场恐怖的爆炸直接把整座石桥炸成了碎片，守卫们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个个全都被掀进了河里。等这群人狼狈地爬上岸，才发现水面上空空如也，刚才还大杀四方的秀司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配刀会的援兵还在四处搜寻，却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个入侵者根本没在水里逗留，而是早就突破了防线，直奔主阁大殿去了。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神，因为主阁可是会主闭关的地方，万一会主出了什么差错，整个佩刀会都要跟着陪葬。守卫们拼了命地往回赶，可心里都很清楚，以那家伙鬼魅般的速度，现在恐怕已经杀到会主面前了。赶到现场的卫士们全都被眼前的惨状镇住了，原本坚固的石桥彻底崩塌，到处都是同伴的尸体，这里简直变成了一片废墟。就在这时，水里传来了剧烈的咳嗽声，幸存的秀司死抓着浮木，指着北方大声嘶吼，说那个入侵者已经负伤，翻过北墙往后山逃跑了。卫士们立刻反应过来，那家伙是想钻进深山脱身，虽然他受了伤，但展现出的实力极其恐怖，绝对是顶尖的一流高手。队长当机立断下达死命令，一部分人留下来救治伤员，剩下的人跟他全速追击，绝不能让那家伙活着离开，否则佩刀会的名声就彻底毁了。看着他们还在犹豫，虚弱的秀司强撑着身体，催促大家不用管他，赶紧去把那个怪物截住。这家伙还没搞清楚状况，居然还敢问秀司是不是唯一的幸存者。同伴让他别管伤员，赶紧去追击目标，毕竟秀司现在受了伤，他们觉得人多就能赢，可惜他想得太简单了。秀司根本没打算废话，直接封死了他的退路。如果你刚才保持安静，或许还能多活一会儿，但现在看来你的运气已经用光了。随着一声惨叫，这片战场彻底安静了下来。看着秀司周身的邪气，大家本以为他要硬闯，没想到他嘴里一直低声念叨着什么，直到地面亮起白光，才猛然惊醒。这家伙从刚才开始竟然一直在布阵，这就是传说中的64卦阵，前锋如猛虎张翼，近锋似长蛇盘旋。秀司每走一步，阵法的杀机就中一分，他已经算准了方位，只要你踏进这里，就等于进了生门。但对秀司的敌人来说，这恐怕是通往地狱的唯一入口。秀司独自推开大门，走进了这座阴森的阁楼。空旷的大殿里只剩下沉重的脚步声，可还没等他站稳，阴影里就传来一声道谢，这让秀司瞬间警觉起来。既然你能闯到这里，身份已经不重要了。麦生缓缓从黑暗中现身，巨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他竟然在感谢秀司，感谢他还能活着走到面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亲手把仇人撕碎。麦生现在的样子简直比恶鬼还要疯狂，他要用秀司的血肉去祭奠儿子的亡灵。看来这一战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扇大门。麦生死盯着秀司，嘴里念叨着鳏寡孤独。他说这世上有形容丧妻丧夫的词，也有形容孤儿老人的话，可唯独没有一个词能形容父母丧子之痛，因为那种撕心裂肺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他要让眼前的仇人感受同样的绝望。面对这排山倒海的一击，秀司竟然一步没退，甚至觉得有些可笑。他让麦生收起那副受害者的嘴脸，别在这里卖惨了。想想你们父子二人曾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让多少人流下血泪，现在这点痛苦不过是你们应得的代价。麦生原本还在愤怒咆哮，可他盯着秀司的动作，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这种独特的呼吸法让他想起了一个地方，他质问秀司是不是来自苗族。秀司显然有些意外，这种偏远的边境武学竟然会被人一眼认出来。麦生脸上的笑意变得越来越残忍，他当然记得那些蛮子，当年他曾跟着父亲亲手屠灭了整个部落，那些自诩铜头铁臂的人在他们刀下根本不堪一击。他甚至开始恶意揣测秀司死去的父母兄弟是不是就在那堆尸体里。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秀司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死握住了长枪。既然当年的血债还没还清，那今天就用麦生的命来做个了断吧。麦生发出一声狂吼，发誓要亲手宰了秀司，让他变成真正的枪鬼。可话音刚落，秀司的反击就到了，速度快到让人反应不及。麦生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小子接下自己的全力一击，竟然还能瞬间反攻，而且他看起来还不满20岁。秀司也感受到了那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天力大王这个名号果然不是白叫的。两人瞬间撞在一起，巨剑与长枪疯狂对拼，每一次碰撞都像是要把空气撕碎，谁也不敢有半点松懈，因为在这场力量的博弈中，只要稍微慢上1秒，代价就是自己的命。两股力量正面硬刚，周围的石灯笼瞬间炸碎，连地面都扛不住这股冲击，直接崩裂开来。麦生喉咙一甜，鲜血顺着嘴角流下，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这小鬼震伤，这种屈辱让他彻底暴走。他死攥住剑柄，发了疯似的向下猛劈，咆哮着让秀司去死。这一剑势不可挡，秀司躲闪不及，肩膀被瞬间撕开一道血口，鲜血溅了一地。看着受伤倒退的秀司，麦生发出一声冷哼，在他眼里，这场战斗已经可以收场了。麦生死压住秀司，兴奋地咆哮着，终于抓到你这只耗子了。可秀司却异常冷静，他反讽麦生，真正被抓住的人其实是他们父子俩。话音刚落，麦生脸上突然炸开血花，诡异的红光瞬间蔓延，疼得他连连后退。他愤怒地质问秀司，到底用了什么卑鄙的毒？这种钻心的痛苦让他几乎站不稳脚跟。秀司冷冷地看着他，直言麦生的儿子当初也是死在这种毒下，真是一对倒霉的父子。麦生被彻底戳中了痛处，他发了疯似的挥动巨剑，咆哮着不准秀司再提起他儿子的名字。趁着麦生彻底失控，秀司的长枪顺势砸下，这一击是陈力猛，直接把地面震成了碎片。麦生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显然这一枪伤得不轻。可秀司却突然停住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以麦生刚才展现的实力，这一招明明可以轻松躲开，可他为什么不躲，反而要硬生生扛下这一击？难道这家伙还藏着什么更阴险的后手？麦生发出一阵阴笑，嘲讽秀司只会耍小聪明。他扛着巨剑步步逼近，挑衅说秀司弱得让他想打哈欠。
秀司根本不吃这一套，反骂麦生是个野蛮人，这种拙劣的激将法对他完全没用。虽然察觉到麦生在憋大招，但秀司已经没那心耗下去了，管你有什么阴谋，直接正面碾碎就是了。他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无数枪影如同暴雨落下，将麦生整个人彻底淹没。麦生根本来不及躲闪，身上瞬间爆开无数血花，发出了凄惨的叫声。麦生在血泊中沉默着，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秀司彻底放松警惕的机会。秀司果然上当了，他以为抓住了麦生的死穴，猛地踏碎地面，长枪带着毁灭的气息，直取麦生的要害。机会来了，秀司这一机智在必得，黑色的枪尖已经彻底撕碎了防御，可就在得手的瞬间，秀司却突然僵住了，他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麦生发出一声低叹，仿佛在嘲笑他的天真。还没等秀司反应过来，一道冰冷的白光已经死死抵住了他的脖子。那种在战场上救过他无数次的直觉，在这一刻疯狂预警。我的第六感。秀司凭借本能强行扭转身体，一道恐怖的劲力擦着他的脖子横扫而过。他发出一声闷哼，落地后连退数步才勉强稳住身形。屋顶上却传来一声戏谑的轻笑。海白庆遗憾的感叹，刚才差一点就要手了。他居高临下的提醒麦生，别忘了两人之间的约定。秀司死盯着屋顶，终于看清了局势。原来麦生刚才的示弱，全是为了引他入局，真正的杀招一直都藏在暗处。海白庆站在高处，语气轻松的令人发指。他提议把秀司的尸体直接五五分成。麦生在下方沉默不语，任由脸上的血迹流淌。海白庆又补了一句，问麦生意下如何。这种语气就像在讨论怎么分猪肉，完全没把秀司当人看。秀司死咬着牙，在心中刻下了这两个名字：麦生、海白庆。3层深渊，海白庆终于现身了。他说，在奴隶市场的时候，他的部下欠了一份人情，可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欠别人的债。既然是债，那就要用命来还。这笔账今天必须算个清楚，迟到了还要被埋怨，这让来的人很不爽。他觉得这地方太脏了，根本不想多待一秒。既然有人嫌麻烦要走，那剩下的活儿，海白庆打算一个人接了。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拿走3层深渊的项上人头。麦生竟然和海白庆联手了，这情况确实让人意外，但现在根本没时间去纠结他们是什么关系，因为眼前的这个女人比传闻中还要难对付。他大老远跑这一趟，可不是为了听人求饶，他想要看一场足够精彩的杀戮表演。如果接不住这一招，这场戏可就演不下去了。两大高手同时发难，这阵仗确实让人头疼。麦生总算进入了状态，不再像刚才那样划水。海白庆甚至开始指挥，让麦生负责把人赶过来，他想亲手收割掉这最后的一条命。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让麦生听了很不痛快。可就在他们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海白庆却突然发现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麦生还在那儿冷嘲热讽，觉得这种招式太粗糙，根本没人会蠢到中招。可话还没说完，局势就瞬间反转了。原本被围攻的秀司竟然强行破开了死局，这一刀快到让人窒息，直接锁死了他的退路。抓到你了！刚才还一脸不屑的麦生，此刻根本反应不过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重重的一击落在身上。滚开！秀司根本不想纠缠，只想强行撕开一个缺口。他把所有的爆发力全都倾泻在了麦生身上，这一连串的重击，换做别人早就没命了。可麦生这个怪物竟然在血泊中笑出了声，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他来说竟然只是挠痒痒。眼看最强的杀招都没能撼动这个巨人，连一向淡定的枪魔此刻也陷入了沉默。刚才还说是在挠痒痒，现在恐怕就笑不出来了。秀司利用怪鸟当掩护，瞬间绕到了麦生的身后，这身法快到离谱，根本没给对方反应时间。既然砍不动你的皮肉，那就试试这招泰山压顶。沉重的冰刃带着破空声从半空中狠狠砸了下来。麦生这下终于慌了，他能感受到这一击的重量，这要是被正面砸中，就算是不死之身也得脱层皮。本以为这一招是在必得，结果却撞上了铁板。麦生早就看穿了意图，死死夹住了秀司的重击。这次被抓个正着的反而是你吧？面对这种绝境，秀司竟然还笑得出来，这副游刃有余的样子让海白庆感到极度不爽。别在那儿自鸣得意了。话音刚落，那个更恐怖的怪物一高带着排山倒海的力量从侧翼发起了突袭，他嘴里说着轻浮的话，手上的杀招却毫不留情。这下秀司彻底陷入了腹背受敌的死局，烟尘散去，人竟然凭空消失了。就在这帮人四处搜寻时，头顶传来了致命的寒意。秀司借着月色从高空洒下密集的暗器，这根本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而是个为了赢不择手段的疯子。麦生被这些阴招搞得心烦意乱，却没发现真正的杀招就在眼前。秀司从天而降，一记重踢直奔麦生的面门，这一下不仅踢碎了防御，更直接废掉了他的双眼。在生死面前，所有的体面都是废话，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真理。受了那么重的伤，麦生竟然还能笑得出来。海白庆语气里全是嗜血的兴奋，看来这点程度的偷袭还不足以要了他的命。紧接着他发出一声怒吼，震得整片大地都在颤抖。所有人立刻给我集结！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喊话，而是要把耳膜震碎的音波。海白庆被震得连连后退，连他都快受不了这动静。随着这声信号传开，黑暗中出现了新的气息。奉佩刀会首领之命，32名精锐护卫此刻已全部集结完毕。放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影，屋顶已经被彻底封死。32个顶尖高手，外加2个怪物级别的队长，这阵仗确实有点吓人。秀司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嘲这顿饭后的消食运动未免也搞得太隆重了。
随着带头的一声令下，杀了他。几十道黑影瞬间俯冲而下，要把他彻底撕成碎片。这种密不透风的包围网，他到底要怎么杀出去？面对几十个人的围攻，他竟然开始冷静的报数：31个，每出一招就带走一条命，动作干净利落的让人胆寒。30个，这根本不是在突围，而是一场单方面的狩猎。29个，就在这帮人拼命合围时，他竟然把手里的长兵器扔了。这家伙疯了吗？居然自己缴械投降！护卫们觉得机会来了，发了疯似的朝他心口刺去，却没人注意到他指尖缠绕的那些细线。既然长兵器碍事，那就换种更残忍的杀法。这帮人还以为捡了便宜，其实是自己钻进了绞刑架。细线划过半空的瞬间，几条人命就这么没了。25，秀斯稳稳接住长枪，报数的声音冷得像冰块。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精锐，现在满地都是他们的尸体。这家伙根本不是人，我们绝对对付不了他。恐惧在人群中飞速蔓延，有人甚至想转头逃跑。可还没等他迈开腿，身后就传来一阵闷响。队长，你为什么要杀我？麦生竟然亲自动手，把退缩的部下劈成了2半。在他眼里，没用的废物不配活命。这下护卫们彻底绝望了，前有死神，后有疯子。佩刀会的武士也敢逃跑？谁敢给这场圣战抹黑，我就亲手送谁上路！麦生发了疯似的咆哮，要把临阵脱逃的人全宰了。但这还没完，暗处又传来更阴毒的声音：那个秀斯顶多杀掉你们，但我手里还攥着你们的家人。这根本不是在打仗，而是用全家老小的命在威胁。护卫们被逼到了绝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送死。秀斯看着这出闹剧，无奈地叹了口气：到此为止吧，再打下去纯属浪费时间。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彻底点燃了麦生的怒火。你这疯子到底在胡说什么？秀斯没打算跟他废话，只是淡淡的回了一个字：好。既然你们急着投胎，那我就成全你们。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战场上突然多了一股气息，漫天花瓣落下，吴杰云不紧不慢地走来，他身后跟着一群黑衣人，每一步都踩在血泊里。抱歉，我来晚了。他一边调整面罩，一边漫不经心地打着招呼。你要知道，花朵盛开是需要时间的。满地的鲜血还没冷透，吴杰云终于赶到了战场，但这速度显然没让人满意。秀斯抱怨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不少，甚至还有心思聊起原意，说什么花开需要时间。面对这一大堆废话，吴杰云一言不发，只是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表面上看吴杰云还算冷静，实际上内力已经消耗了大半，现在的强悍不过是强撑而已。秀斯一眼就看穿了虚实，嘲讽这满地的狼藉太杀风景。既然不懂怎么温柔的修剪，那就只能由他来接手了。这就是传闻中的死梅吗？吴杰云刚一露面，就送上了一份血腥的大礼。他一边擦着剑上的血，一边开启了毒蛇模式，嘲讽堂堂门主竟然像个小姑娘，躲在手下后面不敢见人。难道长得这么壮，其实是有什么社交恐惧症吗？麦生被气得够呛，反击说一个独臂废人，也就只剩下嘴硬这点本事了。可吴杰云根本不在乎这种羞辱，他指了指满地的尸体，对付这群杂鱼，哪怕只有一只手也绰绰有余。这种赤裸裸的蔑视，让麦生的怒火彻底烧到了头顶。就在气氛紧绷到极点时，秀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旁，担心吴杰云现在的身体吃不消。吴杰云却只是冷笑一声，真正的战斗还没开始，他现在才刚刚热完身。既然对手有2个，那就干脆一人分一个。秀斯提议速战速决，吴杰云也没客气，直接点名要对付那个蓝头发的女人。两人甚至没多商量，一个眼神交汇就达成了默契。既然决定了分头行动，那就只能祝对方待会儿还能活着见面。看着这2个男人瞬间散开，海白庆显然还没反应过来，他冷哼一声，觉得这组合简直荒谬透顶。堂堂正派的大英雄，居然会和杀人如麻的吴杰云混在一起，这传出去怕是要笑掉大牙。面对这种挑拨离间，吴杰云根本没往心里去，反而觉得这女人的逻辑挺有意思，在这种玩命的时刻，居然还有心思操心别人的名声。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英雄名号，真要是那种正派大侠，怎么会混成现在的武林公敌？他甚至直言不讳，自己就是想去邪派当个老大。海白庆听完冷笑一声，既然想当大魔头，直接去天魔山报道不就行了？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吴杰云无奈地叹了口气，本来想安安静静的离开，谁知道被秀斯那个疯子卷了进来，再加上亲眼目睹了佩刀会的暴行，这事儿他管定了。不管以后是成佛还是成魔，这帮畜生今天必须死，连带着那群同流合污的海盗，一个也别想跑。海白庆虽然承认佩刀会不是好东西，但他觉得这事儿挺冤枉，要不是为了对付秀斯，谁愿意跟那帮疯子联手？可话锋一转，他看着眼前这个强悍的男人，竟然当场抛出了橄榄枝，问吴杰云要不要干脆倒戈，加入他们这一边。面对这种诱人的邀请，吴杰云连1秒钟都没犹豫，直接2个字甩过去：没兴趣。海白庆显然没料到会被拒绝，刚想问个为什么，吴杰云就直接掀了他的老底。长江水陆盟现在为了选新盟主，内部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吧？这可是门派最高机密。海白庆整个人都愣住了，不明白这个外人是怎么知道的。吴杰云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作为一个四处流亡的通缉犯，最不缺的就是听八卦的机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白庆之所以急着拉拢外援，就是想在继承人的争夺战中增加自己手里的筹码。可问题是，像他这种极度危险的人物，真的是他能掌控得了的吗？这哪里是在找帮手，简直是在玩火自焚。海白庆被这一连串的话对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他确实没想过这么多，甚至开始怀疑那个老头子非要赶他走，背后是不是还藏着更可怕的阴谋？
海白庆显然被气得不轻，他纠正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自己可不是为了躲避才来到这里的。他这次现身，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亲手抓住3层深渊，因为那个疯子替他杀掉了原本该由他解决的人。吴洁云的语气越来越刻薄，他直接点破了海白庆的身份。作为12天头中排名垫底的存在，他恐怕早就退出了盟主之位的争夺战吧。这番话精准地踩中了雷区，海白庆终于彻底破防，他怒吼着让吴洁云闭嘴。既然要打架，哪来这么多废话？看褶气急败坏冲过来的女人，吴洁云反而露出一丝坏笑，她表现得非常遗憾，要是能再多聊一会儿就好了，毕竟刚才说了这么多废话，纯粹是为了拖延时间，好让他损耗的内功能多恢复那么一点点。刚才那场惊天动地的对撞终于落下了帷幕，可战场上的惨烈程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麦生站在尸横遍野的废墟中，脸上没有半点怜悯，反而对着那些倒下的身影冷冰冰地吐出2个字：废物。他甚至觉得这些尸体挡住了自己前进的路，觉得他们死了都在添麻烦。秀丝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始终一言不发，那副冷漠的样子让人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而在这一片死寂中，那个拼死拖延时间的部下用最后一口气发出了哀求，他并不后悔付出生命，只希望这份惨重的代价真的能换回他家主人的一条生路。秀丝停下脚步，冷冷地问了一个名字：一兜的尸体在哪？麦生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好像在努力回想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谁。等他终于想起来之后，说出的话却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一兜没能护住他的儿子，他直接把一兜分尸喂了野狗。这还没完，他甚至杀光了一兜家里所有的男人，把他的2个女儿卖给了海盗。在他眼里，没护住主人的狗就该是这种下场。听完这些惨无人道的话，秀丝只是发出一声冷笑，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兜确实是跟错了主人。麦生听了这话，反而放声大笑，觉得这种说法简直荒谬，狗哪里有资格挑选主人？话音刚落，他整个人腾空而起，带着一身狂暴的杀气，挥动巨刃狠狠砸向了秀丝。秀丝手中的长枪一横，直接给这场战斗定下了调子。今天就是麦生的死期。可麦生听完不仅没怕，反而笑得异常狂妄。他说这辈子听过太多这种话，但那些放狠话的人现在全都已经成了死人。他一边咆哮着，一边挥动重兵器狠狠砸下，要把秀丝也送去地府，跟那些废物作伴。一时间火星四溅，2股恐怖的力量不断撞击，秀丝的身影在重压下飞速闪转，每一次格挡都显得惊心动魄。麦生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对手确实够灵活，像条泥鳅一样难抓，但他手上的力道却越来越重，显然是打算用绝对的力量彻底封死秀丝所有的闪避空间。麦生仗着自己体型巨大，疯狂宣泄着那股蛮力，觉得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技巧都是徒劳。秀丝听了只觉得好笑，长得像座山一样，力气大，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他根本没打算正面硬碰硬，而是像一兜幽灵，瞬间切入了麦生的防御死角。还没等麦生反应过来，密集的冷光已经在他胸前炸开，大片鲜血瞬间喷溅而出。这位不可一世的巨人疼得发出一声闷哼，气急败坏的怒骂秀丝只是一只只会偷袭的小老鼠。秀丝借力飞速后撤，动作干净利落，可他看着冰刃上的血迹，却有些不满地咂了咂嘴，刚才那一击还是刺得太浅了。秀丝敏锐地察觉到眼前的局势有些不对劲，明明海的夹击已经失败，麦生的反应却依然很反常，难道这家伙手里还藏着什么没出的底牌吗？不对，刚才完全看走眼了，麦生根本不是在隐藏实力，他现在的这种姿态纯粹是在死死守住身后的退路，他不是在战斗，而是在拼命守护着什么东西。秀丝抬头看向那座高耸的楼阁，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到底是什么值得他这样玩命？答案其实很简单，无非是某种痕迹，或者是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听到这话，麦生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咬着牙怒斥这简直是胡言乱语。可他越是这样急于否认，就越说明秀丝戳中了他最隐秘的痛处。秀丝的话像刀子一样，直接撕开了麦生的伪装。他嘲讽麦生是人命如草芥，却又对自己死掉的儿子抱着那点残存的痕迹不放。这种极端的双标让麦生瞬间陷入了狂怒。他大声质问秀丝，到底凭什么在这里大放厥词？在他看来，父亲守护儿子的最后一程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怕这份守护要用无数人的命去填。秀丝听完冷笑一声，根本不想再废话。既然你这么想陪着他，那就老老实实待在原地，永远别想再离开了。麦生还没反应过来，甚至还在傻傻的追问刚才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既然没人能拦得住，那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彻底清理掉眼前的障碍。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攻击，而是要把对手直接钉死在原地。你就老老实实待在那吧，我会踩着你的尸体继续往前走。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麦生根本来不及躲闪。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巨大的冲击力贯穿全身，麦生甚至连惨叫都发不出，就被这股力量彻底压制，地面瞬间崩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状态，现在已经动弹不得。刚才那是什么？是落雷吗？那个男人去哪了？就在众人还在寻找那个恐怖身影的时候，他早已消失在战场中心。而在不远处的内堂，秀丝正静静看着眼前的香火，外面的动静闹得这么大，结果就只有这种程度吗？话音刚落，秀丝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杀气。秀丝一剑挥过去，根本没打算留任何余地。看着眼前这个画面，秀丝终于收起了轻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疯子。屋子里静得可怕，桌上摆满了酒菜，但坐在这里的人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苍白的皮肤上竟然有苍蝇
在不停盘旋，这根本不是什么活人，而是一具被精心打扮过的尸体。都佐润早就已经死了，难道有人故意把他摆在这，就是为了这种恶心的趣味？秀司正打算上前查看，耳边却突然传来一声暴喝：“千万别碰那具尸体，快住手，不要再继续了！”还没等他弄清楚状况，身后的麦生已经快要撑不住了。面对眼前的惨状，秀司只是冷哼一声，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死者为大。麦生拼命想要阻止，大声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但回应他的只有利刃出鞘的寒光。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冰冷的剑锋直接架在了都佐润的脖子上，秀司的脸上甚至带着笑意，把刀放下，除非你想让你儿子再死第二次。麦生彻底崩溃了，他无法理解这种疯狂的行为，对着一个死人，难道连最后的尊重都没有吗？但在这个男人眼里，死人的身体不过是最好用的筹码。秀司的语气冷得像冰，他提醒麦生，与其关心死人，不如先学会尊崇活人，这是最后的警告。如果不立刻放下武器，他就会让都佐润身首异处。面对这种卑劣的威胁，麦生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他看着儿子冰冷的尸体，最终还是松开了手。既然横竖都是死，至少要留个人，给儿子办一场像样的葬礼。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巨人缓缓收回了武器，在这一刻，他输掉的不只是战斗，更是作为一个父亲最后的尊严。秀司看着眼前的男人，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觉得这个玩弄尸体的家伙竟然还挺讲道理。但麦生却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回答，他从来就不是什么讲道理的人。外界的那些传闻大多都错得离谱，甚至有人说他年轻时只是刀王的对手，可真相却是在多年前的一个午后，那位不可一世的刀王曾亲手折断佩刀，跪在他面前，彻底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随着话音落下，麦生周身金光大作，原本虚弱的气息瞬间变得狂暴无比。秀司脸上的嘲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撼。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斗气？这就是当年让刀王下跪的最后一招，力拔山河，气盖世。麦生赌上了所有，使出了这招乾坤一掷，他要在死境之中强行突破自己的极限。秀司看着眼前的火光，不得不承认，能打败刀王确实不是吹牛，在死亡边缘突破巅峰吗？可惜这种事并不会发生。麦生发出了最后的咆哮，他要杀了眼前的男人，带走自己的儿子。但秀司的身影却在瞬间消失原地，只留下一句冰冷的宣判：你以为的绝地反击，在他眼里不过是徒劳的挣扎。就在麦生准备赌上性命挥出那一刀时，他的身体却像破碎的麻袋一样，四处喷溅出血花。他不明白为什么力量会突然失控，但秀司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坠入深渊。原来从一开始，这对父子就中了秀司的血毒，那种紫色的液体早已渗入了他们的骨髓。秀司看着眼前的巨人，语气中带着一丝嘲弄，因为麦生体型太大，毒发的时间比预想中要晚，所以他刚才不得不耐着性子演了一场戏，只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麦生大口呕着鲜血，感觉到体内的内力正在飞速消散，他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可如果他倒在这里，他的儿子该怎么办？在意识模糊的边缘，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了那个名字：都佐润。毒素已经彻底失控，他引以为傲的力量成了加速崩坏的毒药。秀司冷冷地看着他，嘴里吐出的名字像是死神的最后通牒。麦生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怜悯。秀司手中的利刃带起一道暗红色的弧光，鲜血瞬间飞溅而出，染红了整片大地。这位曾经击败过刀王、被无数人敬畏的强者，终究还是没能带走他的儿子。麦生用那双沾满血污的手死死抓住了秀司的脚踝，他不再为了生存而战，而是发出了最后一声哀：求求求你，等一下，让我亲手给儿子办完这场葬礼。如果连他都倒下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就真的没人管了。秀司停下了脚步，看着脚下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男人，他沉默了许久，最终收起了那股冰冷的杀意。他答应了这个将死之人的请求，但作为交换，麦生必须在临走前去向那些曾经被他折磨杀害的冤魂们亲口说声对不起。这或许是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父亲最后的一点救赎。麦生没有反抗，他只是低着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3个字：对不起。他在向那些死在他手里的冤魂道歉，也在向怀里那个早已冰冷的儿子道歉。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贪婪，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罪孽，他们父子本可以坐在温暖的灯火下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可现实没有如果，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在这场血色的葬礼中，这位曾经的强者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带着满身的罪恶和那份迟到的忏悔，走向了属于他的终局。麦生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脸庞，这是他最后一次呼唤那个熟悉的名字：我的儿子，我爱你，在那边一定要安息。这位曾经的枭雄选择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和儿子办完了这场最后的葬礼，所有的罪孽与恩怨都在这滚滚红莲中化为了灰烬。秀司背着长枪，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这片火海，他履行了诺言，给了这对父子最后的体面。秀司看着眼前这冲天的火光，他只说了一句话：太迟了。看着眼前的废墟，秀司问起了海白青的下落。吴杰云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已经逃走了。对于麦生的结局，吴杰云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在他看来，父母疼爱孩子固然是天性，但如果只觉得自己的孩子珍贵，却肆意践踏别人的孩子，那这种自私只会招来毁灭。麦生到死都不明白，他的愚蠢不仅毁了自己，也亲手葬送了儿子的未来。秀司打断了他的感慨，提醒他动作快点，接下来的计划才是重头戏。吴杰云有些疑惑，难道大费周章贴出告示，仅仅是为了揭露霸道会的罪行吗？
秀丝冷笑了一声，那不过是顺带的幌子，他真正的目标是要用这些告示当成最诱人的鱼饵，去挑衅武林盟的那群狗，然后彻底一网打尽。听完秀丝接下来的打算，吴洁云忍不住笑出了声。难道我刚才没提过吗？他摇了摇头，给出了最直接的评价：你这家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